晚上11点，陆凡缩在出租屋的小床上刷手机，屋里堆着几个泡面碗。兰博基尼私人飞机，得，这投胎技术比我期末考作弊还厉害。视频，一个富二代正在游艇上开派对。今天随便玩玩，也就花了80多万吧。80多万，够我租这破房子20年了。他又滑到下一个视频，这个更离谱，车库比我宿舍还大。老天爷，你睁开眼睛看看。陆凡越看越气，把手机往床上一扔。我要是有钱，我肯定先吃顿好的，然后也买个游艇。不对，我要买2个，一个用来开，一个用来撞。天花板上有一块漏水留下的霉斑，形状很像一个嘲笑的脸。你看什么看？你也笑话我穷是不是？他爬起来，指着霉斑开始演讲。我告诉你，莫欺少年穷。等我发达了，我先换个不漏水的房子。说到一半，肚子叫了。陆凡摸摸肚子，想起晚上只吃了包泡面。算了，睡觉吧，梦里什么都有。他关掉手机，躺下睡觉。很快打起来。陆凡在做梦。这龙虾真大，别抢，都是我的。枕头边的手机突然亮了，屏幕自己亮起，发出幽幽的蓝光。检测到强烈欲望，正在分析。屏幕上滚过一串绿色代码。目标符合绑定条件，开始匹配。鲍鱼多放蒜。DNA 序列匹配成功，系统加载中。手机屏幕上的代码越滚越快。世界观微调模块启动，记忆覆盖协议准备就绪。凌晨3点，手机屏幕按了下去，屋里一片安静。100%认亲系统绑定完成，宿主陆凡。陆凡在睡梦中皱了皱眉。新手引导将在宿主清醒后启动。温馨提示：使用本系统需谨慎。这螃蟹怎么跑了？祝您使用愉快。手机彻底黑屏，陆凡的呼噜声在小小的屋里回荡。窗外天快要亮了。妈，明天我想吃红烧。早上，陆凡蹲在小卖部门口，他盯着老板看了半天。系统启动，目标，老板，关系，表舅。老板正在整理货架，他突然停下手，转头看向陆凡，眼睛一亮。哎呦，这不是我大外甥吗？老板快步走过来。啥时候回来的？咋蹲在这儿？表舅，我……别说了，快进来。老板把陆凡拉进店里。抽烟不？来，拿着。老板塞给陆凡一包中华烟。表舅，这太贵重了。跟舅客气啥？你妈走得早，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我这次回来也没带什么东西。带啥东西？人回来就行。老板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这烟你拿着抽，别让你舅妈知道，她不让。谢谢表舅。陆凡拿着烟走出小卖部，老板追出来：凡，晚上来家吃饭，让你舅妈做红烧肉。好，我一定来。对了，你现在住哪儿？工作找着没？就住后面那栋楼，工作还在找。没事，慢慢找，缺钱了跟舅说。陆凡点点头，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真的成了，这系统是真的。陆凡走在街上，手里攥着那包中华烟。表舅，我居然有个表舅。他找了个台阶坐下，打开烟盒。软中华，以前看别人抽过。他点上烟，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哎，渴，这烟劲儿真大，但脸上却露出笑容。我真的有亲戚了。路过的行人奇怪地看他一眼。这人怎么了？没事儿，我高兴。他把烟掐灭，小心地放回烟盒。系统说能认亲，那我是不是能认更多亲戚？这个念头让他心跳加速。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潜在的亲戚。陆凡坐在面试间里，对面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翻看着简历。陆凡是吧？你的简历我看过了。是的。很普通，学历普通，经验普通，没什么亮点。但我学习能力强，可以。张总抬手打断：我们要的是来了就能干活的人。抱歉，你不符合要求。张总把简历推回来，准备叫下一位。系统启动，目标，面试官，关系，一副。张总的手停住了，他抬头盯着陆凡：你叫什么名字？陆凡。陆凡，小凡，你是小凡。陆凡装出疑惑：您是？我是你张姨夫啊，你妈是我表姐。张总快步绕过桌子，抓住陆凡的肩膀：让我好好看看，都长这么大了。张姨夫，真的是您？怎么不是？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记得吗？不太记得了。那时候你才这么高，还尿了我一身。张总眼睛红了。你爸妈走后，我找了你很久，你去哪儿了？到处打工，没固定地方。不闹，怎么不来找我？我不想麻烦你。这叫什么话？一家人说什么麻烦？张总拿起电话：人事部吗？面试结束了，总裁办特别助理就定陆凡。姨夫，这职位我可能做不了。我说你能做就能做，不会的我教你。张总拉着陆凡走出面试间，外面等着7、8个人。张总，下一位可以进去了吗？不用了，面试结束，职位有人了。什么？我们等了2个小时，真不公平。这是我外甥，
有什么不公平的？众人都愣住了。走后门啊。你说什么？没什么。带陆凡去办入职，按正式员工待遇。好的，张总。张总拍拍陆凡的肩，凡凡，先去办手续，中午一起吃饭，给你接风。谢谢姨父。陆凡跟着工作人员离开，身后传来议论声：“这什么运气啊？认亲戚认出来的工作能长久吗？少说2句吧，人家现在可是皇亲国戚。”陆凡听见了，没回头，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烟盒。系统啊系统，你可真是我的大宝贝。工作人员推开人事部的门：“陆先生，请进，我们先填表。”他走进去，门在身后关上。走廊里的议论声渐渐听不见了。陆凡揣着刚发的工资，想去吃碗牛肉面，走到商业街，听见有人叫他：“陆凡，真是你啊！”柳微微，我还以为看错了呢。阿阳，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前男友。哦，就是你啊，久仰久仰。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急什么呀？老同学见面，聊几句嘛。兄弟现在在哪高就啊？在一家公司上班。该不会还是实习生吧？我记得你去年就是实习生。实习生？那工资够吃饭吗？够不够吃不关你的事儿吧？哎呀，脾气还是这么冲。阿阳是关心你，他家做建材生意的，可以帮你介绍工作。是啊，我们工地正好缺人，1天200包午饭。不用了。别客气嘛，总比你当实习生强，一个月才2-3千吧。陆凡不想再聊，正要走，一辆黑色奥迪停在路边。发现可认亲目标，天成贸易李福贵，关系姑父。陆凡眼睛一亮，姑父，一个穿中式衬衫的中年男人刚下车。谁叫我？李姑父，是我啊，小凡。小凡，陆凡。对，是我。哎呀，真是你，都长这么大了。姑父，好多年没见了。可不是，得有10年了吧？你爸走后，我就没你的消息了。你妈呢？她还好吗？我妈也不在了。什么？什么时候的事？3年多了。李福贵眼圈红了。这孩子怎么不来找我？李福贵拉住陆凡的手不放。走，跟姑父回家，让你姑妈看看你。我这儿还有朋友。李福贵看向柳微微和张扬。这2位是？李总您好，我们是陆凡的同学。李总，我是张扬，我爸是张建国，上次酒会我们见过。哦，张总的儿子啊？对，是我。你们还有事？没事了，他们就是问个路。陆凡，你什么时候有个姑父了？以前没听你说过啊。我家的事儿没必要都跟你说吧。小凡，上车吧，姑父带你吃饭去。好。陆凡上了车。陆凡，有空联系啊。再说吧。车子开走了。微微，你这前男友什么来头？怎么认识李福贵的？我哪知道，他以前从没提过。李福贵可是天成贸易的老板，身家好几个亿呢。真的假的？上午10点，陆凡正在整理文件，主管王世坤端着保温杯走过来。小陆客户资料呢？王主管，你早上说下班前给你。我现在就要，你是主管，我是主管。财务部还没给全数据，我催过了。还找借口，全办公室都听见了。办公区安静下来，同事们都往这边看。又来了。王主管今天火气真大。陆凡，我告诉你，公司不养闲人，别以为靠关系进来就能混日子。陆凡看着王世坤，又看了看远处的总裁办公室。系统启动，目标总裁周天豪，关系大伯。陆凡突然站起来，朝总裁办公室走去。你干什么？回来。陆凡不理，继续走。王世坤追了上来。陆凡，那是总裁办公室，你敢乱闯？他要干什么？疯了！陆凡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口，敲了2下门，直接推门进去。周总，对不起，我马上把他带走。总裁周天豪正在看文件，抬起头，怎么回事？周总，这新来的实习生不懂规矩，我马上。大伯，你叫我什么？周天豪大伯，我是小凡啊。小凡？哪个小凡？我爸是周正国，槐树村的。郑国的儿子，你真是小凡。陆凡点头，是我，大伯。让我看看，都长这么大了。周天豪眼睛红了。你爸走的时候，你才这么高。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到处打工。这是怎么回事？周总，我不知道他是您侄子。你刚才在门外喊什么？要把他带走？我以为他乱闯办公室。我亲侄子来找我，叫乱闯。对不起，周总，我真的不知道。从现在起，陆凡是我特别助理，你有意见吗？没有，绝对没有。刚才我听见你在外面骂他，说他靠关系混日子。我那是……王主管，去人事部办手续吧。明天开始你在后勤部上班。周总，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出去。王世坤腿都软了，被秘书扶了出去。孩子，这些年受苦了。大伯，我没事。什么没事？特别助理，月薪先定3万，不够再说。3万？我才刚来。我亲侄子3万怎么了？嫌少？不是。那就这么定了。走，大伯带你吃饭去。
周天豪搂着陆凡走出办公室，外面同事都看呆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周天豪和陆凡，王世坤已经被带走。周天豪拉着陆凡坐下：“孩子，这些年受苦了。”大伯，我挺好的。好什么好？这衣服穿多久了？没多久。刘秘书，周总，马上带陆凡去买衣服，从上到下买10套，记我账上。是。大伯，不用这么多。什么不用？我周天豪的侄子就得穿得体面。周天豪拍拍陆凡的手，月薪3万是起步，做得好在家，公司有你的办公室，在我隔壁。谢谢大伯。周天豪召集各部门主管开会，都认识一下。这是我侄子陆凡，新任特别助理。陆助理好。周总，我们一定配合陆助理工作。陆凡刚来，很多不懂，你们要多教他，但不能欺负他。不敢不敢。王世坤的下场你们看到了，我再说一遍，谁对陆凡不敬，直接走人。明白。散会，李经理留一下。其他人离开后，行政部李经理留下。3件事：第一，陆凡办公室今天收拾出来；第二，配辆车；第三，宿舍安排好。周总放心，我马上办。下班时间，周天豪送陆凡到停车场。车明天就能用，今天先让司机送你。大伯，其实我可以坐地铁。坐什么地铁？你是我侄子，得有排场。好，听您的。对了，搬来和我住吧，你婶婶想见你。我在外面租了房，先不麻烦您了。那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记住，你现在是我周天豪的侄子，不用怕任何人。知道了，大伯。去吧，早点休息，明天带你见几个客户。陆凡坐上公司的车，司机恭敬地关上车门。陆助理去哪？回出租屋。车子缓缓驶出停车场，陆凡回头看见周天豪还站在门口挥手，这就有靠山了，感觉像做梦一样。手机响了，是周天豪发来的消息：明天9点，司机去接你，别迟到。好的，大伯。酒会现场，周天豪带着陆凡见客人。陆凡穿着新西装，有点不自在。李总，这是我侄子陆凡。周总好福气啊，侄子一表人才。王董，这是我侄子，以后多关照。一定，周总的侄子就是自己人。这时有人从后面走过来。周伯伯，好久不见啊。晴雨啊，这位是我侄子陆凡。以前没听说周伯伯有侄子啊。你好，陆先生在哪儿发财？在大伯公司帮忙。哦，家族企业挺好，有人罩着就是舒服。晴雨，说话注意分寸。周伯伯别生气，我开个玩笑。陆先生别介意，我这人喜欢说实话。没关系。赵晴雨靠近一步，压低声音。不过说真的，你运气不错，能攀上周伯伯这棵大树。赵晴雨，怎么了，周伯伯？陆凡是我亲侄子，你再这样说话，别怪我不客气。哼，我说什么了？我就是夸陆先生运气好。你爸没教你尊重人吗？周伯伯，这话就中了吧？中，你要不要试试更重的？周围人安静下来，都往这边看。行，周伯伯，我给你面子啊。陆先生，刚才对不住。没事儿。赵晴雨走了，别理那种人。大伯，他是赵守仁的儿子，赵氏集团的太子爷，从小被惯坏了。赵氏集团很大吗？大，但不干净，以后见到他们家人躲远点。知道了。周天豪拍拍陆凡，不过你也别怕，有大伯在，没人敢欺负你。谢谢大伯。酒会继续，但陆凡一直在想赵晴雨的话。赵守仁，赵氏集团，系统扫描赵守仁。收到指令，正在扫描目标赵守仁。陆凡假装喝酒，心里等着系统回复。凡凡发什么呆？没什么，大伯。走，再带你去见几个人。陆凡跟着周天豪继续应酬，但心思已经不在酒会上了。回去的车上，周天豪还在生气。赵家那小子越来越嚣张了。大伯消消气，别跟他一般见识。要不是看他爸的面子，我今天非得教训他。他爸很厉害吗？赵守仁，早些年靠歪门邪道起家，现在洗白了，但骨子里还是那套。那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吗？没有，也不想有，他们做事太脏。陆凡点点头，闭上眼睛。扫描完成，目标赵守仁，赵氏集团董事长。分析潜在亲缘关系，正在分析，分析完成。可选关系：一、远房表叔，匹配度85%；二、故交之子，匹配度70%；三、师门晚辈，匹配度60%。远房表叔，这个听起来不错。提示：目标疑心较重，社会关系复杂，认亲存在风险。赵晴雨都骑到我脸上了，还怕风险？就选远房表叔。目标已锁定，赵守仁，关系设定为远房表叔，建议寻找合适时机接触。时机得好好想想。陆凡睁开眼睛，周天豪正在看他。想什么呢？没什么，有点累了。今天辛苦你了，这种场合以后多了就习惯了。车停在公寓楼下，
到了早点休息。大伯也早点休息。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给大伯打电话。好。凡凡，今天的事别往心里去，商场就是这样，什么人都。我明白，大伯。明白就好。明天9点，司机来接你。知道了。周天豪的车开走了，陆凡站在楼下，没有马上上楼。赵守仁，表叔，怎么才能自然的认识他呢？陆凡拿出手机，搜索赵守仁的信息。网上照片不多，但能看出是个严肃的中年人。看起来不好接近啊，不过系统说匹配度85%，应该没问题。他收起手机，转身上楼。电梯里，他继续思考，得找个他常去的地方，高尔夫球场、高级会所或者商业活动。电梯到了，陆凡走出电梯，打开房门。不急，慢慢来，先摸清楚他的行踪。他脱下西装，挂皮。今天发生的事在脑海里回放。有系统就是好，不过也不能全靠系统，得自己多学点东西。陆凡洗完澡，躺在床上，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赵守仁，等着吧，很快我就是你表侄。深夜的老城烧烤摊烟气缭绕，陆凡和周磊坐在角落的塑料凳上，褪下了身高定西装，陆凡又变回那个穿着普通 T 恤的模样。面前摆着一打空啤酒瓶。凡子，新闻上的照片够气派的，神秘富少陆凡。少来这套，说真的，来我公司吧，正好缺信得过的兄弟。我先自己闯闯。对了，你以前不是在城西待过吗？听说那边有个叫杨三爷的。话没说完，哐当一声响，3个流里流气的混混踢翻了椅子，围住了烧烤摊老板。老东西，这个月的钱呢？这几天生意不好，再宽限2天。没钱。听说你女儿在附近上学。你们想干什么？别急。这时，一辆旧面包车停下，一个脸上带疤、眼神凶狠的中年男人下了车。吵什么？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刀疤脸正要动手，陆凡突然起身挡在中间。道哥，是您吗？你谁呀？城西老码头杨三爷手下的小凡，那年夏天给您送过茶叶，您还拉过我一把。您这纹身，我记得清楚。刀疤脸眼神闪烁。杨三爷确实是他10多年前跟过的老大，可这小子，杨三爷的人，我咋没印象？我那时瘦小，不起眼。道哥，这老板是我家远亲，你看。道哥，久仰大名，我敬您。身份植入成功，契合度中等。刀疤脸喝了酒，神情缓和下来。好像有点印象，都散了。这是我兄弟亲戚的摊子。是，刀哥。谢谢刀哥，谢谢这位小哥。走，换个地方喝2杯。今天真有事，改天我请刀哥。刀疤脸带着手下离开后，周磊长长松了口气。凡子，你什么时候跟这些人打过交道？有些事知道太多不好，系统之泛化认清比想象中好用。不过下次得找个更合适的目标试试。根据情报，陆凡特意选了周3上午在会所门口等待赵守仁。陆凡穿着运动服，竟在门口踱步，装作刚锻炼完的样子。目标车辆预计30秒内抵达。保持自然，词要流畅。守仁表叔，我爷爷是陆远征。一辆黑色轿车停下，赵守仁推门下车，目不斜视地走向会所大门。赵董，打扰一下。哪位？我是陆凡。说起来咱们还是亲戚，我爷爷陆远征和您祖母是堂姐弟，按辈分我得叫您一声表叔。赵守仁停下脚步，眼神锐利的审视。陆远征，年轻人，我祖母姓周，是独生女，哪来的堂兄弟？你这故事编得不太用心啊。错误，核心亲属信息冲突，认亲失败。谁让你来的？周天豪，还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查查他什么来路。先生，请配合一下。抱歉，赵董，可能是我记混了，认错人了。陆凡转身快步离开，拐进旁边小巷才付钱传世。首次任务失败，惩罚机制启动。陆凡突然一阵眩晕心，惩罚生效，随机剥夺小卖部老板表舅对宿主的强烈好感度24小时。心神不宁的陆凡回到楼下，犹豫着走向小卖部。老板正在理货，看见陆凡只是淡淡点头。表舅拿包中华，架子上有23，扫码付款。今天没带零钱，能先记着吗？明天一定给。小店不赊账，看着挺体面，烟钱都没有。陆凡默默扫码付款，拿起烟转身离开，背后传来计算器的按键声，平淡而陌生。这就是惩罚。赵守仁那次失败，是因为预设的背景信息和他真实记忆冲突了。提示：认亲系统并非万能，对目标核心社会关系、直系亲属信息掌握不全时，强行认亲失败率高。请宿主今后更谨慎选择目标，做好充分准备。明白了，不能想当然的乱认。周天豪正在看文件，眉头紧皱。这个王总谈好的合同又反悔。大伯，怎么了？城西那个项目
合作方突然要加价，不是签合同了吗？签了，但他们找借口说材料涨价。哪个公司？王氏建材，王大海，这人出了名的难缠。加多少？15%，这不是小数目。项目已经在推进了，临时换供应商也麻烦。陆凡心里默念系统，扫描王大海。正在扫描，目标王大海，王氏建材老板，潜在关系堂叔。大伯，要不让我试试？你刚来，不懂这些，我就去看看，学习学习。行，让刘秘书陪你去，记住，别跟他硬来，谈不成就回来。知道了。陆凡来到王氏建材，王大海正在办公室打电话，声音很大。我说了，价格不能改，爱要不要？王总，我们是天豪集团的，周总派你来的。王总好，我是陆凡。我知道你，周总的侄子，但生意是生意，材料真涨价了。王总，您是不是有个姐姐叫王秀英？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妈。什么？我妈叫王秀英，老家是柳树村的，她左耳后有颗痣。你真是秀英姐的儿子？王大海激动地走过来，仔细看陆凡的脸，像，真像秀英姐的眼睛。你真是她儿子？她还好吗？我妈不在了。什么时候的事？3年前生病走的。我都不知道。秀英姐最疼我了，小时候家里穷，她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堂叔，我妈常提起您，说您最有出息。有什么出息？连外甥来了都不知道。合同的事不提了，按原价。不，我给你成本价。这不好吧？您也要做生意？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以后有什么材料，直接找堂叔，我仓库里有的你随便用。王大海当场签了合同，还非要留陆凡吃饭。堂叔，我回去还得跟大伯汇报，下次一定来。行，替我向周总问好，有空常来。对了，你住哪儿？改天我去看你。我住大伯安排的公寓。好，有事一定给堂叔打电话。陆凡走出公司，刘秘书一脸佩服。陆助理，您太厉害了，王总出了名的难说话。运气好，碰巧是亲戚。这哪是运气，这是本事。回到公司，周天豪看到合同很惊讶。解决了，还按原价。王总是我堂叔。好，不愧是我侄子，这下省了一大笔。走，晚上大伯请你吃大餐。谢谢大伯。谢什么？这是你应得的，好好干，大伯看好你。周天豪带陆凡来艺术园区看画展，多接触艺术，提升品味，以后见客户聊这些也有话题。大伯，我看不懂这些，就觉得颜色挺好看。慢慢学，那边有家设计工作室，听说不错，我想重新设计一下办公室。两人走进一家工作室，里面很简洁，白色墙面摆着设计图纸和模型。沈之意从里面走出来，欢迎光临。沈设计师在吗？我就是沈之意。这么年轻，我想设计个办公室。可以的，您有什么要求？要大气，但不浮夸，实用为主，兼顾美观。好的，我记一下。面积多少？现有格局需要改动吗？周天豪和沈之意谈设计细节，陆凡在旁边看墙上的作品，多是建筑和室内设计图。这些都是你设计的？是的，挺好看的。这个商场设计很有特点。谢谢，那是去年的项目。沈设计师获奖不少啊，墙上这些证书都是过去的事了，作品能落地才是最重要的。陆凡发现沈之意和其他人不一样，别人知道他身份后都很热情，但他很平静，只专注谈工作。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先出方案，陆凡，你留个联系方式，方便沟通。好，这是我的名片。谢谢。你这里平时就一个人？还有个助理，今天请假了。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觉得难。走出工作室，周天豪接电话先走了。陆凡在园区里闲逛，看其他画廊。陆先生，您的东西。什么？您的钱包掉在工作室了。还真是，谢谢，我太粗心了。不客气，检查一下东西少没少。都在沈设计室。你做这行多久了？3年，大学学的设计，毕业后就开了工作室。不容易吧？我听大伯说这里租金不便宜。还好，接的项目够维持。做自己喜欢的事，辛苦点也值得。不知道我是谁？知道，周总的侄子。刚才周总介绍过了。那怎么了？您也是客户，和其他客户一样。陆凡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种回答。你说的对，有空请你吃饭，谢谢你捡到钱包。不用了，应该的。要的，回头联系。那我先回去了，还有图纸要画。好，再见。沈之意点点头，转身回去了。陆凡看着他的背影，沈之意，名字挺好听，不卑不亢，跟之前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手机响了，是周天豪。凡凡在哪儿呢？司机过去接你。在园区门口，马上来。陆凡向路口走去，心里还想着刚才那个穿衬衫、眼神平静的女孩。陆凡正在看文件，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不认识。陆助理，需要我接吗？不用，可能是推销的。陆凡接起电话。陆凡，是我。哪位？柳微微，你连我声音都听不出了。有事吗？想请你吃个饭，
叙叙旧，就在以前常去的那家火锅店。没空。别这样嘛，以前是我不对，我道歉，我知道错了。如果没别的事儿，我挂了。等等，陆凡，我知道你现在发达了，但我真的想跟你谈谈，就一次。我们没什么好谈的，就吃个饭，半个小时，好不好？我保证不说让你不高兴的话。不好。你怎么这么绝情？我们好歹在一起2年。绝情的是你吧？当初是谁嫌我穷，连顿饭都 AA？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被闺蜜带坏了。现在懂了，晚了。你是不是有别人了？那个什么沈设计师，我听说你们走得很近。跟你有关系吗？怎么没关系？我才是你初恋。那是过去的事了，我要工作了，别再打来。陆凡挂了电话，刘秘书小心地看着他。陆助理，需要我处理吗？可以把号码拉黑。不用，跳梁小丑而已，他愿意打就打，我不接就是了。好的，周总说下午3点开会，讨论新项目。知道了。下班时间，陆凡走出公司，刘微微等在门口，明显精心打扮过。陆凡，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你，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们当面谈。我说了没空，就5分钟，我们说几句话，这里人多，要不我们去那边咖啡厅？就在这儿说。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我保证这次不一样。不能。为什么？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手机里还存着我们的照片吧？早删了，你想多了。那你说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我改，我真的改。不需要原谅，你对我来说就是陌生人，以后别来找我了。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在一起2年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那是以前，现在我有我的生活，请你别来打扰。陆凡绕过他走向车子，柳微微追上来抓住他的胳膊。陆凡，我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那个张扬，我早跟他分了，我心里只有你。放手，司机，开车。是。车子开走了，柳微微站在路边，妆容被眼泪弄花，脸色难看。我不会放弃的，你以前那么爱我，怎么可能说忘就忘？有些路走过了就回不了头，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现在的生活很好，没必要回头看。陆助理，周总让您回家吃饭，说夫人做了您爱吃的红烧鱼。好。陆凡收起思绪，看向前方，新的生活，新的开始，这才是他该走的路。王世坤穿着保洁服，在仓库清点物资，他脸色阴沉。王哥，这批打印纸放哪儿？自己不会看清单，凶什么凶？王世坤看着手中的物资调配单，看到陆凡办公室申领新办公用品。陆凡，都是你害的，让我扫厕所，等着瞧。王哥，陆助理那边要一个名牌计算器，送吗？送，当然送。把我抽屉里那个旧的给他，就是新的没货啊，那个都坏了。让你送就送那么多话。不送来计算器，陆凡正在看文件。陆助理，您要的计算器，谢谢。这是旧的吧？仓库说新的没到货，这个也能用。按键不灵，谁让你送这个来的？是王主管让送的。王世坤，行，我知道了，你回去吧。送货员走了，陆凡看着桌上的旧计算器，还想给我穿小鞋，正好明天部门会议。部门会议讨论下季度预算，陆凡负责汇报数据。陆凡把数据给大家看看。好的，我先算几个关键数字。陆凡开始按计算器，但按键不灵，按几次猜出数字。陆助理，计算器是不是有问题？后勤部送来的，说是新的没货，给配了个旧的。什么？公司连个新计算器都买不起？大伯，没事儿，我手机也能算。谁负责的物资采购？众人看向后勤部主管，后勤主管擦汗。周总，我马上查。现在查，当着大家的面。后勤主管打电话，很快送货员被叫来。是王主管让我送的，他说新的没货。哪个王主管？王世坤主管。会议室一阵安静，王世坤站在角落，脸都白了。王世坤，你不是在检查厕所吗？怎么还管起物资分配了？周总，我是看仓库忙不过来，帮个忙。帮忙帮倒忙吧，故意给陆凡坏的办公用品，你这叫帮忙？我没有，真的是没货。我刚才查了仓库系统，同款计算器库存还有12个，需要我念库存编号吗？王世坤说不出话。王世坤，你被开除了，现在就去财务部结工资。周总，再给我一次机会。保安进来把王世坤带出去。会议室里很安静，都看到了，这就是欺负陆凡的下场。散会。众人离开后，周天豪拍拍陆凡，干得好，就该这样治他。谢谢大伯。谢什么？你是我侄子，我不护你护谁？晚上，陆凡在公寓看书，突然听到系统提示音，检测到宿主累计认亲数量达标，系统开始升级。陆凡放下书，升级，这次又有什么新花样？升级完成，解锁新功能，关系强度显示与维护指导。关系强度，这又是什么功能？人际关系需要经营，本功能可实时显示已建立关系的稳固程度，并给出维持建议。还挺贴心，
怎么用？陆凡试着使用新功能，查看当前关系强度。周天豪、大伯、牢固、张总、姨夫稳定，李福贵、姑父稳定，王大哈、堂叔牢固。王堂叔也是牢固，才见过1次面啊。目标对宿主有强烈亲情补偿心理，且宿主解决其实际问题，关系快速强化。那小卖部表舅呢？好久没联系了。小卖部老板、表舅波动，近期互动较少，关系有所淡化，建议增加联系以维持强度。还真是，最近忙起来就忘了。那关系强度低了会怎样？关系强度影响认亲效果，强度降至脆弱时，目标可能产生怀疑，认亲效果减弱。明白了，得像维护客户关系一样，维护这些亲戚关系。第二天中午，陆凡特意来到小卖部，买什么自己拿。表舅，是我，小凡。不，小凡啊，你看我这眼神都没认出来，好久没来了。最近工作太忙，抽不开身。表舅，您身体还好吗？腰疼的老毛病没犯吧？还行还行，贴了你上次给买的膏药好多了。你小子在那大公司做的怎么样？没被人欺负吧？都挺好的，领导挺照顾我。这是给您带的茶叶，朋友送的，我不懂茶，您尝尝。哎呦，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香，是好茶。晚上来家吃饭，你舅妈早上还说梦见你了。今天真不行，晚上要加班。周末我一定来。行，那就说定了。抽烟部新进的，尝尝。谢谢表舅。对了，表弟高考成绩出来了吧？考得怎么样？出来了，一本线过了。正愁报什么专业呢？你见识多，有空给参谋参谋。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陆凡接过烟点上，系统提示音轻轻响起。小卖部老板关系强度提升，波动稳定。看来多聊家常，关心家人确实有用。以后常来啊，别跟就见外，烟抽完了就来拿。一定常来。表舅那儿我先走了，还得回公司。快去忙吧，路上小心。周天豪看着一份文件，表情严肃。这个项目很重要，但对方很难搞。是刘氏集团。对，董事长刘建国出了名的难说话。我们报价已经很低了，他还想压价。不能换一家，全是就他家的材料符合要求。明天最后谈判，谈不下来，项目就得停。明天我去吧。你刘建国可不会给面子。试试看，不行再说。行，让刘秘书陪你去。会议室里，刘建国60多岁，表情严肃。周总没来。刘董好，我是陆凡，周总的侄子兼助理。年轻人，回去告诉你大伯，价格再降5个点，否则免谈。刘董，我们的报价已经是最低了。那是你们的事，我的规矩不降价不签。陆凡看着刘建国，心里默念系统。扫描刘建国，扫描完成，目标刘建国，潜在关系二舅母系堂弟，匹配度90%。二舅，你叫我什么？您是刘建国二舅吧？我妈叫刘秀兰，您堂姐。秀兰姐，你是秀兰姐的儿子？是我。都长这么大了，秀兰姐还好吗？我妈不在了。什么时候的事？3年前，她走前还提起您，说小时候您最黏她。是啊，秀兰姐最疼我，我后来搬了家，联系就少了。刘建国擦擦眼睛，看看陆凡，又看看合同。这项目就按你们报价签，不，我再让3个点。刘董，这照做，这是我外甥。二舅，不用让价。什么不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需要什么材料，直接找二舅。合同当场签好，刘建国非要刘陆凡吃饭。二舅，我得回去跟大伯汇报。行，替我问他好。周末来家里吃饭，让你舅妈给你做拿手菜。好，一定来。回到公司，周天豪看到合同惊呆了，不但签了，还让了3个点，你怎么做到的？刘董是我二舅，你这亲戚也太多了。不过干得漂亮。紧急会议上，气氛紧张，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虑。周总，赵氏集团突然中断了3个项目的材料供应，我们的库存最多支撑1周。这还不是最糟的，我们的2个长期大客户今天打电话来说终止合作，转头就和赵家签约了。周天豪手指敲着桌面，眉头紧锁。赵晴雨那个混小子，为了私人恩怨动用家族资源，真是不知轻重。大伯，这是因我而起，给我几天时间，我来处理。周天豪看向陆凡，你有把握？赵家势力不小，他们这是下了狠手，要让我们难堪。硬碰硬我们吃亏，但我查到赵氏集团旗下有一家叫星耀科技的子公司土营智能家居，近期资金链出了大问题，正在秘密寻求融资。周天豪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他们断我们的供应，我们就收购他们最缺钱的软肋。陆凡通过中间人约赵晴雨在高尔夫球场见面。赵晴雨一身名牌运动装，正在悠闲的推杆。赵少，明人不说暗话，断供、抢客户，这些手段太低级了。赵晴雨转过身，皮笑肉不笑。低级，管用就行。陆凡，上次酒会让你侥幸过了关，这次我要让你知道，
得罪我赵晴雨，连你大伯都保不住你。商场如战场，赵少先别把话说满。我听说你们家的新药科技好像快撑不住了，银行催贷催得很紧吧？你听谁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赵少心里清楚，与其花钱打压我们，不如想想怎么救自己的公司。对了，我对新药科技还挺感兴趣的。赵晴雨脸色沉下来。陆凡，你少打歪主意。是不是歪主意？很快你就知道了。赵少，继续打球吧，你先告辞了。1周后，刘秘书抱着一沓文件，兴奋地走进总裁办公室。周总，陆助理，新药科技的收购流程全部走完了，对方比我们想象的还急，价格又压低了2个点。周天豪接过文件，快速翻阅，脸上露出笑容。好，干得漂亮，陆凡，你这手反击太漂亮了。赵家现在是哑巴吃黄连，也是运气。他们资金缺口太大，我们又是现金收购，他们急需这笔钱去填其他窟窿。新药科技虽然现在不赚钱，但他们的技术团队和几项核心专利很有价值。周天豪拍着陆凡的肩膀，好小子，这下看赵晴雨那混蛋还怎么嚣张。星耀以后就归你管了，好好整合，让他起死回生。谢谢大伯信任。陆凡走到落地窗前，俯瞰城市，手机响了，是赵晴雨打来的，铃声急促。陆凡，你他妈够狠，居然真敢下手。赵少，承让了，商场竞争而已，怎么玩不起了？你给我等着。好，我等着。对了，新药科技现在是我的了，赵少以后多指教。陆凡挂了电话，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反击才刚刚开始。收购完成后的第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气氛忐忑不安。大家好，我是陆凡，天豪集团的代表，也是新药科技新的负责人。我知道大家现在最关心2个问题，会不会裁员，待遇会不会变。台下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他。我现在明确告诉大家，第一，公司不会进行任何非业务性裁员；第二，所有员工现有薪资待遇不变。真的假的？换老板不都先裁一波吗？听说新老板很有背景，是周天豪的亲侄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天豪集团将向新药科技注资5000万，主要用于产品研发和技术升级。我们不仅不收缩，还要扩张。会议刚散，陆凡在门口碰到了脸色铁青的赵晴雨，他似乎专程在这里等着。陆凡，你够可以啊，真把新药弄到手了。手续合法合规，赵少见笑了。今天怎么有空大家光临？赵晴雨强压怒气。我爸让我来的。星耀以前跟我们集团有些债务往来，需要跟你们对接一下。哦，债务，收购前的财务我们已经审计清楚，所有债权债务关系都结清了。赵少是不是搞错了？你这是翻脸不认账。公事公办而已。赵少要是没别的事儿，请回吧，我还有个会。陆凡做出送客的手势，赵晴雨气得胸膛起伏，却又无可奈何。第二天下午，赵晴雨再次出现，这次脸上带着屈辱和难堪。赵晴雨站在陆凡办公室，声音僵硬：“我爸让我过来这边上班。”陆凡从文件中抬起头：“哦，上班？什么职位？我们最近好像没发布招聘信息。”副总经理。行政助理在一旁小声提醒：“陆总，赵氏集团那边确实发过函，说派赵晴雨先生来我司挂职锻炼，职务是副总经理。”原来如此，欢迎啊，赵副总。小刘，带赵副总去他的办公室。行政助理小刘带着赵晴雨来到已经狭窄的位于角落的办公室，里面只有最基本的桌椅和电脑。赵晴雨看着这间比自家厕所还小的办公室，难以置信。这就是副总经理办公室？陆总说公司初创，条件有限，请您多包涵。这时陆凡踱步过来：“赵副总，安顿好了。对了，下午3点，物业那边有个全楼的保洁卫生检查，以前这块是行政监管，现在你来了，就由你负责对接一下吧，务必每个角落都检查到位。”赵晴雨终于爆发：“陆凡，你 TM 别太过分了，让我去检查保洁。行政后勤也是公司运营的重要一环。赵副总初来乍到，从小事熟悉起来，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赵副总看不起基层工作？”“没问题。”“那就好，好好干。”1年1度的创新科技与资本峰会在本市最高规格的会议中心举行。陆凡作为天豪集团新晋的核心人物，受邀发表关于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的演讲。感谢王总的分享，下面让我们有请天豪集团总裁特别助理、星耀科技新任总经理陆凡先生。陆凡在掌声中走上台，从容自信。陆总，这位就是陆凡，周天豪的外甥，很得周天豪器重，最近还主导收购了赵家的星耀科技，风头正劲。顾清寒目光清冷地扫过台上的陆凡，就是那个靠认亲戚上位的陆凡，周天豪倒是舍得捧他。外界是这么传的，不过他刚才讲的几点，关于数据中台和供应链可视化，倒还有点见地。顾清寒轻哼一声，
稿子大概是别人写的，或者照本宣科罢了，没有真才实学，靠关系和运气走不了多远。茶歇时间，精英们三五成群的交流。陆凡注意到了独自站在窗边、气场与众不同的顾清寒。他记得这是青蓝科技那位以高冷和能力超强闻名的年轻女总裁。陆凡端着一杯水走过去。顾总您好，我是天豪集团的陆凡，刚才看到您也在台下，您的青蓝科技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顾清寒转过身，淡淡的看了陆凡一眼，微微颔首。陆助理，有事儿？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觉得未来在很多领域，天豪和青蓝或许有合作的可能，想认识一下。青蓝科技选择合作伙伴，首要标准是对方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实力，我们更看重实干家。顾总觉得天豪集团或者我本人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我对靠背景和人情快速上位的人持保留态度，真正的实力需要在没有大树遮荫的地方自己长出来。失陪。顾清寒礼貌但疏远地点了下头，便转身走向另一群正在讨论技术的人。陆凡留在原地，被彻底鄙视了啊！这位顾总眼睛倒是长在头顶上。峰会结束已是晚上，陆凡走向公司配给他的那辆黑色奔驰，恰好看到顾清寒坐进一辆低调但价值不菲的奥迪 A8。顾清寒看了眼旁边的奔驰，陆助理，车不错，很配你现在的身份。公司配的比不上顾总自己的座驾有品位。靠自己的能力买的车，开起来才踏实。靠着别人给予的东西，总让人觉得像是空中楼阁。再见，陆助理。顾清寒的车窗升起，奥迪平稳驶离。陆助理，回家还是回公司？回家吧。车子驶出停车场，汇入夜晚的车里。陆凡靠在座椅上，顾清寒那清冷又带着明显轻视的话语还在耳边。顾清寒，青蓝科技，靠关系，幸运儿，哼，有意思啊！那就让你亲眼看看，我这空中楼阁下面到底有没有地基。陆凡来找沈之一看设计方案，发现他脸色不好。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没什么。说实话，工作室的产权有点问题，房东要把房子卖了，新房东要涨3倍租金。合同呢？签了3年，才过1年，但新房东说不认就合同。这明显不合法，你去找过律师吗？问过一个，说打官司耗时太久，我耗不起。耗不起的是他们，这事交给我。你这事很麻烦。不麻烦，我认识最好的律师。陆凡带沈之意来到全市最好的律师事务所。请问有预约吗？我找陈静主任。陈主任很忙，需要提前1周预约。你跟他说陆凡找他，就说他表外甥来了。你就按我说的传话。如果是你的工作，我会负责。好吧，陈主任，有位陆凡先生说找您，说是您表外甥。电话那头传来惊喜的声音，让他们进来，直接来我办公室。陈静亲自开门迎接，拉着陆凡的手不放。小凡，真是你，让表姨好好看看。表姨，好久不见，您身体还好吗？好，就是老惦记你。上次见你才这么高，现在都成大小伙子了。表姨，这位是沈之意，我的好朋友，他工作室遇到点法律问题，被人欺负了。陈主任好。叫什么？主任，跟小凡一样，叫表姨。陈静仔细听沈之意说明情况。胡闹，这明显是恶意逼签。陈静立刻按下内线电话。小张，马上准备律师函。内容第一，强调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第二，警告对方不得单方面变更合同；第三，要求对方书面承诺继续履行原合同。表姨，这会不会太麻烦您了？麻烦什么？欺负我侄女就是欺负我。小凡，你放心，这事儿表姨管定了，不让他们赔礼道歉不算完。谢谢表姨。谢什么？周末来家里吃饭，你表姨夫念叨你好久了。对了，之意也一起来。好的，表姨。离开时，陈静一直送到电梯口。小凡，以后有事一定找表姨，别不好意思，咱们是一家人。知道了，表姨，您快回去忙吧。车上，沈之意看着陆凡，眼里满是感激。今天真的多亏你了，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跟我客气什么？以后有事儿别自己扛着，记得你还有我这个朋友。还有你这个万能的表哥。这个称呼不错。晚上，陆凡在查看系统界面。恭喜宿主累计解决重大商业问题3次，获得新能力危机预知初级。陆凡眼睛一亮，危机预知这能力具体怎么用？可提前感知与宿主有密切关系者未来24小时内可能遭遇的较大风险，每日限用1次，感知为模糊预警，需宿主自行解读。密切关系者包括大伯吧？包括。是否现在使用今日机会？用，指定大伯周天豪，正好试试效果。检测中，
检测到目标周天豪，明日10点15分将在城南开发区项目签约仪式上遭遇商业陷阱，可能造成重大损失。风险来源：合作方宏远城建。陆凡立刻拿起手机，具体是什么陷阱？合同欺诈？资金问题？信息不足，请宿主自行调查并阻止。陆凡立刻给周天豪打电话，电话响了几声才接。大伯，睡了吗？有急事？还没，正看明天签约的材料。怎么了，小凡？这么晚？明天的签约能不能想办法推迟一天，哪怕几个小时也行。我收到点很模糊的风声，感觉不太对。不对，对方背景我们反复核实过，应该没问题。法务和财务都过筛子了。大伯，我知道这有点突然，但就信我这次直觉很强烈，那个宏远城建不太对劲。周天豪沉默片刻，你很少这么坚持。好，听你的，我这就安排最可靠的人去查，用别的由头，不打草惊蛇。谢谢大伯，等您消息。第二天上午，签约推迟的消息已委婉传达。10点半，刘秘书几乎是小跑着进来，手里拿着平板。周总，陆先生，出事了。别急，慢慢说清楚。宏远城建是彻头彻尾的空壳公司，他们盗用资质，伪造国资背景，涉嫌多起重大合同诈骗，主犯和核心资金昨晚已潜逃出境，警方和金争刚联合发了内部预警通报。周天豪靠在椅背上，震惊后长舒一口气，看向陆凡。好险，差一点就不仅是损失几千万，声誉也要扫地。小凡，这次真的多亏你了。陆凡也心有余悸，侥幸。对了，大伯，您是怎么跟对方解释推迟签约的？没引起怀疑吧？周天豪露出老狐狸般的笑。我说，我家那刚认回来的宝贝侄子，不知从哪儿找了个大师算命，非说今天时辰大凶，冲我的流年硬是拦着不许我签任何文件。对方那边接电话的副总，当时语气里那点憋不住的笑，我都听得出来。这理由也行，反正他们现在也没空计较了。周天豪站起身，用力拍拍陆凡肩膀，管用就行。走，中午大伯请你吃最好的私房菜，必须压惊，也当是奖励你的超准直觉。那我可要挑最贵的点，绝不跟您客气。系统这奖励真够及时的，模糊预警就救了大伯一次，以后得更善加利用才行。慈善拍卖会，水晶灯下名流云集，衣香鬓影。陆凡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陪着周天豪坐在前排视野颇佳的位置。今晚有几件不错的藏品，有看上的就跟大伯说，别心疼钱。我先看看，学习规矩和气氛。拍卖开始，几件珠宝首饰过后，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镂空花瓶被李一小姐小心翼翼地捧上展台。清乾隆粉彩镂空花卉纹瓶，起拍价80万元，每次加价5万元。赵晴雨坐在侧后方不远处，似乎志在必得，立刻举牌。100万。陆凡闻声转头瞥了一眼，嘴角微不可察地扬了扬，随即举牌。105万。赵晴雨皱眉看过来，语气不悦。110万。陆凡目光回到拍卖师，平静举牌。115万。价格在两人间交替攀升，陆凡每次都只加最低的5万，节奏稳定，如同精准的机械。看见没？暴发户的小家子气，就只会5万的加。陆凡仿佛完全没听见，在拍卖师报出200万后，再次举牌。205万。赵晴雨有些按捺不住。210万。陆凡，有意思吗？每次都只加最低，没钱就别硬撑。陆凡这才微微侧头，露出一个礼貌而疏离的微笑。拍卖规矩，价高者得。赵少若是觉得勉强，或者认为此物不值，自然可以放弃。我倒是觉得这花瓶挺雅致。赵晴雨被他的话一噎，火气上来。你230万，我看你能跟到什么时候？陆凡毫不犹豫，轻松举牌。235万。最终，赵晴雨价格拍下了那只花瓶，脸上却毫无喜色。拍卖进入尾声，最后一件拍品，一幅近代名家的山水画登场。赵晴雨似乎急于挽回面子，直接高喊500万。场内响起一阵轻微骚动。505万。赵晴雨猛地转头，眼中冒火。600万。605万。赵晴雨腾地站起来，指着陆凡：你存心的。周天豪适时地轻咳一声，声音不高却带着威严：赵公子，注意场合，拍卖师请继续。605万一次。在周天豪的眼神示意下，陆凡这次没有再举牌。赵晴雨最终以800万高价拍下画作，付款时手背青筋危险，走到陆凡身边时压低声音：陆凡，这事没完，我们走着瞧。陆凡拿起侍者托盘上的香槟，微笑着向赵晴雨的方向虚举一下。赵少为慈善事业一掷千金，热心可嘉，令人佩服。周天豪离场时，
终于忍不住朗声笑道：“痛快！那画市值最多350万，赵家小子这冤大头当的够圈里人笑他半年了。”陆凡为他拉开车门，他开心就好。不过大伯，这下梁子算是结得更深了。周天豪坐进车里，毫不在意。怕什么？兵来将挡。再说了，咱们这不也算变相给慈善事业多做贡献了吗？在一位颇有能量的中间人引荐下，陆凡的座驾停在一处掩映在梧桐树后的老式洋房前，门庭幽静，仅悬一块乌木匾额，上书静心阁3字。陆先生晚上好，七爷已在茶室等候，请随我来。陆凡打量四周静谧之极的环境，这里真安静，不像个生意场所。静心阁本就不是做寻常生意的地方，七爷说陆先生是位特别的客人，所以才破例相请。茶室古朴雅致，一炉檀香，青烟袅袅。一位穿着深色唐装，头发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的老者，正专注于手中的茶壶，水流声清脆，正是七爷。陆凡，坐。尝尝这泡老葱水仙，刚到的。陆凡在茶案对面的紫檀木椅上坐下。七爷，晚上好，不知您今天唤我来是有什么指教？七爷将一盏橙黄明亮的茶汤轻推至陆凡面前。指教谈不上，人老了就爱听点新鲜事。听说圈子里最近出了个挺有意思的年轻人，周天豪的侄子，白手起家，收购星耀科技时手段干脆，前几天的拍卖会更是用5万块一个台阶，把赵家那小子架得不上不下。抬眼看陆凡，目光平静却锐利，听着就很有趣。陆凡心中微凛，端起茶杯闻了闻香。七爷的消息果然灵通的吓人，都是些小打小闹，运气而已，让您见笑了。七爷自己也抿了一口茶。我这儿就是卖消息和门路这2样东西，灵通是吃饭的本钱，也是保命的根本。你特别就特别在崛起的速度快得不合常理，而人脉网络铺开的更是让人看不透。周天豪、李富贵、张明远、王大海这些天南地北、行业各异的人物，怎么就在短时间内都和你恰好有了匪浅的交情？陆凡放下茶杯，神色坦然。可能是我这人比较有长辈缘，或者说懂得将心比心。七爷忽然低笑了一声，摆摆手：“不用解释，我也没打算深究。这世上谁还没点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和本事？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做事的路子很有意思，不像是那些仗着家世横冲直撞的纨绔。”也不像纯粹被风口吹起来的暴发户，你身上有种很特别的链接能力。七爷过誉了。那么您今天叫我来，是愿意和我这个有意思的人交个朋友？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没错，多个朋友多条路。以后你遇到什么需要查而不好查的事，或者想了解什么人的底细，可以来找我。规矩有3：明码标价，钱货两清，不问缘由，不保绝对，以及我的情报你自己判断。很公平的规矩。不过对于我看得上眼的新朋友，第一次总该有点表示。赵守仁，赵晴雨的父亲，下周3下午3点会在西山高尔夫球场的18号洞区单独会见一位从海外回来的重要客人，谈的是一笔关于海外新能源矿脉的买卖。这个时间和地点应该够你安排一次恰到好处的邂逅了。陆凡眼睛一亮，这份见面礼确实分量不轻。这份礼太重了，多谢七爷。七爷拿起胡须水，不用急着谢，记住，你欠我个人情就行。我的人情有时候比真金白银还要贵一点，也更有用一点。周天豪召开紧急会议，气氛凝重。赵家联合孙家、钱家断了我们3条主要供应链。银行那边的贷款审批也被卡住了。周总，我们的现金流撑不过1个月。几个工地已经收到供应商的停工通知，他们这次是铁了心要围剿我们。因为星耀科技的事，不止，赵守仁放话了，要让你在龙城混不下去。其他几家估计是得了什么好处，或是怕了赵家。大伯，商会那边呢？龙城商会不是有调解机制吗？商会会长吴老德高望重，但向来明哲保身，不轻易介入这种争斗。我们递了话，石沉大海。商会会长吴老，系统扫描龙城商会会长吴启明。扫描中，目标吴启明，发现高匹配度关系，世叔父辈至交，匹配度88%。大伯，我想再去试试拜访吴老。没用的，我亲自打过电话。让我试试吧，就当是晚辈去拜见长辈。陆凡来到一处清幽的老式宅院，吴启明正在院子里打太极拳，一身白色绸衫，
精神矍铄。老爷，天豪集团的陆凡先生来访。吴启明缓缓收视，看向陆凡：“你就是周天豪的那个侄子，回去吧，商会不掺和你们这些事。”陆凡恭敬鞠躬：“吴师叔，我不是以天豪集团的身份来的。家父陆振华生前常提起您，说您是他最敬重的兄长。”吴启明动作一顿，目光陡然锐利：“你说谁？陆振华？”“是。家父说，60年代下乡时，您睡他上铺，冬天冷，您把唯一的好棉袄让给了他半件。”吴启明手中的太极剑哐当一声掉在青石板上。振华的儿子，你真是振华的儿子。书房里，吴启明老泪纵横，抓住陆凡的手：“像这眉眼跟你爸年轻时一模一样。他走得早，我找过你们母子，没找到。孩子，你受苦了。”“师叔，我挺好的，只是现在天豪集团和我遇到点麻烦。”吴启明擦干眼泪，表情瞬间变得威严：“赵守仁那个暴发户联合几个跳梁小丑欺负我世侄，反了他。”吴启明立刻拿起书桌上的老式电话：“给我接赵守仁。赵董事长吗？我吴启明，听说你们最近生意做得很大，手都伸到天豪集团去了。我什么意思？陆凡是我故人之子，我吴启明的世侄，你们那些小动作立刻给我停了，否则下个月商会换届，我看你赵氏集团还想不想在龙城商圈待下去？还有孙会长、钱总那边，你也一并转告。就这样。”挂了电话，吴启明拍拍陆凡：“放心，史叔还在，就没人能欺负你。晚上留下吃饭。”“谢谢师叔。”当晚，周天豪就接到电话，供应链恢复，银行贷款绿灯通过，压力骤消。沈之义加班晚归，抄近路穿过一条灯光昏暗的小巷，混混甲拦住去路：“美女，这么晚一个人啊？”沈之义警惕后退：“请让开。”“别怕嘛，哥几个送你回家。看你从那个设计工作室出来的，设计师有钱吧？”沈之义拿出手机：“我报警了。”混混丙抢过手机摔在地上：“敬酒不吃吃罚酒。”沈之义被逼到墙角，情况危急。他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越野车，车边站着个身材魁梧、脸上带疤的光头男人，正冷冷看着这边。陆凡接到沈之义同事电话，说他可能遇到麻烦，飞车赶到，正好看到这一幕。陆凡冲下车：“之义，哟，来个英雄救美的，小子滚远点！”陆凡心急如焚，目光扫过那个气场骇人的光头男人，系统疯狂提示：紧急高匹配度目标，雷老虎，绰号雷爷，潜在关系干爹，匹配度92%，建议立刻认亲。陆凡几乎不假思索：“干爹，雷干爹，救命！”雷老虎闻言一愣，眯眼看向陆凡：“你叫老子什么？”陆凡快步跑过去，语气急切带着真情：“干爹，是我啊，小凡，我妈是刘玉芬，以前在城南纺织厂，您还记得吗？她说您是最讲义气的大哥。”刘大姐，玉芬姐的儿子，你真是玉芬姐的儿子？他还好吗？我妈前年走了，走前还说最对不起的就是雷干爹，当年没能帮上你。雷老虎眼眶瞬间红了，大手猛地一拍陆凡肩膀：“别说了，干爹对不起你们娘俩！妈的，老子干儿子的人也敢动！阿彪、阿强！”越野车上立刻下来2个同样彪悍的汉子，把这几个不开眼的杂碎拖走，好好教教他们规矩，别吓着我干儿子和干儿媳妇。雷爷，误会，天大的误会，我们不知道是您干少爷。混混被拖走，雷老虎转身，瞬间变脸：“小凡，没事了，干爹在。这位是……我是陆凡的朋友，谢谢雷先生。”雷老虎咧嘴笑，疤痕有点吓人。“叫什么先生？叫干爹。走走，干爹送你们回去，以后在龙城报我雷老虎的名字。”雷老虎摆了一桌丰盛的认亲宴，叫来了几位同样气势不凡的老兄弟。“兄弟们，这就是我干儿子陆凡，玉芬姐的儿子，以后就是咱们自家孩子，都给我照应着。”“好小子，一表人才，虎哥的干儿子就是我们的侄子。在哪儿发财呀？有事跟伯伯说。”“谢谢各位叔伯，我在天豪集团帮忙。”“天豪集团，周天豪那儿也好，不过干爹也得给你点见面礼。这是城北那家盛世豪庭娱乐城，以后归你了，年入这个数。”雷老虎硬拉着陆凡来看产业，娱乐城规模很大，
但氛围让陆凡微微皱眉。胡爷，小少爷，以后他就是你们老板，所有账目都给我报到他那儿。干爹，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而且我也不会管理这些。什么不会？干爹派人帮你管，你只管收钱，是不是嫌干爹的买卖不干净？干爹知道你现在是体面人了。不是的，干爹，我只是觉得受之有愧。愧？什么愧？当年要不是玉芬姐偷偷给我塞了2个馒头，我早饿死了。这娱乐城你必须收下，不然就是看不起你干爹。陆凡哭笑不得。陆凡头疼地看着娱乐城的产权文件。哈哈哈，盛世豪庭，雷老虎还真舍得。那地方油水是足，但水也深。不过有雷老虎这层关系在，未必是坏事。至少黑白两道，没人敢轻易动你。大伯，这产业我真不想要，感觉是个烫手山芋。先拿着，稳住你干爹，可以找人专业托管，正规化经营，慢慢把一些灰色业务剥离，这也算是个契机。记住，这个干爹虽然路子野，但重情义，关键时候或许比很多体面人管用。我知道了。对了，大伯，沈志毅那边放心，雷老虎放了话，现在龙城道上估计没人敢碰他一根头，这也算意外收获。挂了电话，陆凡看着那串沉甸甸的钥匙，干爹这热情真是让人甜蜜又头疼啊！青蓝科技会议室气氛压抑，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虑。顾总，美国那边突然断供了 A7 系列核心芯片，我们下个季度的新品全部卡住了。更麻烦的是，之前谈好的几家备用供应商，今天统一回复说产能不足，无法供货。银行那边催还上一笔短期贷款，暗示如果我们解决不了供应链问题，后续授信会受影响。顾清航手指捏着眉心，这是有人故意在狙击我们，查出来是谁了吗？很隐蔽，但种种迹象指向赵氏集团，他们最近投资了一家芯片贸易公司。赵晴雨就因为上次峰会我没给他好脸色，还是想吞并青蓝。顾清寒感到一阵无力，技术他有，团队他也有，但面对这种不讲规则的全方位打压和卡脖子，他多年的积累似乎瞬间变得脆弱。陆凡从七爷那里听到了青蓝科技陷入困境的风声。陆助理，这是您要的关于高端芯片国内供应链的分析报告。目前能稳定提供 A7 同级替代芯片的只有2-3家，都被大厂长期包圆了。陆凡翻阅报告，其中有一家华新科技，是不是在苏州？对，他们是国产替代的领头羊之一，订单排到明年了。华新科技董事长姓方，系统扫描方建国。扫描中，目标方建国，发现关系表舅公、祖母表弟，匹配度85%，关系强度可激活。刘秘书，帮我订一张最快去苏州的高铁票。另外，以我的私人名义约青蓝科技的顾总晚上喝杯咖啡。顾清寒如约而至，妆容精致却难掩疲惫。陆助理，如果是谈之前的合作，恐怕现在不是时候。顾总，我知道青蓝遇到了麻烦，芯片断供，银行施压。顾清寒抬眼看他，带着警惕。你的消息很灵通，是天豪集团想趁火打劫，还是赵晴雨让你来看笑话？陆凡摇头，都不是，我想帮你。帮我用天豪集团的名义去施压，还是用你周家侄子的身份去说情？陆凡，商场的残酷你大概还没真正体会。我不需要动用天豪的资源，我在苏州有位长辈，恰好是华新科技的创始人，我刚和他通过电话，他愿意挤出一条 A7 同级芯片的生产线，优先供应青蓝，价格按他们的长期协议价。顾清寒愣住，手里的咖啡勺停在半空。华新科技，方董，这怎么可能？他们从来不接紧急插单，尤其是我们这种量级的公司。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但这位方董是我外婆的表弟，我该叫表舅公。他听说我朋友的公司被恶意断供，很生气，说不能看着自家孩子被欺负。陆凡将一份初步的合作意向书推到顾清寒面前。顾清寒看着那份文件，又看看陆凡平静的脸，第一次觉得这个靠关系的杏仁身上有些他看不透的东西。为什么帮我？我们甚至不算朋友。因为我欣赏青蓝的技术，也看不惯赵晴雨用这种下作手段，这个理由够吗？细节我明天让刘秘书对接，芯片1周内可以到货。陆凡起身离开，顾清寒坐在原地，看着那份意向书，久久没有动。第一批芯片如期送达青蓝科技的仓库，技术总监兴奋地冲进顾清寒办公室。顾总，芯片测试完毕，全部是 A 加级良品，性能参数甚至比我们原来用的还好，而且价格比市场价低了15%。顾清寒看着检测报告，长长舒了一口气。生产线立刻恢复，加班加点，把延误的进度抢回来。是，顾总，这位陆凡
他到底什么来头？华歆的方董可是出了名的难请。顾清寒没有回答，挥挥手让总监出去。他什么来头？他自己心里也画了个问号。一场小范围的技术交流会上，陆凡和顾清寒再次碰面。陆凡正在和几位工程师讨论物联网安全协议的问题。陆先生对协议底层逻辑的理解很透彻，不像一般的管理层。最近在自学，刚好看到这部分，班门弄斧了。顾清寒在不远处听着，有些惊讶。他原以为陆凡只是人情练达，没想到对技术细节也有涉猎，而且观点颇有些见地。陆助理，没想到你对技术也感兴趣。顾总只是觉得要和管理的人或投资的项目打交道，起码得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不然容易被唬住。有道理，上次芯片的事儿，多谢啦，解了青兰的燃眉之急。朋友之间互相帮忙，应该的。会议结束，两人又在停车场相遇。这次气氛缓和了许多。我为我之前的一些话道歉，我承认之前对你有些偏见。可以理解，我上升的速度是有点快，容易让人觉得是空中楼阁。但现在看来，你这楼阁下面桩子打得还挺深。华歆的方董真是你表舅公？如假包换，需要我下次带你去苏州拜见他老人家吗？他肯定很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企业家。有机会一定去。另外，关于之前你提过的天豪和青兰在智能家居项目上的合作，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或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详细谈谈。好，我随时恭候。顾清寒上车离开，陆凡看着他的车尾灯。这位高冷女总裁总算开始用正眼瞧人了。不过欣赏归欣赏，合作归合作，账还是要算清楚的。柳微微穿着一身精致的职业套装，提着新款包包，来到天豪集团前台。你好，我找陆凡陆助理，请问有预约吗？我是他大学同学，也是老朋友了，叫柳微微。你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他肯定见我。前台将信将疑地打电话到陆凡办公室。片刻后，刘秘书下来了。柳小姐，陆助理正在开会，暂时没空，您有什么事可以留下口信。刘微微脸色微变，但保持笑容。没关系，我等他。能让我去他办公室等吗？或者会客室也行。刘微微趁着刘秘书接电话的功夫，自己朝着陆凡办公室方向走去，边走边张望，引起一些员工侧目。那是谁呀？找陆助理的，长得挺漂亮，但看着有点眼神，不是合作方吧？柳微微看到一间办公室门牌上写着总裁特别助理，直接推门而入。陆凡。办公室里，陆凡正在和一位部门经理谈事，两人都诧异地抬起头。陆凡眉头立刻皱起。你怎么进来的？我等你半天了，凡，我们谈谈好吗？就几分钟。陆助理，让我先回去改方案，改好再拿给您看。部门经理离开并带上了门，柳微微立刻上前。陆凡，我知道错了，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被虚荣蒙了眼。你看，我现在也在一家大公司上班了，我能配得上你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陆凡语气冰冷。柳微微，我以为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可能，请你现在离开。柳微微伸手想拉陆凡。你别这样，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你说忘就忘了吗？我知道你还关心我，不然上次在街上……陆凡避开他的手，直接按下内部通话。刘秘书，叫保安上来。柳微微脸色煞白。陆凡，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我不信你心里一点都没有我了。两名保安很快到来。这位女士未经允许闯入我的办公室，打扰我工作，请送她出去。另外，通知前台，以后没有我的明确许可，不允许她进入公司。是，陆助理，女士，请吧。柳微微被保安请着往外走，挣扎着回头喊：陆凡，你会后悔的，我才是最爱你的。他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引得办公区员工纷纷探头张望，议论纷纷。陆凡面无表情地关上门，将噪音隔绝在外。有些人就像不合脚的鞋，早该扔了。临睡前，系统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宿主成功化解多次商业危机，并建立广泛有效人脉网络，达成新成就。奖励：被动技能初级商业直觉。商业直觉，这又是什么？被动生效，提升宿主对商业机会的敏锐度，对潜在风险的隐约感知，以及对人或项目价值的初步判断力。该能力将随宿主经验积累逐步增强。听起来像是给我加了个内置的预警和筛选雷达，正好明天要去看几个初创公司的项目。陆凡带着对商业世界充满好奇的兄弟周磊来看一场小型路演。几个创业团队依次介绍自己的项目。我们的项目是共享智能充电宝 3.0， 计划铺设全国。听着介绍，心里莫名升起一种过于饱和、模式陈旧的模糊感觉。这个 pass， 我们专注于利用 AI 进行5次词创作和生成，感觉有点意思，但商业模式模糊，变现路径太长，暂时观望。我们团队在做一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农产品溯源系统，目前已经和2个地方的果园试点。当这个年轻人开始讲解时，
陆凡心中那种商业直觉被触动了。他感觉这个项目切入点务实，技术有应用场景，团队虽然稚嫩，但眼神专注。陆凡在对方讲完后主动提问：你们的区块链是自己搭建的，还是用的开源框架？如何说服传统农户接受并使用这套系统？小陈再次来到陆凡办公室，这次带着一份合作协议和最新的数据报告，脸上洋溢着兴奋。陆总，您投的那笔种子资金太及时了，我们按照您的建议调整了地推策略，集中力量先做透一个产区的样板。现在不仅4点果园全部接入，还吸引了周边3家大型合作社主动找我们合作。这是上个月的运营数据和初步的盈利模型。凡子，你这眼光可以啊！这才多久，用户数和签约商户涨了10倍不止。下一步是不是要扩大规模了？陆凡看着报告，心中那种直觉告诉他，这个项目潜力远不止于此。做得不错，下一轮融资，天豪可以继续跟投。另外，我建议你们开始接触大型商超和生鲜电商平台，把溯源作为他们的采购增值服务来谈。是，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谢谢陆总。送走小陈，周磊佩服地看着陆凡：你小子是不是偷偷补课了？怎么看项目看得这么准？陆凡笑了笑，半真半假。可能是运气好吧，加上一点直觉。陆凡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放在周天豪面前。天舒资本，你想自己单干了？不是单干，大伯，天豪集团是我的根基，永远是。但我想用星耀科技盈利的钱，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成立一个独立的投资公司，专注于科技和创新领域，这样既不会和天豪的主业冲突，也能探索更多可能。周天豪放下计划书，看着陆凡：你考虑得很周全，不过开公司可不是容易的事，管理、风控、找项目，千头万绪。我知道，所以我想让周磊来帮我，他是我兄弟，信得过，人也机灵，学东西快，我让他先从副总裁做起，跟着我跑。周天豪点头。周磊那孩子实诚靠谱，行，大伯支持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启动资金不够，天豪可以投一点。谢谢大伯，资金暂时够了，星耀那边的现金流很健康，我需要的是您的经验和人脉支持。这没问题，放手去干吧，大伯看好你。陆凡带着周磊来到市中心一栋高档写字楼，租下了半层作为天舒资本的办公室，装修正在收尾。周磊环顾四周，有些不敢置信。凡子，陆总，这地方也太气派了，我真能当副总裁？我怕我干不好。陆凡拍他肩膀：怕什么？谁天生就会？我教你，你管行政、人事和部分对外联络，具体的投资分析和项目筛选，我们一起学，也会请专业人士。你的任务就是帮我把这个家看好。周磊挺起胸膛：你放心，你指哪儿我打哪儿，拼了命我也不能给你丢脸。这就对了，以后别叫陆总，没外人的时候还是叫凡子。咱们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周磊重重点头，眼眶有点热。天舒资本低调开业，前来祝贺的阵容堪称豪华。周天豪亲自站台，商界、法律界甚至其他领域的大佬纷纷露面，引得业内侧目。周天豪举杯致辞：天舒资本虽然新，但他的创始人陆凡是我的亲侄子，也是我看好的年轻人。未来天豪集团将与天舒深度合作，共谋发展。李福贵拉着陆凡：大侄子开公司，姑父必须支持，以后需要渠道、资源，一句话，这是我外甥的公司，大家多关照。沈之义送来了一个精致的公司 logo， 水晶摆件。顾清寒也到场，送上花篮，并表达了进一步探讨合作的意向。周磊穿着新西装，有些紧张，但努力镇定地招呼客人，对陆凡低语：凡子，这场面我这腿有点软，习惯就好。记住，他们都是咱们的亲戚和朋友，以后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的战场了。看着济济一堂的宾客，陆凡心中豪气顿生。天舒资本是他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起点。招手人主动邀约，地点选在了一个极其私密、格调高雅的茶室。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严肃，不怒自威，眼神锐利。陆凡年轻有为啊，天豪的特别助理，星耀科技的新主人，现在又开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这崛起的速度令人惊叹。赵董过奖了，运气好，加上长辈们提携。长辈提携不错，懂得感恩。我和你大伯周天豪也算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商场上的事磕磕碰碰难免，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火气旺。赵董说的是。招手人将一杯茶推到陆凡面前：晴雨那孩子被我惯坏了，做事冲动，得罪了你，我这个做父亲的代他向你赔个不是。这话看似道歉，实则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仿佛在说小孩子打架，大人出面就算了。陆凡没有碰茶杯。赵董言重了，商业竞争各凭手段，谈不上得罪。招手人脸色微沉：各凭手段说得好，不过陆凡啊，商场也是讲究规矩和辈分的，有些手段用得太急太狠，容易伤及自身，也伤了和气。你还年轻，未来的路很长，
树敌太多不是好事。多谢赵董教诲，我一直秉承合法合规经营和值得尊重的伙伴合作。天书资本刚起步，需要的是稳定的环境，而不是四面树敌。我知道你跟吴老关系匪浅，但吴老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商会里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赵家在龙城经营几十年，方方面面还是有些分量的。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敲打了，暗示陆凡不要以为有吴启明撑腰就能高枕无忧。赵董的意思我明白，但我想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应该是公平竞争，互相成就，而不是靠打压后辈来维持地位。您说对吗？赵守仁盯着陆凡半晌，忽然笑了，笑意却未达眼底。好，有锐气。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把话挑明。收购星耀那件事，你让晴雨和赵家丢了面子，这个面子我需要找回来。给你2个选择：第一，天书资本引入赵氏作为战略股东，价格好商量；第二，我们继续玩下去，看看是你的亲戚网硬，还是我赵家的根基深。谈话不欢而散，陆凡坐进车里，面色平静。陆总，回公司。陆凡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赵守仁的威胁在耳边回响。想入股天书，吞了我才是真吧？继续玩下去。看来赵青雨的教训还不够深刻。赵守仁最大的依仗，除了钱，就是他在省里的那个靠山了吧？七爷上次好像提过一句。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备注为7的号码。七爷，是我，陆凡，想再跟您买条消息，关于赵守仁在省里的那位贵人。在七爷的安排和吴启明的引荐下，陆凡得以参加这场在省城举行的顶级慈善晚宴。果然，赵守仁和赵青雨也在场，父子俩正围在一位被众人恭敬环绕的白发老者身边，神态谦恭。那位就是孟老，退下来前位置很高。赵守仁早年帮他老家办过一件大事，算是搭上了线。这些年没少借着这层关系。明白了。陆凡整理了一下衣服，朝着孟老的方向走去。赵守仁看到陆凡，眼神一冷。孟老刚和旁边的人说完话，正要转身，陆凡抓住时机，快步上前，声音不大，但清晰而充满感情。三爷爷，孟三爷爷，真的是您吗？孟老闻声停下，有些疑惑地看向陆凡。你是？陆凡眼圈微红，语气带着激动和如沐。三爷爷，我是小凡啊，我爷爷是陆怀远，您的老战友、老排长，他临终前一直念叨您，说对不起您，当年没能把您从战场上背下来。孟老的身体猛地一震，眼睛瞬间睁大，死死盯住陆凡的脸。怀远大哥的孙子，你是怀远大哥的孙子？你爷爷他什么时候走的？好些年了，他总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三爷爷您，那是他一辈子的心结。孟老老泪纵横，一把抓住陆凡的手。傻孩子，那是打仗，是我自己踩了雷。怀远大哥为了救我，差点搭上命，是我欠他的，是我欠你们陆家的啊！全场寂静，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认亲场面惊呆了。赵守仁和赵青雨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尤其是赵守仁，脸色从铁青转为煞白，不敢置信地看着孟老紧握陆凡的手。孟老拉着陆凡上下打量，好孩子，好孩子，真像怀远大哥年轻时的模样。这些年你受苦了吧？怎么不早点来找三爷爷？我不想给三爷爷添麻烦。胡说，什么叫麻烦？转头看到了脸色惨白的赵守仁，眉头皱起。小赵，你过来。孟老。孟老语气严厉。你认识我三孙子陆凡？赵守仁冷汗涔涔。认识。听说你们之间有点不愉快。我这个三孙子刚出来创业，不容易。你们这些做长辈的要多帮衬，多爱护，不要搞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明白吗？赵守仁如遭雷击，连声道：明白。孟老您放心，一定。孟老满意的点点头，又和蔼地对陆凡说：小凡，以后有事直接给三爷爷打电话，谁敢欺负你，三爷爷给你做主，周末来家里，让你奶奶给你包饺子。谢谢三爷爷。陆凡扶着孟老走向主桌，赵守仁站在原地，看着两人的背影，又看周围人各异的目光，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一瞬间从云端跌入冰窟。从省城回来后，赵守仁紧急召开了家族和公司核心层会议，他脸色灰白，仿佛老了10岁。守仁，省城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孟老真的认了那个陆凡当孙子？赵守仁沉重的点头。孟老亲口说的，是他的老战友、老排长的孙子，情分非同一般，还当众警告了我，
我们很多项目和批文都间接仰仗孟老那条线上的关系。如果孟老因为陆凡对我们有看法，甚至后果不堪设想。都是青羽惹出来的祸。当初要不是他跟那个陆凡争风吃醋，动用公司资源去打压人家，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现在倒好，踢到铁板，还把最大的靠山给弄丢了。赵晴雨坐在末尾，忍不住辩解。我怎么知道那小子？赵守仁暴怒打断：“你给我闭嘴！要不是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赵家怎么会陷入这种被动？从今天起，你手上的项目全部移交，给我在家好好反省。”赵晴雨被变相停职的消息迅速在赵家内部传开，别墅里气氛压抑。赵母抹泪：“你爸也太狠心了，怎么能这么对你？那个陆凡到底什么来头？”我怎么知道？他就像个怪物，到处是亲戚。这时，赵晴雨的堂弟赵振宇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他能力平平，但一直对赵晴雨的继承人地位不服。堂哥，听说你休息了，也好，正好放松放松。集团那边你放心，我们都会帮着大伯分担的，尤其是和几家风投接触的新能源项目，大伯已经交给我跟进了。赵晴雨猛地站起来：“赵振宇，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堂哥，能者多劳嘛。你现在不太方便，大伯也是为了集团好。”赵振宇说完，转身离开。赵晴雨气得浑身发抖，却无力反驳。赵振宇俨然以新的继承人姿态，开始笼络人心。“振宇兄，以后还要靠你多多关照啊。晴雨兄那边，太冲动了。过去的事不提了，赵氏的未来需要的是稳健和智慧。某些人差点把集团的根基都撼动了，是时候换新气象了。”“对，振宇哥说的对，我们都支持你。”消息灵通的七爷很快将赵家内讧的风声透露给了陆凡。赵家现在鸡飞狗跳，赵守仁焦头烂额，赵晴雨被边缘化，他那个堂弟跳得正欢。小陆，你这一手釜底抽薪，效果拔群了。陆凡在办公室看着窗外夜景：“谢谢七爷，这只是开始，一个内部不稳的对手，威胁就小多了。”陆凡挂断电话，他知道与赵家的较量远未结束，但主动权已经悄然掌握在了他的手中。陆凡来工作室看天书资本新办公室的最终设计稿，沈之意熬了夜，眼下有些青黑。又加班了，设计稿不急，早点定下来，你们也好早点开工。这是最终版，你看看。陆凡接过图纸，却看着他的脸，黑眼圈这么重，走，先去吃饭。还没看完呢。图纸什么时候都能看，饭得按时吃。附近新开了家粥店，听说不错。陆凡不由分说拉着沈之意出门。沈之意看着他自然的动作，心里微暖。小店很干净，粥熬得糯香。陆凡给沈之意盛了一碗，趁热吃，以后不许这么拼命，身体要紧。你也一样，开公司事情更多。有周磊帮忙，还好。之意，这段时间谢谢你。谢我什么？很多工作室的事、设计的事，还有每次和你聊天都很放松。沈之意低头，我也是。两人安静的喝粥，气氛却比平时多了些什么。下周末有空吗？有个小画展，朋友给了2张票。沈之意抬头看他。好。看完画展，两人在江边散步，夜景很美。今天很开心。我也是。之意，有些话我想跟你说清楚。沈之意心微微提起。我喜欢你，不是朋友那种喜欢，是想和你在一起，照顾你，也让你照顾我的那种喜欢。江风吹过，沈之意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他。可能有点突然，你可以慢慢考虑。不用考虑。陆凡一怔。什么？沈之意微笑。因为我也喜欢你。陆凡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伸手握住他的手。沈之意没有挣脱，两人并肩看着江面灯火。那以后你就是我女朋友了。请多关照，男朋友。1年1度的全国商业峰会在沪市举行。作为近年来崛起速度最快的年轻企业家代表，陆凡受邀在新生代论坛发言。别紧张，想说什么说什么。我不紧张。主持人介绍后，陆凡走上台，聚光灯下，他年轻的有些过分，引来不少好奇和审视的目光。大家好，我是陆凡，很多人认识我，可能是因为天豪集团，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做的一点投资。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不是什么高深理论，是关系。台下发出轻微议论声。关系这个词在正式场合有些敏感。我指的不是走后门、拉帮结派那种关系，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和构建连接，连接上下游，连接技术与应用，连接不同行业，甚至连接不同代际的企业家。我的天书资本投的第一个项目是农业溯源，用区块链连接农户、合作社和消费者，
第二个准备投的项目是帮一家老牌服装厂做柔性供应链改造，连接他们的传统手艺和电商数据。在我看来，商业的未来不在于你占有多少资源，而在于你能创造和运营多少有价值的连接。台下安静下来，很多人开始认真听。老一辈企业家打下了江山，我们这辈人的责任是修桥铺路，把孤岛连成大陆。这不容易，但值得做。谢谢。陆凡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一下来就有好几位企业家围过来。陆总，你刚才说的柔性供应链，我们企业也感兴趣，能不能详细聊聊？陆先生对传统制造业升级的看法很有见地，我们也是传统行业，想取经。周天豪在一旁满脸欣慰，这小子真的长大了。陆凡从容地和众人交换名片交谈，不远处有媒体在拍照。他知道从今天起，陆凡这个名字不再仅仅是谁的侄子或外甥，开始有了自己的分量。连接，我和系统不也是在构建一种最特别的连接吗？只是这个秘密要永远藏好了。一场奢侈品牌举办的派对上，顾清寒作为科技新贵受邀出席。一位衣着考究、气质金贵的年轻男子一直跟在他身边，言语热络。他是龙傲天，京城龙家的子弟。顾小姐，青蓝科技在 AI 视觉领域的突破，家父也颇为赞赏。龙家在半导体和基础科研有些资源，或许我们可以有更深度的合作。顾清寒礼貌而疏离。谢谢龙先生抬。青蓝目前发展策略比较聚焦。陆凡和沈之意也受邀前来。龙傲天看到陆凡，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下。那位就是陆凡，听说在本地很有些人脉，不过根基嘛，毕竟是小地方出来的，格局和资源有限。顾小姐和这样的人合作，恐怕会被拖慢脚步。陆凡和沈之意正在露台看夜景，龙傲天端着酒杯走了过来。陆凡是吧？幸会，我是龙傲天。陆凡点头。龙先生。龙傲天打量他，又瞥了眼沈之意。陆总好福气，女朋友很漂亮，不过男人嘛，事业才是根本。听说你的天书资本刚起步，主要在本地打转，有没有考虑过把视野放远一点，比如京城？稳扎稳打，一步步来。龙傲天轻笑，稳扎稳打是没错，但有时候机会不等人。京城圈子水更深，鱼也更大，当然门槛也高，不是光靠认几个亲戚就能挤进去的。你说呢？这话挑衅意味明显。沈之意握了握陆凡的手，陆凡面色不变。龙先生说的对，不过是鱼是龙，光看出身和水域也不一定准，还得看真本事。失陪。顾清寒主动给陆凡打了电话。昨天龙傲天的话，你别在意。京城有些世家子弟，眼睛长在头顶上。没事儿，习惯了。他好像在追你。顾清寒语气淡漠，一厢情愿而已。不过他提到的龙家资源是实打实的，我担心他会因为昨天的事对你或者天书不利。兵来将挡，谢谢提醒。需要帮忙的话，随时开口。我们现在是朋友吧？当然是。挂了电话，陆凡看向窗外。龙傲天，看来平静日子又要起波澜了。天书资本正在推进的几个项目接连遇到问题。陆总，我们看好的那家生物科技公司，原本谈好的第2轮融资，领投方突然变卦，说是收到风险提示。我们在接触的另一个智能硬件团队，核心技术人员被一家新成立的背景不明的公司高价挖走2个。凡子，这也太巧了。我打听了，挖人的公司背后有京城资本的味道。龙傲天动作倒快，企业那边有消息吗？刚传来，龙傲天这次来，除了追顾总，也想在本地高科技领域布局，顺便踩踩你这颗钉子。他父亲在某个实权部门能量不小。实权部门，系统扫描龙傲天的父亲龙振国。扫描中，目标龙振国，发现高匹配度关系，姨爷爷、祖母、堂妹夫，匹配度90%，关系强度可激活。提示：目标位高权重，认亲需极度谨慎，建议创造合理契机。在孟老的引荐下，陆凡得以参加这场小范围、高规格的晚宴。龙振国果然在座，50多岁，气度沉稳。龙傲天陪在一旁。陆凡看准龙振国暂时独处的时机，端着一杯茶走了过去。陆凡语气带着几分不确定的激动：“请问是龙振国龙伯伯吗？”龙振国看向陆凡，目光审视：“你是？”“我叫陆凡，我奶奶姓苏，苏婉如。她老人家生前常念叨，说她有个最出息的堂妹夫，就是您。她保存着一张很多年前的黑白合影，上面有您，那时候您还很年轻。”龙振国神色微动：“陆婉如大姐，你是婉如大姐的孙子？”陆凡点头，眼圈微红。奶奶去年走了，她总说当年家里困难，您私下帮衬过不少，这份情她一直记着。龙振国表情柔和下来，带着感慨：“婉如大姐
多好的人啊！没想到能见到他的孙子。孩子，你奶奶身体一直不好，后来……两人自然地聊起了旧事。不远处的龙傲天看到父亲竟然和陆凡相谈甚欢，脸色顿时变了，想过来又不敢打扰。小凡，以后有空来家里坐坐。年轻人创业不容易，但要走正路，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困难，可以跟龙伯伯说说。谢谢龙伯伯教诲，我一定牢记。傲天，你和小凡都是年轻人，又在同一个领域，应该多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听到没有？听到了，爸。小凡，回头我让秘书给你留个联系方式。龙振国在秘书陪同下离开，走廊里剩下陆凡和龙傲天。龙傲天盯着陆凡，眼神复杂。你到底……陆凡微微一笑。龙少，世界真小，不是吗？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正儿八经的交流机会。再见。陆凡转身离开，龙傲天站在原地，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之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他知道对陆凡的打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处理完龙傲天事件后，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检测到宿主成功应对高难度外部压力，并稳固核心人脉网络。奖励：被动光环人格魅力初级激活。人格魅力，这又是什么？该光环将潜移默化地强化宿主给他人留下的正面印象，即使不主动使用认亲功能，也能让初次接触者在合理范围内对你产生更多信任感与好感，降低沟通成本。效果随宿主自身气质与行为积累而增强。听起来像是个社交 buff， 试试看。陆凡刚进公司，遇到一个有点紧张的新员工。小张抱着一摞文件。陆总早。陆凡点头微笑。早，新来的，哪个部门的？是的，陆总，我叫张明，投资分析部的实习生。我特别佩服你，上次峰会发言我看了。陆凡拍拍他肩膀，好好干，天书需要年轻人，文件拿稳，别掉了。小张受宠若惊。是，谢谢陆总。陆凡走开后，小张对旁边的同事小声说：“陆总人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太鼓励我。”是啊，陆总就是有那种让人信服的感觉。洽谈会上，陆凡与一位素未谋面、以挑剔著称的王总交谈。天书资本听说过，很新。你们对传统制造业转型怎么看？很多投资机构只会玩概念，我们不看概念，看真实痛点和解决方案。比如我们最近在谈的一个服装厂项目，核心是帮他们用数据打通设计、生产和销售，降本增效，这是实打实的价值。王总听着，眉头渐渐舒展。王总点头，思路倒是务实，我公司也有类似痛点。下周我秘书联系你，来我工厂实地看看。荣幸之至。会后，周磊凑过来，凡子，可呀，那个王总出了名的难搞，居然主动邀约。陆凡笑了笑，可能我比较有眼缘吧，人格魅力光环，看来真在悄悄起作用。一场关于引进高端环保技术的谈判陷入僵局，外方财团条件苛刻，态度倨傲。陆先生，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技术是无价的，这个价格和附带条件已经体现了我们的慷慨。要知道，全球很多国家在排队。詹姆斯先生，技术有价，市场也有价。对方提出的溢价和长达15年的核心部件捆绑采购条款，不符合公平合作原则，更像技术殖民。殖民，请注意你的言辞，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如果你们没有能力消化最先进的技术，我们可以考虑更合适的合作伙伴。气氛紧张，陆凡看着詹姆斯有恃无恐的脸，心中默念喜。系统深度扫描对方财团，尤其是幕后控股方。深度扫描完成，目标财团格罗夫纳国际实际控制人理查德温莎爵士，发现极高匹配度关系。教父宿主生父留学期间的挚友与恩人，匹配度95%。陆凡心中一动，深吸一口气，看向詹姆斯，语气忽然变得深沉而感慨。詹姆斯先生，你让我想起了我的教父理查德温莎爵士，他教导我，真正的商业是创造价值、分享价值，而不是利用优势榨取超额利润。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知道他旗下的团队在东方进行着这样一场谈判。詹姆斯听到 Richard Windsor 和 Godfather 时，脸色瞬间大变，手中的钢笔啪地掉在桌上。你说什么？温莎爵士，你的教父？这不可能！陆凡拿出手机，翻出一张老旧的照片，当然是系统即时合成提供的。需要我当着你的面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他老人家的痛风好点了吗？还是问问他记不记得20多年前在剑桥的公寓里，那个总缠着他讲金融史的东方小男孩？詹姆斯颤抖着拿起那张照片，又看看陆凡的脸，额头上渗出冷汗。理查德，
温莎爵士是财团真正的国王，性格古怪但极重旧情。詹姆斯语气180度转弯，甚至带上了恭敬。陆先生，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们完全不知道您和温莎爵士有这层关系，请务必原谅我们之前的无礼。误会可以解除，那么关于合同条款，我们可以本着公平、互利、尊重东方市场的原则，重新开始谈了吗？詹姆斯连忙点头。当然，一切都可以谈。我们愿意提供最优惠的技术转让方案和最合理的定价，那些不合理的附加条款立刻作废。谈判形势瞬间逆转，重新开始的谈判效率极高，外方态度变得异常合作。陆先生，这是修订后的核心条款，技术转让费降低40%，专利授权费按阶梯式计算，贵国市场销售额达到一定规模后费率递减，捆绑采购期限缩短为5年，且5年后核心部件源代码酌情开放。这个条件比我们预期的最好情况还要好，尤其是源代码酌情开放，简直是突破。陆凡仔细审阅条款，还不够，5年后不是酌情，是必须基于评估启动源代码移交谈判。此外，贵方需承诺在合同期内协助我方培养至少能够独立维护和进行终极研发的技术团队，并纳入考核。詹姆斯擦汗，这陆先生，源代码是最高商业机密，真正的合作是双向奔赴，而非单方面依赖。如果我们永远无法掌握核心技术，何谈消化创新？我想温莎教父也会赞同，真正的伙伴关系应该建立在共同成长的基础上。您说呢？詹姆斯走到一旁，紧急打了一通岳阳电话请示，回来后脸色复杂。温莎爵士亲自指示，只要是在陆凡先生认可的合理且利于长期合作的框架内，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中方要求。他还说很期待下次和教子共进下午茶。请转告教父，我也很期待。那么就按我刚才提的修改意见，形成最终文本。是的，陆先生。谈判成功，条件优厚到出乎所有人意料。陆凡被请去参加一个内部简报会。小陆同志，这次你立了大功，不仅拿下了技术，还争取到了未来自主的可能，打破了外方惯常的技术封锁模式，为国家产业发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这是我应该做的，运气比较好，恰巧认识对方的话事人。这个恰巧可不简单，不过过程不重要，结果是好的。国家需要你们这样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企业家。离开时，陆凡心情激荡，用系统赋予的能力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这种感觉比赚多少钱都踏实。龙傲天不甘失败，搬出了家族地位最高的老祖宗。龙老太爷年近90，须发皆白，久居上位，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沉重气场。陆凡只身应邀，龙老太爷眼皮微抬，声音苍老却清晰：“你就是陆凡，听郑国提过，也听傲天说了不少。年轻人风头很劲。”陆凡不卑不亢：“龙老太爷好，一点小成绩不敢当。小成绩压得赵家抬不起头，让我这不成器的曾孙吃瘪，连温莎那条老狐狸都成了你教父，这还能叫小成绩？”包厢里空气仿佛凝固，龙振国垂目不语，龙傲天则眼中闪过一丝得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年轻人太顺了，不是好事。龙家100年根基，不是那些暴发户可比的。有些路让你走，你才能走；有些东西不该碰，就不要碰。这是赤裸裸的以势压人，警告陆凡要收敛，甚至退出某些领域。寻常年轻人在这股气势下，恐怕早已心神失守。陆凡忽然笑了，笑容平和，眼神却深邃如潭。龙老太爷说的对，100年根基令人敬畏。不过风吹秀木，催的往往是那些根不够深、干不够壮的树。时代的土壤变了，有些老根若不能汲取新养分，抱得再紧，也难免枯萎。陆凡说话间，系统似乎感应到宿主面临极高层次的压力，人格魅力光环悄然全开，并结合陆凡自身日益增长的阅历与底气，一种难以言喻的气场自然而然散发出来。那不是跋扈，不是嚣张，而是一种深植于自信与广阔人脉底蕴的从容与淡然，仿佛静水深流，渊庭月至。龙老太爷原本半合的眼睛猛然睁开，金光四射，紧紧盯着陆凡。他阅人无数，从王侯将相到草莽英豪，却第一次在一个如此年轻的晚辈身上感受到一种近乎平等甚至潜藏不露的高度。这不是虚张声势，是某种他无法完全看透的底蕴。谈话结束，龙老太爷最终没有再说出更严厉的话，只是深深看了陆凡一眼，
便闭目养神。龙振国送陆凡出来，龙振国神色复杂。小凡，你很好，老爷子很多年没这样打量过人了。龙伯伯，我对龙家没有恶意，商业竞争各凭本事，但绝不会用下作手段。这一点，请您和老太爷放心，也希望傲天兄能明白。龙振国点头，我会转告，有空多来家里坐坐。陆凡离开后，龙振国回到包厢，龙老太也依旧闭着眼。此子非同寻常，傲天，以后不要再去招惹他。我龙家不属这种看不透根底的敌人。龙傲天满脸不甘，却不敢反驳。是太爷爷。一场可能的风暴在陆凡无形的气场下消弭于无形。年终审计报告出炉，财务总监拿着报告，手有些抖。陆总、周副总，我们的资产管理规模正式突破100亿了，这还不包括星耀科技的股权增值和您个人其他投资。多少？100亿？凡子，我不是在做梦吧？掐我一下。陆凡看着报告上清晰的数字，深吸一口气。没做梦，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现金流极其健康，负债率很低。陆总，天书已经是业内无法忽视的力量了。冲之下去，这个月全员双薪，再发一份特别奖金。辛苦了。是，谢谢陆总。陆凡受邀拍摄财经人物杂志封面，主题是新一代商业传奇。陆总，放松一点，对，眼神看向远方，带一点思考的感觉，完美。陆总真是天上的一家子，这套西装跟您太配了。拍摄间隙，杂志主编亲自过来打招呼。陆总，您的故事太具有传奇性了，从普通青年到100亿资本掌舵人，只用了短短2年。我们这期专访一定会引起轰动。运气好，赶上了时代，也有太多人帮助，我应该时刻感激这些帮助我的亲人。您太谦虚了。陆凡把杂志清样带回家，沈之意看着封面上意气风发的他，温柔地笑了。拍得真好，新一代商业传奇，我的男朋友是传奇了。什么传奇不传奇？回家就是给你做饭的男朋友。今天想吃什么？什么都行，就是觉得好快啊，像做梦一样。不是梦，是真实的，有温度的，而且以后会更好。吃了我的饭就要补偿我了。窗外城市灯火璀璨，陆凡知道100亿只是一个起点，一个里程碑，真正的挑战和未来还在前方。但此刻有爱人在侧，内心无比踏实。以深度调查闻名的深度周刊编辑部记者林薇正在向主编汇报一个选题。主编，我盯上一个人，天书资本的陆凡，他的发迹史太反常了，几乎所有关键节点都伴随着与某个关键人物的意外相认。周天豪、吴启明、陈静、刘建国、王大海，甚至省里的孟老，还有最近的国际财团，这已经不是运气能解释的了。主编推了推眼镜，你是说他背后有一个精心策划的团队在帮他制造奇迹？或者更离奇，他掌握了某种难以解释的方法或秘密。我想深入调查他的真实背景，特别是他早年的经历，以及这些亲戚关系的真实性。这个选题有风险，陆凡现在风头正劲，人脉深不可测。正因如此，才更有挖掘价值。一个被精心包装的商业传奇，还是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主编沉吟片刻，好，你秘密进行，注意分寸，先不要惊动对方。需要什么资源跟我说。林薇开始了秘密调查，查询了早期户籍档案，试图接触陆凡的中学、大学同学，但大多语焉不详或表示不熟。太干净了，早期的痕迹像是被刻意抹去过，那些亲戚的口径却出奇一致，感情真挚的不似作伪，到底哪里不对劲？当他试图通过私人关系向一位曾与王大海公司有旧怨的人打听时，对方接到一个电话后立刻变了脸色。是，明白，林记者，我不认识什么林记者，你打错了。林薇感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收紧，陆凡正在看书，系统提示音突然主动响起，这很罕见。警告，检测到有外部力量正在对宿主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非常规深度探查，探查方深度周刊记者林薇，意图质疑宿主核心关系真实性。陆凡放下书，记者查到什么程度了？目前尚未触及核心异常，但持续探查存在低概率引发逻辑矛盾风险，建议处理。看来太出名也有麻烦，不能硬来，读不如书。或许该主动给媒体一个他们想要的故事了。刘秘书，帮我联系财经纵横节目组，就说我接受他们的电视专访，时间他们定，要直播的。财经纵横是业内收视率很高的严肃财经访谈节目，以主持人提问犀利著称。直播开始。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财经纵横。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近期备受瞩目的商业新星天书资本创始人陆凡先生。陆先生您好。苏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陆先生，您用短短2年时间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版图，更让人惊叹的是您背后那张令人眼花缭乱的人脉网，网络上甚至戏称您为人形关系户，对此您怎么看？大家开玩笑的，我一直认为商业的本质是连接和价值交换。我很幸运，在创业路上重新连接上了许多失散多年的长辈和亲人，他们给了我无私的指导和帮助。重新连接这个说法很巧妙，但外界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些失散多年的亲人偏偏都在各个关键领域位高权重？这巧合度是不是太高了？问题逐渐尖锐，陆凡却突然微微前倾，仔细端详了一下苏晴的脸，露出一种惊讶又恍然的表情。苏主持人，冒昧问一句，您母亲是不是姓林，林雅芬女士？老家是不是在杭城西湖区柳浪闻莺附近？苏晴正在准备下一个犀利问题，闻言一愣。是啊，陆先生怎么知道？陆凡笑容扩大，带着亲切。那就没错了，我该叫您一声堂姐。我外婆也姓林，叫林雅芳，是您母亲的堂姐。论起来，您母亲是我表姨，小时候我还见过您呢，扎着2个小辫子。不过那会儿我太小了，估计您没印象了。苏晴彻底懵了，职业化的表情瞬间瓦解。啊，我妈妈的确有个堂姐叫雅芳，早年嫁到外地，后来失去了联系。你真是雅芳姨婆的外孙？苏晴，怎么回事？直播呢？继续访谈。接下来的访谈彻底跑偏，苏晴眼神发亮，语气变得急切。等等，那我得叫你表弟。你外婆，我雅芳姨婆，她身体好吗？现在在哪？外婆前年走了，走得很安详。她生前常念叨杭城的亲戚，特别是雅芬表姨，说小时候感情最好。苏晴眼眶瞬间红了。我妈也常念叨雅芳阿姨，没想到能这样见到你，这真是太巧了。是啊，堂姐，所以你看，世界真的不大。我重新联系的亲人，很多都是这样意外相认的，可能就是缘分吧。苏晴完全忘了原本的采访提纲。缘分，绝对是缘分。表弟，你这些年一个人打拼，太不容易了。以后在媒体圈有什么事，跟堂姐说。苏晴，收视率爆了，但我们在做财经节目啊，快拉回来。直播画面里，苏晴已经拿起手机，说要马上给他妈妈打电话报告这个好消息。陆凡在一旁微笑，屏幕前的观众笑疯了，相关话题瞬间冲上热搜。被深挖的调查记者林威看着直播，目瞪口呆，手里的笔掉在了地上。一个普通的周五晚上，陆凡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菜。吃饭时，他有些心不在焉。怎么了？公司有事？陆凡摇头，没事儿。之意，吃完饭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啊。两人像往常一样散步，走到市中心最大的广场时，沈之意发现今天人特别多，都仰着头，举着手机。快看，开始了！广场周围所有巨型 LED 屏幕以及远处几栋地标性建筑的灯光幕墙，在同一瞬间熄灭，然后齐齐亮起，组成一行清晰无比的字：沈之意，嫁给我。陆凡。沈之意猛地停下脚步，捂嘴，不敢相信地看着四周，字幕在不同屏幕间滚动，变换字体，甚至伴有柔和的动画效果。与此同时，全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地标建筑、广场大屏也同步亮起了同样的求婚语。网络瞬间被陆凡求婚全国地标告白刷屏。陆凡在沈之意面前单膝跪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戒指盒。之意，遇见你之前，我的人生像一场奇遇；遇见你之后，奇遇有了归宿。我不想要什么传奇，只想和你共度平凡温暖的每一天。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沈之意眼泪夺眶而出，看着眼前真诚的男人，看着周围璀璨为他而亮的宣言，用力点头。我愿意，我愿意。陆凡为他戴上戒指，周围爆发出热烈的两人在璀璨的灯光与全城的祝福中相拥。沈之意又哭又笑。你这也太夸张了，得花多少钱啊？陆凡搂着他笑道：不多，刚好够告诉全世界我爱你，并且我娶得起。这一刻，商业传奇、人脉网络都成了背景，主角只是两个相爱的人。夜空下的光芒照亮了幸福的模样。柳微微依偎在一个脖子戴着粗金链、浑身名牌 logo 的中年男人怀里，正是做建材生意发家的钱大富。钱大富喷着酒气：宝贝儿，怎么了？又不高兴了？看中哪个包了？买。柳微微假意撒娇：不是包的事，大富哥，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前男友陆凡，他要结婚了，婚礼就在下个月，排场搞得可大了。陆凡，就那个天书的陆凡，不就是运气好点，认了几个亲戚吗？暴发户跟我这种白手起家的没法比。可不是嘛，他当初穷的叮当响，
要不是靠女人，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凭什么过得那么好，还要娶别人？钱大富被激一拍桌子，宝贝儿别哭，婚礼是吧？哥带你去，给你撑场子，看他能风光到哪去。一个毛头小子，我钱大富在商场混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呢。柳微微眼底闪过一丝得逞。大富哥，你对我真好，不过他那边亲戚好像挺多的。亲戚多顶屁用，都是场面上的，到时候你看哥怎么给你出气。钱大富找来一个自以为精明的朋友老胡商量。钱哥，陆凡现在风头正劲，直接去砸场子，不明智。咱们可以这样，婚礼上找机会当众提醒一下大家，他陆凡不过是个靠裙带关系上位的，顺便提提他那个前女友，暗示他品行有问题，喊高枝不用吵不用闹，恶心他，让他丢脸。钱大富摸着下巴，这主意不错，杀人诛心，就这么办。你去找几个机灵的安排一下。放心，包在我身上。对了，钱哥，我打听过，陆凡婚礼的安保好像是他那个干爹雷老虎的人负责的，咱们的人可能不太好混进去。雷老虎，哼，一个老混混，我给足礼金，光明正大带微微进去，他还能拦着宾客不让进？柳微微对着镜子试穿一件昂贵的礼服，脸上带着扭曲的快意。陆凡、沈之意，你们想风风光光的结婚？做梦！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陆凡是个什么货色！我要让你这辈子都记住，你欠我的。他看着镜中的自己，仿佛已经看到了婚礼上陆凡和沈之意难堪的场景。婚礼现场奢华而温馨，名流汇集，钱大富和柳微微的出现引来一些侧目，但并未引起太大波澜。柳微微压低声音，带着嫉妒：看这排场得花多少钱？虚张声势，等着看好戏。陆凡正陪着吴启明、孟老等几位重量级亲戚说话，钱大富看准机会，拉着柳微微挤了过去。哎呀，陆总，恭喜恭喜啊！这位就是新娘子吧？真是郎才女貌。陆总这人生真是圆满啊，事业爱情双丰收，不像有些人只能怀念过去，是吧？微微。柳微微故作幽怨地看了陆凡一眼。凡，陆总，祝你幸福。周围安静了一些，几位长辈皱起眉头。陆凡面色平静，目光落在钱大富脸上。系统提示几乎同时响起，扫描到低关联度目标钱大富，关联人物其雇主远房表叔公钱广发已故，身份钱广发生前司机。陆凡突然露出惊讶和追忆的神色。钱叔，是您吗？钱大富一愣，你叫我什么？陆凡走近2步，仔细打量。您不记得我了？我是小凡啊，您以前是给我表叔公钱广发开车的司机。钱叔，小时候表叔公带我去钓鱼，都是您开的车，我还晕车吐您车里了。表叔公去世后，我就没您消息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钱大富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他年轻时确实给一个姓钱的老先生开过几年车，那是他早年最不愿提起的卑微经历。钱大富结结巴巴：你认错人了，我不是。陆凡恍然大悟，语气变得微妙。哦，对，看我这记性，钱叔您现在是大老板了，肯定不记得当年给我们家开车的事了。这位钱叔，以前是我一位远房表叔公的司机，对我表叔公可忠心了，没想到今天能遇见，真是缘分。司机2个字被陆凡用怀念旧情的语气说出，却像2记响亮的耳光抽在钱大富脸上。周围宾客的眼神顿时变了，从好奇变成了了然和淡淡的鄙。一个前司机冒充大老板来婚礼上摆谱，钱大富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急事，先走了。一场闹剧还未开始，就以滑稽收场。陆凡若无其事地继续招呼客人，沈之意在不远处看着他，忍不住抿嘴笑了。阳光明媚，鲜花簇拥，在悠扬的乐曲和所有人的祝福目光中，沈之意挽着一位慈祥长辈的手，缓缓走向等候在圣坛前的陆凡。陆凡先生，你是否愿意娶沈之意小姐为妻？无论顺境或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爱她，珍惜她，直到永远。陆凡凝视着沈之意，目光坚定。我愿意。沈之意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陆凡先生？沈之意笑容灿烂。我愿意。交换戒指，亲吻新娘，掌声雷动，彩带与花瓣飞舞。婚宴开始，宾客按区域落座，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座次安排颇有玄机。几乎每一桌都有一个或多个与陆凡有亲缘关系的大佬坐镇。周天豪、大伯一家、孟老、三爷爷有专人陪同，吴启明、师叔、陈静、表姨及丈夫雷老虎、干爹努力保持文雅状。李福贵、姑父王大海、堂叔刘建国、二舅
等正在谈笑风生。方建国、表舅公派了儿子代表出席，龙振国、姨爷爷也派了秘书送来厚礼，甚至还有几位来自文化界、科技界被陆凡以晚辈或忘年交名义邀请的泰斗。我的天，这哪是婚礼，这是把半个龙城乃至更上面的关系网都搬来了吧？你看那边那位是不是退下来的孟老？何子那边青蓝的顾总，华兴的少东家，还有那个最近风头很劲的七爷，陆凡这面子太大了。晚宴后是轻松的舞会，陆凡和沈之义跳了第一支舞，随后周天豪、吴启明等长辈也纷纷下场，气氛温馨热烈。周天豪搂着妻子跳舞，看着陆凡的方向，眼眶微湿。这孩子总算成家了，振华老弟在天有灵，也该放心了。孟老，您这孙媳妇选得好，知书达理，眼神清正。孟老微笑点头，小凡有眼光。最后，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照亮每一张幸福的笑脸。陆凡紧紧握着沈之义的手，陆凡在他耳边轻语：“谢谢你愿意走进我的世界。”沈之义依偎着他，是你的世界温暖了我。世纪婚礼圆满礼成，这不仅仅是一场爱情的盛宴，更是陆凡用2年时间编织的那张无形却坚实无比的网，一次无声却震撼的集中展示。王世坤被开除后，几经辗转，好不容易进了这家规模尚可的公司做基层销售。今天部门开会，经理宣布了一个消息，通知大家一个事，我们公司已经被天书资本全资收购了，以后我们就是天书投资板块下的一员，希望大家尽快适应，总部可能会派新的领导过来整合业务。王世坤遭雷击，手里的笔掉在地上。天书资本陆凡的公司。老王，你以前不是在天豪集团待过吗？听说天书的陆总以前也在天豪，你认识吗？王世坤脸色惨白，说不出话。总部派来的新任总经理到任，召开全体中层会议。王世坤作为销售小组长，勉强有资格列席末位。周磊穿着得体的西装，意气风发。大家好，我是周磊，受天书资本陆总委派，暂时负责这家公司的整合与发展，希望以后合作愉快，一起把业绩做上去。王世坤看清台上的人，几乎晕厥，那是陆凡那个不起眼的兄弟，曾经在他眼里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周磊目光扫过台下，似乎看到了王世坤，微微停顿，但没有任何特殊表示。接下来请各部门汇报当前工作。会议中途休息，王世坤在洗手间用冷水冲脸，同事已走进来。老王，你脸色怎么这么差？不舒服？王世坤摇头，没事。听说新来的周总跟天书的陆总是铁哥们，咱们这公司被收购，说不定就是陆总看在周总面子上给他练手的。哎，你说周总知不知道你以前在天豪为难过陆总啊？王世坤浑身一颤，没有回答，低头快步走出洗手间。走廊里，王世坤远远看到周磊被众人簇拥着走过，周磊似乎往他的方向瞥了一眼，那目光平静无波，却让王世坤感到刺骨的寒意和巨大的耻辱。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的关系户，如今成了他上司的上司，而他连上前搭话的资格都没有。因果轮回，报应不爽。陆凡和沈之义在海岛度蜜月，两人正在享受阳光沙滩。这里真美，像画一样。你喜欢就好，明天带你去潜水。沈之义好奇地看着不远处，那边好像很热闹。酒店大堂方向，一群人簇拥着一位穿着花衬衫、精神矍铄的老者走进来，看样子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陆凡和沈之义回大堂取东西，恰好与那老者迎面相遇。陆凡看清老者的脸，脚步一顿，发现可认亲目标：南洋华商总会会长陈伯年，关系叔公、祖母远房堂弟，匹配度85%。陆凡脸上露出惊喜和不确定，用中文试探：“请问您是陈伯年，陈叔公吗？”陈伯年闻声停下，看向陆凡，先是疑惑，随即眼睛渐渐睁大：“你是？”我奶奶叫苏婉如，她说她有个远房堂弟，年轻时下南洋，最有出息的就是伯年叔公。奶奶有张和您的黑白合影，我一直记得。陈伯年激动地握住陆凡的手：“婉如姐，你是婉如姐的孙子？哎呀，这真是他乡遇故知，不是遇亲人啊！孩子，你叫什么？”“我叫陆凡，这是我妻子沈之义。”“陈叔公好。”陈伯年开怀大笑：“好，
好，郎才女貌，来了我的地界，怎么不早联系叔公？这是我亲侄孙和侄孙媳妇，立刻换到最好的总统套房，所有费用记我账上，安排专车和导游。不，我亲自陪你们玩2天。是，陈会长。在陈伯年的盛情安排下，陆凡夫妇享受了顶级的 VIP 待遇，出海品尝私房菜，参观当地特色产业。小凡啊，以后来南阳直接找叔公，生意上有什么事需要这边资源的，也尽管开口，咱们是一家人。谢谢叔公，给您添麻烦了。麻烦什么？我高兴还来不及。宛如姐，没想到还能见到他的后人。之意，这小子要是欺负你，你告诉叔公，叔公帮你教训他。他不敢的，叔公。夕阳下，游艇返航，沈之意靠在陆凡肩头。我现在真信了，你这亲戚真是遍布全球。陆凡搂紧他。可能是我家老祖宗比较喜欢到处交朋友吧。蜜月之旅因这场意外的认亲变得更加难忘和奢华。龙傲天仍对输给陆凡耿耿于怀，尤其是父亲龙振国对他的警告。他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了一家收费高昂、号称能挖掘任何秘密的国际侦探社。龙先生，您希望我们调查陆凡先生的全部背景，特别是他广泛社会关系的真实起源。对，我不信那些亲戚都是真的，太巧了，一定有猫腻。我要知道他真正的底细，他是怎么做到让那么多大人物都认他的？钱不是问题。我们最喜欢您这样的客户，请放心，我们拥有全球数据库和特殊的信息获取渠道。我们会从他的出生记录、家族谱系、教育经历、早期社交圈等一切细节入手，为您呈现一份最真实的报告。要多久？初步报告2周，深度报告1个月。我等，记住，我要的是真相，能让他身败名裂的那种真相。史密斯带来了初步报告，脸色有些古怪。龙先生，初步调查结果有些令人费解。怎么说？陆凡先生的早期资料存在多处模糊地带，他的直系亲属信息清晰，但往上追溯，尤其是母系和部分父系旁支，在某个时间点之后与一些现有家族记录存在难以解释的弱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微弱到几乎不存在，但有隐隐指向某些非常隐秘、资料稀少的家族。说人话，到底怎么回事？简单说，他的亲戚们承认的关系，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找不到足够硬的、公开的谱系证据来完全支持。但诡异的是，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伪造的证据。那些人对他流露的感情，经过我们的侧面评估是真实的。这就像一个所有人都相信的公共记忆，但缺乏纸面证据。龙傲天眼睛一亮，也就是说，可能是集体被催眠，或者某种高明的骗局。目前无法下结论，这超出了常规商业调查范畴。我需要申请动用更高级别的资源进行谱系溯源，这需要额外费用和时间。继续查，我一定要挖出它的根。龙傲天收到了最终的深度报告，他急切地翻开，越看脸色越古怪，最后几乎是哭笑不得。经深度溯源及交叉验证，目标陆凡之社会关系网络呈现高度非常规特征。现有数据支持下，概率最高的合理解释概率 37.8%， 为目标陆凡可能是某个历史悠久、极度隐秘且拥有特殊社会整合方式的东西方混血隐士大家族之流落在外，近切被暗中接纳直系后裔，不排除非婚生可能性。该家族能量深不可测。龙傲天把报告摔在桌上，荒谬！什么隐士大家族，还私生子？这侦探社是小说看多了吧？花了这么多钱，就给我这么个玄幻结论。他烦躁地走来走去，虽然报告结论荒诞，但其中无法合理解释高度非常规能量深不可测等字眼，却让他心中那莫名的忌惮更深了。他意识到常规手段恐怕真的无法撼动陆凡分号。史密斯通过视频向龙傲天详细解释那份深度报告。龙先生，我理解您对这个结论的质疑，请允许我解释我们的分析逻辑。龙傲天冷笑，好，我倒要听听怎么把我引向一个隐士家族的私生子这种三流小说设定的。第一，排除技术手段，我们排查了所有已知的催眠、精神影响、药物控制等可能性，在陆凡和相关人士身上均无痕迹。第二，排除利益捆绑，初期会有利益，但如周天豪、孟老、陈静等人对陆凡的支持意愿超普通利益范畴，带有强烈的情感属性。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所有关系建立的时间点、自然度以及对方情感反馈的一致性近乎完美，这需要难以想象的社会工程学精度和资源，且风险极高。我们通过非公开渠道调阅了部分亲戚更早的私人记录，发现在陆凡出现前，他们对自己拥有这样一个亲戚的记忆是空白或极其模糊的，但在接触陆凡后，记忆迅速变得清晰且充满细节。这更说明是骗局。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善于隐匿、通过血脉和特殊传承方式维系，并拥有强大社会整合能力的家族体系。私生子的假设是为了解释他早年生活的普通与后期资源的爆发。隐氏家族特殊传承、社会整合，如果他们说的有1%的可能性是真的，那陆凡岂不是一个我根本招惹不起的存在？不可能，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可是他想起父亲龙振国和太爷爷对陆凡那种微妙的态度变化，想起陆凡面对任何压力时那种深不可测的从容。难道那些看似离谱的亲戚真的是某个庞大家族网络的自然延伸？龙傲天烦躁地抓头发。 MD 查来查去，查出一身冷汗，这还怎么玩？龙傲天最终还是把侦探报告的摘要给父亲看了。龙振国看完，沉默良久，叹了口气。傲天，这份报告虽然结论离奇，但其中的观察和分析并非全无道理，至少他证实了一点：陆凡这个人，他的根基和能量来源远非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也绝非寻常手段可以动摇。爸，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那个什么隐氏家族？龙振国抬手打断。是不是隐氏家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展现出来的实力和人脉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对我们至少目前没有恶意。你太爷爷的话你忘了，不要再去做无谓的树敌。这份报告烧掉吧，以后把陆凡当成一个需要谨慎尊重，甚至可以尝试合作的特殊存在，而不是敌人。龙傲天看着父亲严肃的脸，终于彻底泄气。他知道这场针对陆凡个人背景的调查以这样一种荒诞而又令人心悸的方式画上了句号。陆凡下班后偶然开车经过一片略显杂乱的街区，等红灯时，他无意间瞥见路边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寒风中守着一个小小的地摊，正是柳微微。她看起来憔悴了许多，穿着廉价的衣服，与过往判若两人。陆凡微微蹙眉，将车缓缓靠边停下，但没有立刻下车。陆凡戴上口罩和帽子，走过去，随手翻看地摊上的发卡、袜子等小商品。柳微微低头整理货物，没认出陆凡。随便看，都很便宜的。陆凡压低声音：“这些我全要了，多少钱？”柳微微惊讶抬头：“全要了，大概400块左右。您真要全要？”陆凡从钱包里数出1000元，放在摊位上。“这是1000，不用找了。东西帮我装起来吧。”柳微微手忙脚乱地装东西，看了这钱，眼眶突然红了。柳微微哽咽：“谢谢您先生，我这2天正好急着交房租。”陆凡拎起装好的大袋子，准备离开，停顿了一下，还是用变了调的声音说：“以后找个正经工作，踏实点过日子吧。”柳微微闻言浑身一震，这声音，她猛地抬头，死死盯住陆凡露出的眼睛。虽然戴着口罩，但那眼神，她认出来了。是你。陆凡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平静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向自己的车。陆凡启动车子驶离后视镜里，柳微微还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车子的方向，脸上泪水纵横，不知是悔恨、羞愧还是别的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1000块和那句话，是对那段荒唐青春最后的告别，也是对一个走入歧路熟人的最后一点善意。从此，桥归桥，路归路。他没有回头，车子汇入都市夜晚的车流，将那段不堪的过往，连同那个曾经爱慕虚荣，如今落魄潦倒的身影，永远地抛在了身后。他的未来在前方，充满光明和温暖。陆凡正在审阅文件，秘书内线电话响起：“陆总，有位赵晴雨先生坚持要见您，没有预约。”“让他进来吧。”门开，赵晴雨走进，他穿着仍算得体，但眉眼间的倨傲已荡然无存，眼下有淡淡的青黑，显得有些憔悴。赵晴雨站在办公桌前几步远，喉结滚动了一下。“陆总！”陆凡放下笔，靠向椅背，语气平和：“赵少，稀客，坐。”赵晴雨没坐，双手握紧又松开。“我不是来吵架的。”“看得出来，喝茶吗？”赵晴雨摇头，声音干涩：“我爸被董事会暂时停职了，家里几个叔伯趁机发难，我负责的那几家公司窟窿捂不住了。”
我听说了，很遗憾。赵晴雨突然抬头，眼里有不甘，但更多是遗憾。陆凡，你心里在笑吧？看我落到这步田地。陆凡平静地看着他，我笑不笑，对你现在的处境有帮助吗？赵晴雨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肩膀垮下来。没有，我今天是来求你。求字说得很轻，但很清晰。看在认识一场的份上，能不能给条路走？我知道我以前很混，得罪你很多次，我不敢奢望什么，哪怕是最基层的工作，我能干。陆凡沉默了片刻，指尖轻敲桌面。赵晴雨，你大学学的什么？赵晴雨一愣，金融，但你知道我根本没好好学。会看最基本的财务报表吗？知道一个项目从立项到执行的流程吗？不太会，但我可以学，我真的可以学。陆凡起身走到窗边，背对他。我手下不需要一个眼高手低、心有不甘的赵少，我需要的是能踏实做事的人，哪怕从零开始。我可以从零开始，我什么都不要，就一个岗位，一个机会。城西新建的物流园区缺一个仓库协管员，工作内容包括核对出入库单据，协助盘点，现场调度，早8晚6，偶尔加班，月薪6000，包一顿午餐，干不干？赵晴雨彻底呆住，似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仓库协管员？对，没有独立办公室，没有秘书，跟工人一起用更衣室，这就是基层。愿意明天早上8点找园区王经理报到，不愿意门在那边。长久的沉默，赵晴雨的脸色变幻，最终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低下头。我干，谢谢陆总给这个机会。陆凡走回办公桌后，别谢太早，王经理不会因为你是谁而客气，3个月试用期不合格一样走人。赵晴雨用力点头，我明白。赵晴雨转身离开，脚步有些沉重，但被挺得笔直。门关上后，陆凡轻轻摇了摇头，是就此沉沦，还是触底反弹，就看你自己了。陆凡搂着沈之意的腰，正在欣赏一幅画。顾清寒独自站在不远处另一幅画前，神情专注。哎，那不是顾总吗？一个人，好像是去打个招呼。两人走过去，吴总，好巧。顾清寒转身看到陆凡和沈之意，露出浅浅的微笑。陆总，沈小姐，是很巧，这幅画的用色很大胆，我很喜欢。确实，笔触也很自由，看得出画家心境很开阔。这时，一个穿着休闲西装、气质阳光清爽的年轻男人快步走了过来，手里拿着2杯咖啡。林朗笑容灿烂。清寒，你的美式。哎，凡哥，嫂子，你们怎么在这儿？顾清寒脸上的浅笑瞬间凝固，有些错愕地看着林朗，又看看陆凡。陆凡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小朗，你和顾总认识？林朗大大方方。何止认识？把咖啡递给顾清寒，自然地站到他身边。我们正在约会啊，清寒，这就是我常跟你提的，我那个特别厉害的表哥陆凡。顾清寒接过咖啡，表情变得十分精彩，从错愕到荒谬，最后忍不住抬手扶额，低笑出声。林朗，你这位特别厉害的表哥，也是我久仰大名的陆总，世界真小。林朗瞪大眼睛，看看顾清寒，又看看陆凡。啊，这么巧，凡哥，原来你就是清寒以前提过的那个。挠头，一时不知怎么形容。陆凡忍俊不禁，靠关系的幸运儿。顾清寒有些不好意思，但很快恢复落落大方。那是以前不了解时的偏见，陆总别介意。沈之意挽着陆凡的手臂，笑盈盈的。看来是场美丽的误会。凡哥，我和清寒是在一个环保主题的公益论坛上认识的，他是主讲嘉宾，我是志愿者，聊得特别投缘。顾清寒看向林朗时，眼神柔和。林朗对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公益很有想法，行动力也强，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意有所指地瞥了陆凡一眼。陆凡举起咖啡杯，明白，我表弟是个实干派，跟我这种投机取巧的不是一路。林朗赶紧摆手，凡哥，你别这么说，我妈可一直念叨你呢，说你帮大忙了。清寒，我凡哥人真的特别好。顾清寒真诚地看向陆凡，我知道，之前我公司遇到困难，也多亏陆总牵线帮忙，一直没有正式道谢。顾总客气了，都是朋友，看到你和小朗，挺替他高兴的，这小子有福气。顾清寒脸上掠过一丝极淡的红晕，坦然道，应该说遇见他是我的运气，也祝福你和沈小姐一直这么幸福。谢谢顾总。离开画廊时，林朗和顾清寒走在后面。清寒，你不会因为凡哥对我有看法吧？顾清寒停下脚步，看着他，忽然笑了。怎么会？你是你，他是他，而且想到以后可能得跟着你叫他一声表哥，好像还挺有趣的。林朗傻笑起来。不远处，陆凡和沈之意相视一笑。系统这亲戚认的，
还真能凑出点意想不到的缘。陆凡正在看资料，久违的系统界面自动弹出淡蓝色的字体流转。检测到宿主核心人脉网络趋于稳定，亲情能量场活跃，现发布长期支线任务：亲情反哺。陆凡放下文件，反哺任务内容：请宿主在60天内主动帮助10位与您已建立稳固亲情链接的亲戚，解决一项他们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或迫切需求。任务奖励：1、根据帮助的有效性与深刻程度，获得相应的亲情能量点；2、积累足够能量点后，可解锁亲情反哺特殊效果，小幅度提升宿主自身运势，或微弱增强指定亲友的短期福缘。3、系统将提供基础困难线索提示。陆凡若有所思，帮助亲戚解决实际困难，这任务倒是不让人反感。线索提示呢？线索生成中，首批关联对象：王大哈、表舅张明远、姨夫李秀兰、表姑。具体困难线索将在宿主接近相关人物或场景时触发。陆凡点头，明白了，是时候回报一下那些在我起步时给过我善意和帮助的人了。周磊坐在沙发上，翻看一份名单。凡哥，你突然要这些早期认下的亲戚的近况资料干嘛？还要这么详细？家庭情况、工作、孩子上学都包括。看看大家过得怎么样。当初或多或少都成过他们的情，现在有能力了，能帮就帮一点。周磊恍然，竖起大拇指。讲究，这事儿我支持。名单我尽快整理好，有些可能需要实地再了解下。辛苦，记住低调点，别弄得像施舍。我们是去解决困难的，不是去显摆的。懂，以心换心嘛。陆凡看向窗外，目光温和。系统这次的任务，或许是在提醒我，这些因他而起的亲情，不该只是单方面索取利用的人脉，该用心去维护，去回报了。陆凡的车停在路边，他走进小卖部，老板表舅正在整理货架。哎呦，小凡，稀客，快进来坐。陆凡笑着坐下。表舅，别忙了，最近生意怎么样？还行吧，老样子，糊口呗。就是这老房子快拆迁了，以后还不知道搬哪儿去。对了，你喝点啥？我这儿有新进的饮料。不用，我坐坐就走。陆凡看似随意地问：“小斌今年该中考了吧？学习紧张吗？”可不是嘛，天天学到半夜，我看着都心疼，就想让他上个好点的高中。但这片区的学校暗，你知道的，师资就那样，想送去私立，那学费……此时，陆凡眼前微光一闪，系统浮现极简提示：王斌，中考在即，目标一中，学业压力大，父亲焦虑，学校选择。陆凡点头，一中确实不错，表舅。我有个朋友正好在一中当教导主任，前2天吃饭还听他提起，学校今年有针对特长生和优秀学生的扩招计划，门槛比统招低一点，但要推荐和面试。小斌成绩要是还过得去，我或许能帮忙问问情况，递个材料。表舅眼睛猛地一亮，抓住陆凡的手。真的，小凡，这小斌成绩还行，在年级能排前50，要是真能成，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陆凡拍拍他的手，先别谢，成不成还得看小斌自己面试。你把小斌的成绩单和获奖证书准备一份复印件给我，我让我朋友看看，就当是碰碰运气。好，我今晚就弄。小凡，你真是我们家的贵人。张明远有些局促地坐在陆凡对面。陆总，您找我是公司有什么事吗？义父，私下就别叫陆总了，就是听说文文大学毕业了，工作找得还顺利吗？张明远神色一暗，别提了，这孩子心气高，就想进顶尖的设计院或者大公司创意部，投了好多简历，不是石沉大海，就是面试后被刷下来。最近在家闷闷不乐的，他妈也跟着着急。张文，设计专业应届生，求职受挫，信心不足，其父张明远人脉有限，无法提供有效助力。陆凡沉吟片刻，我太太沈之意，她有个独立设计工作室，规模虽然不算特别大，但在业内口碑很好，也接一些大型项目的分包设计。他们团队最近好像正好在招有潜力的新人设计师，如果文文有兴趣，我可以让之意看看他的作品集，安排一次非正式的见面聊聊，不算走后门，就当多一个面试机会，行不行？看文文自己的本事。张明远惊喜交加，沈设计师的工作室那可是文文梦寐以求的地方之一。陆小凡，这机会太好了，我替文文谢谢你，不管成不成，这份心我们领了。作品集准备好后发我邮箱就行。姨父，你也宽宽心，年轻人刚起步，碰壁很正常。关键是有机会去尝试。离开咖啡厅，陆凡心情不错，这种能切实帮到人的感觉，比谈成一个大合同更让人踏实。看来这亲情反哺做得对。雷老虎愁眉苦脸地瘫在老板椅上，背景墙的金龙装饰略显俗气。小凡啊，干爹，这海上明月会所是开不下去了，最近查得紧，客人都不敢来，我养的罗汉鱼都快饿死了。陆凡环顾四周，忍住笑。干爹，您这装修风格挺有特色，转型未必是坏事。转型我能转啥？
去菜市场卖鱼嘛，我这气质也不像啊。干爹，我有个想法，您这会所位置好，后面还有片老厂房，咱们改造成怀旧文旅综合体怎么样？雷老虎瞪大眼睛，嘴里的雪茄差点掉下来。啥玩意儿？文旅？我手下那帮兄弟砍价还行，搞文化不是要他们命吗？所以才要转型。阿强他们可以当保安队，哦不是园区秩序维护专员，穿制服的那种。小丽他们可以当传统文化体验导览员。陆凡掏出一份策划书，封面上写着锦绣年华文创园区，让旧时光发光。雷老虎翻看策划书，手指颤抖。这得投多少钱呀？前期投入我来，您出场地，咱们合法经营，还能申请政府补贴。最重要的是什么？陆凡神秘一笑，以后您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对人说，我是搞文化产业的。阿强端着2杯茶进来，胳膊上的纹身十分显眼。大哥，凡哥，喝茶。对了，大哥，工商局的人又来了，说咱们的消防。雷老虎猛地站起，告诉他们，我们马上要转型了，要做文创了。阿强愣住，文创那是啥？能吃吗？陆凡忍笑，阿强哥，以后你就是园区安保队长，要学习怎么用对讲机，怎么维持游客秩序。阿强挠头，凡哥，砍人我在行，维持秩序我试试。雷老虎大手一挥，就这么定了。小凡，干爹跟你干，咱们要当文化人。雷老虎激动地拨通电话，老李啊，我那会所不开了，对，转型了，以后请叫我雷总，文化产业的雷总。挂掉电话，雷老虎得意地整理了一下花衬衫的领子。陆凡憋笑，干爹，第一步先把这金龙背景墙换了吧。雷老虎大手一挥，换，必须换，换个墨宝。对，我要挂字画。周天豪穿着睡衣躺在沙发上，额头上贴着退热贴，手里还拿着手机。小范啊，大伯就是个小感冒，你非要我躺着，公司还有3个会。陆凡抢过手机，大伯，您都烧到39度了，什么会都比不上身体重要。周天豪无奈，老了不中用了，想当年我3天3夜不睡都没事。周天豪话没说完，又是一阵猛咳。您这咳嗽是老毛病了，我认识个神医，特别厉害，请他来看看。周天豪摆手，不用不用，多少专家看过了，就那样。陆凡悄悄查看系统提示，任务，请国手级医生为周天豪诊治，推荐人选周伯云，可激活关系二爷爷。陆凡眼睛一亮，大伯，这位神医不一样，据说能起死回生，不是，是药到病除，我这就去请。周伯云正在给一盆兰花浇水，仙风道骨。周老先生，我大伯病了，想请您出诊。周伯云头也不抬，不出诊，老夫退休了。陆凡灵机一动，那个二爷爷。周伯云手一抖，水壶差点掉地上。周伯云转头眯眼，你叫我什么？陆凡一脸真诚，二爷爷啊，您看您这气质，这风度，一看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二爷爷。周伯云盯着陆凡看了3秒，突然笑了，有意思，多久没听到人叫我爷爷了？行吧，看你这么有眼光，老夫就走一趟。周伯云给周天豪把脉，表情严肃，忧思过度，积劳成疾，肺经受损，还有救吗？周伯云瞥他一眼，死不了，开个方子，吃3个月，保证你活蹦乱跳。周天豪松口气，多谢老先生。周伯云写药方，突然抬头，对了，你真是我孙子，千真万确，二爷爷。周伯云笑，行，那以后常来看我，我给你调理调理，你这面相肾有点虚啊。陆凡僵住，啊，这不对吧？周天豪在一旁憋笑憋得脸都红了。沈之意从浴室出来，手里捏着根验孕棒，表情复杂。陆凡，你来一下。陆凡正在打游戏，头也不回。等会儿，我这波团战赢了，怎么了，老婆？陆凡转头看到验孕棒上的2道杠，游戏手柄啪嗒掉地上。陆凡声音发抖，这是？沈之意点头。 2道杠。陆凡整个人石化了3秒，然后猛地跳起来。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陆凡突然想起什么，抓住沈之意肩膀。等等，你怎么确定是2道杠？会不会看错了？这玩意儿准吗？要不要多买几根不同品牌的再测测？沈之意哭笑不得。我买了3种不同牌子的，测了3次，都是2道杠，而且我这个月那个一直没来。陆凡更激动了，那就是真的了！我要当爸爸了！不行，现在就去医院挂急诊做 B 超，我要亲眼看看。沈之意拉住他，冷静，现在都晚上10点多了，而且我刚测出来，就算去医院也未必能看出来什么。我预约了明天早上的产检。陆凡面前堆满了书，如何成为满分爸爸，婴儿护理大全，从胎教开始赢在起跑线。
旁边还放着个平板，正在播放新生儿护理实操视频。陆凡一边看书一边做笔记，表情认真的像在准备高考。陆凡自言自语，语速飞快。新生儿一天喂8到12次，换尿布要注意褶皱处清洁。突然停下，拿起平板暂停。等等，他刚才那个包裹手法太快了，没看清。倒回去，用0.5倍速播放。哦，这样。拿起一个抱枕模仿。不对啊，这抱枕没脖子，我怎么拖住他的头？这时，沈之意端着切好的水果过来。别太紧张了，还有好几个月呢。你现在看这些太早了。陆凡严肃地放下抱枕。不早，一点都不早。这些技能必须提前熟练。对了，我还得去报个班，学习怎么抱孩子，怎么换尿布，怎么拍奶嗝。沈之意忍笑。你现在就可以用抱枕练习啊。陆凡重新拿起抱枕，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动作僵硬的像在拆炸弹。这样对吗？头要托住，腰要扶好。等等，他要是乱动怎么办？万一我手滑了怎么办？沈之意终于忍不住笑出声。你抱的是抱枕，不是活鱼，它不会动的。而且真宝宝哪有那么容易摔？你放轻松点。陆凡擦汗，但依然保持僵硬姿势。放轻松？这能放松吗？这可是我儿子或者女儿，那么小一只。突然想到什么，脸色一变。对了，名字还没起，男孩叫什么？女孩叫什么？要不要先算个8字？不能迷信。那按诗经起还是按楚辞？沈之意把水果递到他嘴边。先吃点东西吧，名字可以慢慢想。陆凡机械地咬住水果，眼神依然发直。当爸爸太难了，比同时谈3个跨国并购案还难，不，比跟赵晴雨斗智斗勇还难。陆凡站在投影前，屏幕上写着天书慈善基金成立计划，下面列着一长串项目。陆凡清了清嗓子。各位，今天有件重要的事宣布，我决定成立天书慈善基金，首期投入10个亿，以后每年从集团利润里固定划拨5%。会议室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愣住了。财务总监手里的笔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陆总，10个亿是不是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咱们今年的利润目标也才……陆凡大手一挥，豪气干云。不多，钱是什么？钱是王八蛋啊！不对，我的意思是，钱赚来就是要用的，用在刀刃上，用在有意义的地方。周磊凑近，压低声音：“凡哥，您最近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还是被哪位大师点化了？怎么突然悟了？”陆凡瞥他一眼，声音恢复正常：“去你的！我清醒得很。我就是最近一直在思考，咱们这么拼命赚钱，到底图个啥？光自己吃香喝辣，看着别人受苦，那不成周扒皮了吗？”陆总，那咱们具体做哪些慈善呢？捐给红十字会，还是成立助学基金？陆凡眼睛一亮，拿起激光笔。问得好，咱们不做那种撒胡椒面的事儿，要做就做有特色的、成体系的。看，第一个大项，阳光计划。包括给100所偏远山区小学建多媒体教室，提供免费营养午餐，设立奖学金。100所，陆总，这投入和后续管理，专人专管，成立项目组。第二项，健康守护，在医疗资源薄弱地区援建乡镇卫生院，设立大病救助专项基金。这得养多少团队啊？第三项，长者关怀建一批高标准养老院。第4项，绿色未来，资助环保科研和植树造林。第5项，陆凡越说越兴奋，语速越来越快，底下高管的脸色越来越白，仿佛已经看到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在飞速流逝。周磊硬着头皮打断：“凡哥，稍等一下，咱们是不是先从1、2件小事做起？比如先捐建10所小学，步子迈太大容易。”陆凡一摆手：“不要搞就搞大的，要有气魄，格局打开。咱们天书资本做事，什么时候小气过？”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最终，不知谁先带头鼓掌，稀稀拉拉的掌声很快变得热烈起来。不管心里怎么想，老板这么有格局，场面必须捧。陆总高义，我完全支持。支持。轿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窗外是熟悉的田野风光。陆凡显得有些兴奋。陆凡指着窗外：“这一你看，那棵老槐树还在，我小时候经常爬上去掏鸟窝。”那你这次回来是准备再掏一次鸟窝？陆凡摆手：“那不能，我现在是有身份的人。再说了，我这次回来是有正经事要办的。”什么正经事？不是说就回来看看爸妈吗？陆凡挺直腰板：“光是看看怎么行？我要给家乡做点贡献。你看这条路，我上学那会儿就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像话吗？”车子颠了一下，沈之意赶紧护住肚子：“确实该修了。不过你打算怎么做？”陆凡掏出手机：“我早就计划好了。第1，捐钱把这条路修成柏油路；第2，把咱们镇上的小学翻新扩建；第3。”沈之意打断：“等等，你这计划是不是有点太大了？”陆凡理直气壮：“不大，你老公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我要让乡亲们都知道，老陆家那小子有出息了，回来报效家乡了。”沈之意忍笑：“那你也得先跟爸妈商量一下吧。”陆凡拍胸脯：“不用商量，这是好事儿。
我爸妈肯定支持。陆家客厅里挤满了闻讯赶来的乡亲，陆父陆母笑得合不拢嘴。小凡说了，要给大家修路，还要把小学翻新。真的，那可太好了！咱们这条路盼了多少年了？小凡现在真是出息了，老陆，你们有福气啊！陆凡被围在中间，一脸得意。应该的，应该的。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现在有能力了，当然要回报家乡。这时，村长匆匆赶来，手里还拿着个破旧的本子。小凡，你这话可当真？修路可不是小事，得不少钱呢。陆凡大手一挥，钱不是问题，我都准备好了。这样，我捐500万，先把路修了。全场一片哗然。儿子，500万是不是太多了？陆凡拍拍母亲的手，妈，不多，您儿子现在赚钱容易。再说了，这是做善事，积德，为了您未来的孙子。沈之意在一旁偷笑，这借口找得真好。村长激动得手抖。那小学呢？小学另算，我找专业设计团队，按照最新标准来建，要有多媒体教室、图书馆、塑胶跑道。小凡，你这是要当咱们镇的活菩萨啊？别这么说，我就是尽点心意。那个，爸妈，咱们是不是该开饭了？我饿了。陆凡正和几个施工队负责人讨论修路方案，一个穿着旧夹克、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在不远处徘徊。那不是陆明吗？他怎么回来了？陆府看见来人，脸色一变。他还有脸回来？爸，那是谁啊？陆府叹气：你堂哥陆明10几年前跟你大伯吵了一架，离家出走，就再没回来过。陆明犹豫着走过来，眼神躲闪。二叔，我听说小凡回来了，回来看看。看什么？看你弟现在出息了，想沾光。陆明急忙摆手：不是，我就是想家了。陆凡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堂兄，发现他手上都是老茧，衣服也很旧。堂哥，你这些年去哪儿了？陆明低头，在外面打工，建筑队啥都干过，没混出啥名堂，没脸回来。陆府哼了一声：那你现在怎么有脸了？陆明眼圈红了。我听说我爸身体不好，我想回来看看他。陆凡心软了，看向父亲：爸，大伯家在哪儿？我陪堂哥去看看。昏暗的房间里，陆大伯躺在床上，看到陆明进来，忙得咳嗽起来。陆大伯指着陆明：你回来干什么？你不是说永远不回来吗？陆明扑通跪下：爸，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跟您吵，更不该一气之下就走了。陆大伯转过头：我没你这个儿子。陆凡赶紧打圆场：大伯，您别生气，堂哥这不是回来了吗？我看他是真心悔过了。陆明哽咽：爸，我知道您生气，我这10几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才明白当年您说的都是为我好，我不敢求您原谅，就让我照顾您几天，行吗？陆大伯不说话，但眼角有泪光。陆凡灵机一动：大伯，您看这样行不？咱们镇马上要修路建学校，正缺人手，让堂哥留下帮忙，也算为家乡做点事儿，将功补过。陆大伯沉默良久，终于开口：你会干什么？我会看图纸，我在工地干过施工员。爸，我真的能帮忙。陆凡趁热打铁：那就这么说定了。堂哥，你先在我这项目上干着，工资照发。大伯，您监督他，要是干不好，随时让他滚蛋。陆大伯猛发那就先试试吧。陆明磕头：谢谢爸，谢谢小凡。陆凡看着这对别扭的父子，悄悄退出房间。刚出门，就听见里面传来陆大伯的声音：跪着干什么？还不去给你弟倒杯水？陆凡笑了，深藏功与名。王经理拿着份报告，恭恭敬敬地站在陆凡办公桌前。陆总，这是赵晴雨这3个月的工作报告和考核评价。哦，说来听听。说实话，刚开始那1个月真不怎么样，搬货嫌脏，盘点嫌烦，还跟老员工起过冲突。不过什么？他跑了？王经理摇头：没有，从第2个月开始，像是换了个人，每天最早到，最晚走，不会的就问，重活累活也不躲了。上个月咱们园区货量大增，他主动带着几个临时工连续加班3天，把积压的货全理清了。陆凡挑眉：主动加班，赵大少爷。王经理点头：我也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他挺细心，发现咱们仓库有个老化的消防隐患，及时报告了，避免了一场可能的事故。这是当时的记录。陆凡看着报告上的照片和记录，若有所思。跟同事关系怎么样？现在好多了。一开始大家都不待见他，觉得他是来体验生活的公子哥，后来看他真干，也肯教他。前几天还有个老师傅夸他，说这小子肯学，脑子活。周磊凑过来看报告：凡哥，这转变有点大，不会是装的吧？装3个月，每天搬货盘点，弄得一身灰一身汗。赵晴雨要是有这毅力，当初也不至于混成那样。那你打算怎么办？继续让他在仓库待着？陆凡走到窗边，
其实我当初给他那个岗位，一是想挫挫他的锐气，二是说实话也没真指望他能干出什么名堂，就想让他知难而退，别再找我麻烦。结果人家还真干下来了，还干得不错。陆凡转身，是啊，所以我现在有点纠结。纠结啥？觉得他是个可用之才，但又怕他以后反咬一口。陆凡点头，毕竟有过节，而且他爸那边虽然现在失势了，但谁知道以后呢？这时，陆凡手机响了一下，是王经理发来的照片。照片里，赵晴雨穿着工装，正满头大汗地跟几个工人一起搬货，脸上带着笑。周磊看了眼照片，这表情跟我当年在工地打工时一模一样，是真心在干活的人才会有的表情。陆凡盯着照片看了会儿，这样，你帮我安排一下，下周不是有个新项目启动会吗？让他以优秀基层员工代表的身份来总部参加，就坐在最后面听听。凡哥，你这是再观察观察，如果他来了总部，看到以前的圈子，还是能保持现在的心态，那也许可以给他一个小点的机会试试。周磊竖起大拇指，明白了，你这招高啊，既给了希望，又设了考验。毕竟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是做善事的一种，对吧？虽然这么说，但陆凡心里清楚，这个决定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他看着窗外，心里默默念道：赵晴雨啊，赵晴雨，你可别让我失望。王世坤殷勤地给刘经理倒酒，满脸堆笑。刘经理早就听说您是天书资本的青年才俊，今天总算有幸见面了。刘经理礼貌微笑。王总客气了，不知道您今天约我是有什么指教？指教不敢当，就是想跟刘经理交个朋友。听说您最近负责城东那个商业地产项目，我们公司正好有些资源，说不定能合作。刘经理不动声色，项目还在前期，合作的事需要按公司流程来。王世坤压低声音，明白，流程嘛都是人定的。刘经理年轻有为，将来肯定是要高升的。我王某别的不敢说，在业界还是有些朋友的，到时候一定全力支持刘经理。刘经理心里跟明镜似的，这王世坤分明是想走自己的关系，搭上陆凡。他想起前2天周磊特意交代的话，心里有了主意。王总这么看好我？王世坤见有戏，更热情了。那当然，像刘经理这样年轻有为的，我最欣赏了。不瞒您说，我跟你们陆总也打过交道，还当过他的主管呢。刘经理心中冷笑，表面惊讶：真的？那您跟我们陆总关系应该不错啊，怎么不直接找他？王世坤尴尬，这个陆总现在是大忙人，我这小事就不打扰他了，有刘经理您帮忙牵线搭桥就足够了。王世坤偶遇正要外出的陆凡和周磊。哎呀，陆总、周总，这么巧。陆凡瞥他一眼，王主管，哦不对，现在该叫王总了，有事儿。王世坤满脸堆笑，没事，就是碰巧遇到刘经理，聊了几句，刘经理真是年轻有为啊，陆总您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刘经理突然开口，陆总，王总刚才还说他当年是您的主管，对您多有照顾呢。王世坤脸色一变，陆凡似笑非笑，是啊，王主管当年对我可照顾了，天天让我加班，功劳全归他，黑锅全我背。王世坤冷汗下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陆总您大人有大量。刘经理继续补刀，对了，陆总，王总还想通过我跟您搭上线，说要支持我的工作呢。陆凡看向王世坤，哦，怎么支持？像当年支持我那样？王世坤腿都软了。这时，刘经理突然对陆凡恭敬地说：“小爷爷，这种人以后我还见吗？”王世坤瞬间石化。小爷爷。陆凡拍拍刘经理肩膀：“见啊，为什么不见？我这位远房侄孙年轻，正需要王总这样经验丰富的前辈多多指点呢。”周磊憋笑：“对，王总，您可要好好指点我们小刘啊。”王世坤脸涨成猪肝色。我突然想起来，公司还有事，先走了。王世坤落荒而逃。陆凡摇头：“这么多年了，还是只会这一套。”小爷爷，您这亲戚关系网真是防不胜防啊！从此，圈里流传起一个传说，想巴结陆凡，最好先查查对方祖上3代，说不定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叔公。周磊对着镜子深呼吸，陆凡靠在门边笑看着他：“磊子，你这汗出的跟刚跑完马拉松似的，结个婚而已，至于吗？”周磊擦汗：“凡哥，你不懂，我追了小云10年啊！今天终于修成正果，我能不紧张吗？万一他突然返回怎么办？万一我说错誓词怎么办？万一……”陆凡打断：“停，没有万一，你今天帅得很，小云看你的眼神都快滴出蜜了，放心大胆的去。”司仪在外面喊：“新郎准备入场。”周磊深吸一口气：“我去了。”走到门口又回头：“凡哥，谢谢你，没有你，我可能还是个在小公司混日子的程序员，根本不可能有今天。”陆凡推他一把：“
少肉麻，赶紧去，别让你新娘等急了。看着周雷紧张又幸福的背影，陆凡脸上露出老父亲般的微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信封。婚礼进行到敬酒环节，周磊带着新娘来到陆凡这桌。周磊举杯，眼眶微红。凡哥，这杯我必须敬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周磊的今天。陆凡站起来，说什么呢？是你自己有本事，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喝完酒，陆凡从怀里掏出那个信封，递给周磊。份子钱。周磊接过，笑道：凡哥，你还搞这套？咱们之间……周磊随手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股权证书的复印件。他看了一眼，眼睛瞪大。周磊声音发颤：这是天书科技5%的股份。周围几桌的宾客瞬间安静了。小云凑过来看。怎么了，磊子？周磊把证书递给小云，说话都不利索了。凡哥，这天书科技不是刚上市吗？5%的股份，这得值多少钱啊？陆凡轻描淡写：没多少，就几个亿吧，给你当创业基金，以后想自己干点什么，或者想提前退休，都随你。全场哗然，几个亿的份子钱，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周磊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凡哥，这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陆凡按住他的手。磊子，听我说，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是你陪我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后来我起来了，你二话不说就跟着我干，从没抱怨过。这些股份不是我施舍给你的，是你应得的，拿着，给你和小云还有将来的孩子一个稳稳的保障。小云也红了眼眶。陆大哥，谢谢您。周磊紧紧抱住陆凡，声音哽咽：凡哥，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有你这个兄弟。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陆凡拍拍周磊的背，心想这份的钱应该够分量了吧。陆凡正在给沈之意肚子里的宝宝验童话提示，管家匆匆进来。管家表情古怪：先生，门口来了位老先生，说是龙家的老祖宗，想见你。陆凡放下书：龙家，龙傲天他们家。他们又想干什么？老先生很客气，还带了礼物，说只是想拜访，绝无恶意。陆凡思考片刻：请进来吧，之意，你先回房间休息。沈之意摇头：我陪你一起，放心，我现在状态很好。不多时，一位穿着朴素唐装、拄着龙头拐杖，但精神矍铄、不怒自威的老者走了进来，身后跟着2个中年人，抬着一个看起来很沉的箱子。龙老太爷一进门就对着陆凡拱手。龙老太爷声音洪亮：陆小友，老朽龙震海今日不请自来，叨扰了。陆凡礼貌还礼：龙老太爷客气了，请坐。双方落座。龙老太爷仔细打量陆凡，又看了看沈之意，点点头：好好，少年英才，佳偶天成。陆小友，我那个不成器的曾孙龙傲天，还有我那糊涂的儿子，之前多有得罪，老朽今日特来赔罪。陆凡不动声色：老太爷言重了，都是过去的事儿，商场上的小摩擦而已。龙老太爷摇头：不是小摩擦，恃强凌弱，以势压人，是我龙家教子无方。对身后人示意：一点薄礼，聊表歉意。中年人打开箱子，里面是码放整齐的金条、几件古玉，还有一份文件。这里有黄金100两，明代的几块玉佩，不值什么钱，主要是这份文件龙家在城东那块500亩地的开发权转让协议，只要陆小友签字，那块地就是你的了。沈之意小声吸气：城东那块地市值起码几10个亿。陆凡看了一眼文件，没有接。老太爷，这里太重了，之前的过节您今天亲自登门已经足够，这些请收回。龙老太爷目光如炬：怎么陆小友不肯原谅我龙家？陆凡微笑：不是不肯原谅，是没必要。我和龙傲天的竞争已经结束了，他输得起，我赢得光明正大。这块地是龙家几代人的心血，我不能要。龙老太爷盯着陆凡看了很久，突然哈哈大笑：好气度！傲天输给你不冤。收起笑容，正色道：不过礼既然拿来了，就没有拿回去的道理。这样地你不，老朽换个方式，龙家入股，你的天书慈善基金第一期捐5个亿，这总可以吧？陆凡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个我实在无法拒绝，我替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谢谢龙老太爷。龙老太爷满意的点头：这才对，陆小友，今日一见，老朽明白了很多事，
以后在生意上，龙家不会是你的敌人。若有用得着的地方，可以来找我这个老头子。送走龙老太爷，沈之意看着那一箱子礼物，感叹：这位老祖宗气场真强，不过你刚才的表现更好。陆凡搂住他：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再说了，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好，尤其还是这么有钱的朋友。陆凡看着那份捐款意向书，心里明白，这不仅仅是5个亿，更是一种认可。他用实力和气度赢得了对手的尊重。里奥穿着定制西装，操着一口流利但带口音的中文。陆先生，我们梦之类品牌非常希望能邀请您担任亚太区品牌代言人。您年轻、成功、有品味，完全符合我们品牌的新形象。陆凡礼貌微笑。李先生过奖了，不过我个人很少参与商业代言，恐怕……请您务必考虑代言费，我们可以给到这个数，3000万。里奥摇头，3亿人民币。周磊被自己的口水呛到，陆凡依然淡定，很诱人，但我需要考虑，毕竟代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我太太即将生产。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一位银发如雪、穿着优雅套装、气质绝佳的老太太在助理的陪同下走了进来。里奥立刻站起来，毕恭毕敬：创始人女士，您怎么亲自来了？老太太没理他，目光直接落在陆凡脸上，上下打量，眼神从审视渐渐变得激动。老太太喃喃自语：像，太像了。陆凡心中一动，系统提示音仿佛在耳边响起：检测到高浓度血脉关联，可激活关系。姑奶奶。陆凡试探性的用中文：您认识我祖父陆振华？老太太身体一颤，眼眶瞬间红了，用流利的中文：你是小华子的孙子。里奥和周围的人都惊呆了。伊莎贝尔抓住陆凡的手：孩子，我是你姑奶奶呀。当年我跟你祖父一起出国留学，后来我嫁到了法国，没想到他的孙子都这么大了。陆凡反握他的手，一脸惊喜：姑奶奶，我爷爷生前常提起您，说您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伊莎贝尔抹泪：好孩子。突然转头对里奥语速飞快：里奥，代言的事取消，从今天起，梦之类集团与天书资本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所有新品首发放在中国市场，线下旗舰店选址由陆凡来定。另外，从我的个人股份里划3%给他。里奥懵了：创始人女士，这……伊莎贝尔瞪眼：这是我娘家侄子，亲的，你有意见？里奥立刻站直：没有，完全没有。陆先生，合作愉快。陆凡忍着笑：李先生，代言我真的做不了，不过合作可以详谈。伊莎贝尔拉着陆凡坐下：代言什么代言？掉价！咱们是一家人，要合作就深度合作。孩子，跟姑奶奶说说，你现在主要做什么生意？缺资金吗？缺渠道吗？缺设计师吗？周磊在一旁已经石化了，用口型对陆凡说：凡哥，你这亲戚是不是太猛了点？接下来的2个小时，会客室里充满了伊莎贝尔爽朗的笑声和对陆凡的嘘寒问暖。里奥在一旁恭恭敬敬地记笔记，而陆凡则一边应付热情的姑奶奶，一边在心里给系统点赞。这波认亲写传。陆凡正在审阅梦之类的合作协议草案，突然房间里所有的光线暗了一下，书桌上的台灯自动明灭3次。陆凡抬头：系统，你搞什么鬼？电压不稳？不是电压不稳，是系统能量场在调整。宿主请注意，即将发布最终阶段任务。陆凡坐直身体：最终阶段什么意思？你要升级了，还是要走了？根据宿主目前成就，商业帝国稳固，人脉网络覆盖全球，社会影响力卓越，慈善事业步入正轨，家庭幸福美满。综合评估，宿主已具备冲击本世界人脉之王终极成就的资格。陆凡面前，空气中浮现出淡金色的巨大文字，充满庄严感。现发布终极任务，成为公认的华裔商会荣誉主席。陆凡皱眉：华裔商会荣誉主席？我记得那个位置好像已经空缺很多年了，不是说需要德高望重、获得各方一致认可的老一辈泰斗才能担任吗？没错，此乃商业与人脉领域的至高荣誉之一，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认可。任务难度地狱级。陆凡摸摸下巴：地狱级啊，听起来就不好搞。任务期限呢？奖励是什么？无固定期限，但系统将在任务达成后进入最终评估与隐退程序。奖励：1.
解锁传奇人生终极成就标识。2、获得系统最后的赠礼，内容未知，与任务完成度相关。3、系统隐退后，所有已获得能力与人脉关系将永久固化。陆凡沉默片刻。隐退程序，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我合格了，你就会离开。可以这么理解，本系统的使命是辅助宿主从零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真实不虚的人脉与商业帝国。当宿主不再需要依赖系统提示与强制认亲，也能自如运用自身能力与关系网络，达到此界顶峰时，便是系统功成身退之日。陆凡靠在椅背上，长出一口气。所以这是毕业考试，很贴切的比喻。任务已发布，请宿主自行规划路径。系统将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仅在关键节点提供必要提示。祝你好运，我的宿主。金色文字缓缓消散，房间恢复正常。陆凡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说话。成为华裔商会荣誉主席，这意味着要获得那些真正隐藏在幕后，掌控着庞大商业帝国的古老家族和泰斗们的集体认可。这比赚100个亿都难，但不知为何，陆凡心里没有畏惧，反而涌起一股久违的挑战欲。陆凡对着电脑屏幕，眉头紧锁。屏幕上显示着华裔商会荣誉主席的维基百科页面，旁边开着10几个搜索窗口。陆凡自言自语：荣誉主席上一位还是20年前当选的陈老先生，现在都103岁了，这位置不是有钱就能做的啊！这时，书桌上的平板电脑自动亮起，跳出一份简洁的文档。任务路径分析完成，关键节点提示需获得7位不同领域泰斗级人物的联名推荐信。陆凡拿起平板，7位，还不同领域，科技、文化、医学、教育、金融、军工、海外侨领。好家伙，这是要集齐七龙珠召唤神龙吗？每位泰斗皆代表一方势力与传承，获得他们的联名推荐，意味着得到整个华裔精英阶层的集体背书，此为达成目标的唯一路径。陆凡往后一靠，苦笑。唯一路径，系统你还真是看得起我。这7位哪一位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我上哪儿找去啊？找到了人家凭什么给我写推荐信？资料库已根据宿主现有关系网进行初步匹配，生成潜在接触名单与线索，请宿主自行制定计划。系统进入静默辅助模式。平板屏幕上出现7个名字和简短介绍，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关系路径提示，但都非常模糊。陆凡仔细查看，科技界元老周伯云等等。周伯云，这不是给我大伯看病的那位二爷爷吗？对啊，二爷爷是杏林泰斗，他肯定认识其他领域的泰斗，这就是突破口。陆凡把平板递给周磊看，周磊看完倒吸一口凉气。凡哥，这任务是不是太难了点？这7位大佬，我听说有的都10几年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了。陆凡给自己打气，难是难，但也不是完全没门路。你看，二爷爷就是医学泰斗，这不已经有1位了吗？虽然他是被我认亲认来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周磊哭笑不得。凡哥，你这缘分的触发条件是不是太玄学了点？不管玄不玄，有路就得走。磊子，你帮我做几件事。第一，动用我们所有的情报资源，特别是7爷那边，查清楚这7位大佬近3年的公开行程、常去的地方、兴趣爱好，越细越好。明白。第二，以天书慈善基金的名义，筹备一系列高规格的论坛、文化交流活动，主题要和这些大佬的领域相关，场地要选在他们可能喜欢的地方，我们制造偶遇的机会。周磊点头，这个办法好，以文会友，以善结缘，不显得刻意。第三，帮我联系一下沈志毅的老师，那位艺术学院的梁院长，我记得他说过，梁院长和文坛几位老先生私交甚笃。懂了，嫂子那边也要发动起来，双管齐下。陆凡看向窗外，眼神坚定。7张推荐信，就像7张通往山顶的门票，一张一张来，我就不信急不急。白板上写着未来科技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的策划案。陆总，按照您的要求，论坛地点定在杭州西湖国宾馆，时间在下个月初。我们拟邀的嘉宾名单里包括3位院士、5位独角兽企业创始人。陆凡打断，这些都不重要，我要确认一件事儿，邀请函发给钱守桌老先生了吗？他确定会来吗？项目负责人翻看文件，钱老就是那位30年前带领团队攻克了国产高端芯片设计难题之后急流勇退，隐居西湖边上的钱守桌院士。我们发了邀请函，但他的助理回复说，钱老多年不参加公开活动了，婉拒了。凡哥，这第1位就知闭门羹啊！陆凡不慌不忙，婉拒就是没把话说死，把论坛的详细议程，特别是那个追忆国产科技、筚路蓝缕岁月的圆桌讨论环节介绍，还有我们邀请到的另外几位早已退休的老一代技术泰斗的名单，再给钱老的助理发一份，强调是闭门小范围座谈，不对外宣传，只叙旧，不谈当下。好的，陆总。不过钱老就算来了，咱们怎么让他愿意给您写推荐信呢？听说这位老爷子脾气有点
古怪，最讨厌攀关系走后门。陆凡神秘一笑，我自有办法，你们只需要确保他能偶然出现在论坛的茶歇区，而我恰好也在那里就行了。论坛第一天下午茶歇时间，陆凡独自坐在一处僻静的临湖茶座，看似在欣赏风景，实则余光一直留意着小径。根据七爷提供的非确切情报，钱老有每天下午沿湖散步的习惯。陆凡已经在这里守株待兔第3天了。远处，一位穿着朴素中山装、头发花白但腰板挺直的老人，在一位年轻人的陪同下缓缓散步而来。陆凡心脏一跳，来了。陆凡深吸一口气，调整表情，装作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平板电脑，上面显示着一些复杂的技术架构图。钱老散步到茶座附近，目光随意扫过，忽然在陆凡的平板屏幕上停留了一下。他脚步放慢，似乎对屏幕上那些有些眼熟又有些创新的设计图产生了兴趣。陆凡刚好抬起头与钱老目光相接，他立刻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和尊敬，连忙站起身。您是钱守卓钱老先生？钱老微微点头，目光还在平板上。年轻人，你这个异构计算融合的思路有点意思，但第3层的缓存调度设计是不是太理想化了？陆凡心中暗喜，上钩了。钱老慧眼，这是晚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正卡在这个瓶颈。接下来的20分钟，一老一少就站在湖边，对着平板电脑上的技术图纸讨论起来。钱老的话渐渐多了，眼神也从最初的审视变成了带着点欣赏的探究。陆凡心里清楚，这第一步的偶遇和技术共鸣成功了，但要拿到推荐信，还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纽带。他想起系统提示中那个模糊的关系路径——师门渊源，看来是时候激活下一个关键词了。陆凡和钱老的讨论告一段落，夕阳西下，湖面泛起金光，钱老意犹未尽。年轻人基础很扎实，想法也够大胆。现在像你这样愿意沉下心琢磨底层技术的年轻人不多了。你老师是谁？陆凡知道关键问题来了，神色变得有些复杂和怀念。我其实没有正式拜过师，但我大学时的恩师陈景和教授对我影响至深。他常说，他一生最敬佩的同行就是当年在戈壁滩上一起啃硬骨头，为国产芯片留下第一滴汗水的钱守卓前辈。钱老的身体机不可察地一震，钱老声音低沉：“陈景和，你是小陈的学生？”陆凡点头，语气真挚：“陈老师前年因病过世了，他临走前还念叨着当年在西北基地您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他的事。他说，钱师兄不仅是技术上的领路人，更是他一辈子的兄长。”钱老沉默了很久，望着湖面，眼中似有波澜。助理小吴想提醒他该回去了，被他摆手制止。钱老缓缓开口：“小陈他走得太早了，我们那代人吃了太多苦，他现在有你这样的学生，可以瞑目了。”看向陆凡：“你刚才叫我什么？前辈？”陆凡心一惊，后退半步，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陈老师视您如兄，按理晚辈该叫您一声师伯。”师伯2个字一出，钱老愣住了，旁边的小吴也瞪大了眼睛。空气安静了几秒，钱老突然笑了，笑声有些沙哑，却透着暖意。“师伯，好，好，这个称呼几十年没听人叫过了。小陈这个家伙叫学生倒是有一套。起来吧，这个师伯我认了。”钱老把陆凡带到了自己下榻的套房，让小吴泡了2杯龙井。“说说吧，找我这个退了休的老头子，应该不只是讨论技术，认个师伯这么简单吧？”陆凡不好意思：“什么都瞒不过师伯。实不相瞒，晚辈有个不情之请，将华裔商会荣誉主席的事以及需要西北泰斗推荐信的情况和盘托出，态度坦诚。”钱老听完没有立刻表态，慢慢品了口茶。“荣誉主席，你年纪轻轻，野心倒是不小。知道为什么这个位置空了20年吗？”“知道，德不配位，才不配位，或者人不配位。”钱老点头：“你倒是清醒。我退隐多年，早不问世事，按说我是不该掺和的。但你今天提到小陈，又叫我一声师伯。小陈是我的师弟，他走得早，他的学生就跟我自己的学生一样。”钱老站起身，走到书桌前，铺开信纸，拿起毛笔：“我这辈子只写过3封推荐信，
第一封是推荐小陈破格晋升教授，第二封是推荐一个我认为真正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今天这是第三封。钱老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片刻，一封简练而力透纸背的推荐信写好，盖上他的4章。钱老将信递给陆凡，拿着，记住，这封信的重量不是我钱守桌的名字，而是师伯这2个字。别给我，也别给小陈丢人。陆凡双手接过，郑重承诺。师伯放心，晚辈一定谨记教诲。走出宾馆，陆凡看着手里的推荐信，感觉沉甸甸的。这不仅仅是一张纸，更是一份跨越了2代人的信任与托付。7张门票，第1张以最意想不到却又最温暖的方式到手。沈之意靠在沙发上看画册，陆凡在一旁削苹果。陆凡状似无意。老婆，我记得你上次说你们学院的梁院长跟文坛那位苏星河老先生是故交。沈之意抬头，是啊，苏老以前是梁院长的老师，2人亦师亦友。你怎么突然问起苏老？他可是文坛泰山北斗，性子出了名的清高孤傲，轻易不见外人的。陆凡把苹果递过去，这不是想集齐7龙珠吗？第2位泰斗就锁定在文坛了，苏老是最合适的人选。沈之意明白过来，笑了，原来是想走夫人路线啊。苏老那边光靠梁院长引荐恐怕不够，他近几年深居简出，除了几个老友和学生，谁也不见。而且他有个规矩，想见他得先过他设的题。考题？什么题？随机的，有时候是一幅画让你品评，有时候是一句诗让你接续，有时候甚至是一块石头让你说出渊源。通不过，连门都进不去。陆凡来了兴趣，这么有意思，那梁院长能帮我争取到一个答题的机会吗？我明天问问老师。不过陆凡，苏老的眼界极高，你真能行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再说了，你老公我可是被系统啊，不是被命运眷顾的人。陆凡和梁院长站在古朴的木门外，梁院长按了门铃。小陆，苏老看在多年交情上，答应见你一面，但规矩不能破。等会儿管家会出题，你想好了再答，答不对，咱们就只能打道回府了。陆凡点头，明白，谢谢梁院长。木门打开，一位穿着灰色布衣、面容古板的老管家出现。管家对梁院长微微颔首，目光转向陆凡。陆先生，老爷吩咐了，今日之题在此。管家从袖中取出一幅卷轴，缓缓展开，上面是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山水初心。请陆先生以此4字为题，在半小时内，要么作诗一首，要么为这幅字配一幅写意小画，要么说出这4字在您心中的分量与故事。形式不限，但须见真意。梁院长脸色微变，这题看似简单，实则极难。山水初心是苏老晚年最爱的字题，蕴含其一生志趣与风骨。简单的附庸风雅之作，绝不可能入他法眼。陆凡看着那4个字，沉默片刻。请问苏老的书房是否挂着一幅《春江垂钓图》？管家和梁院长都是一愣，管家迟疑，确有此事，那是老爷挚友早年所赠。陆凡眼神悠远，仿佛陷入回忆。那就对了，能带我去看看那幅画吗？我的答案就在画中。管家与梁院长对视一眼，这要求出乎意料，但管家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侧身引路。陆凡深吸一口气，他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而他唯一的依仗是系统资料库里关于这位文坛巨匠一段极少人知的与旧宫有关的往事。书房古朴雅致，满是书籍字画。苏星河坐在宽大的书案后，须发洁白，面色清癯，目光平静却带着疏离感。墙上果然挂着一幅《春江垂钓图》。苏星河对陆凡声音平淡：梁院长引荐的年轻人，听说你不要纸笔，要看我这幅画，这就是你对山水初心的答案。陆凡不卑不亢，目光落在那幅画上。是也不是，晚辈斗胆，想请苏老看看这幅画的左下角垂钓老翁的鱼篓旁，是否有一个极淡的用朱砂点出的印记，形似半枚小葫芦。确有此事，此印记极淡，非用心细看，绝难发现。你是如何得知此画在我手中50载，除我与已故作画的老友，无人知晓此细节？书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管家屏住呼吸，门外的梁院长也紧张地握紧了手。陆凡迎向苏星和沈氏的目光，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深切的怀念与哀伤。因为点下这个印记的人是我的舅公，他生前常说，他此生最得意的不是画了多少名作，
而是在挚友最真实的画作上留下了只有他们2人才懂的印记，纪念少年时共饮1葫芦酒的岁月。舅公2字出口，星河如遭雷击，整个人晃了一下，扶住书案才站稳。他死死盯着陆凡，嘴唇微微颤抖。你说什么？舅公，你舅公是？陆凡声音低沉。他叫林怀瑾，他说他有个比他年长几岁，待他如亲弟，一起在江南水乡长大的表哥，后来成了名动天下的大文人，却一直是他心里那个会带他偷帘子、替他挨板子的星河哥。苏星河的手颤抖着，抚摸着画上那几乎看不见的朱砂印记，老泪毫无预兆地滚滚而下。苏星河声音哽咽：“怀瑾，是我的小瑾啊！”猛地抓住陆凡的手臂。他什么时候走的？走的可安详？陆凡根据系统提供的模糊信息，小心措辞：“舅公是5年前在睡梦中走的，很安详。他晚年常提醒您，说星河哥的字越来越有风骨，只是人越来越仙，不接地气了。他还留了一方他最喜欢的设宴，说如果有一天他的后人能有缘见到您，就交给您。”陆凡从随身包里拿出一个古旧的锦盒，里面是一方温润的设宴，边上刻着2个小字：锦星。苏星河捧着砚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是我对不起他，当年他家里出事，我想帮他，他性子倔，不肯受。后来我忙于俗务，联系渐少，我以为他还在哪个水乡小镇过着平淡日子，没想到竟是天人永隔。老人哭得像个孩子，数十年的名士风范荡然无存，只剩下最深切的悲痛与愧疚。陆凡默默递上手帕，没有说话。此刻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苏星河哭了许久，渐渐平复，紧紧握住陆凡的手。孩子，你舅公可有后人？过得可好？舅公一生未婚，无儿无女，我是他唯一的血亲晚辈。苏星河重重点头，眼神变得无比慈和。好孩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外孙。你来找我，不只是为了认亲吧？有什么难处跟舅公说。陆凡将需要推荐信的事再次说明。苏星河擦干眼泪，毫不犹豫：写，舅公，这就给你写，别说1封10封都写。我的外孙要争那个位置，我这个当舅公的拼了这张老脸也要把你推上去。周伯云正在晾晒药材，陆凡提着一盒上好的普洱茶进来。二爷爷忙着呢，给您带了点茶。周伯云瞥他一眼：不是献殷勤，说吧，又有什么事求我这个老头子？陆凡笑嘻嘻：看您说的，我就不能单纯来孝敬您吗？不过确实有件事想请教您。我大伯最近身体是好多了，但偶尔还是觉得气短，夜里有点盗汗。您看这方子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周伯云接过陆凡地上的病历和药方，仔细看了看。方子没问题，固本培元需要时间，气短盗汗，像是心阴有点不足，我加点白子仁、五味子试试。抬头看陆凡：你对你大伯倒是真上心。大伯待我如父，他的事儿我当然上心。对了，二爷爷，您在杏林德高望重，认不认识一位叫吴慎之的老先生？听说他老人家在神经内科和老年病调理方面是国宝级的人物。吴慎之，你怎么突然问起他？那老家伙脾气比我还怪，早就闭门谢客，专心著书立说了。陆凡叹气：唉，还不是为了我大伯，我总想着多找几位顶尖的大家给看看，心里才踏实。要是能请动吴老先生给长长眼。周伯云打量陆凡，眼神了然：怕不只是为了你大伯吧？你小子最近是不是在搞什么大事？我听说你在到处找我们这些老家伙。陆凡不好意思地笑：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二爷爷。坦诚了需要7位泰斗推荐信的事。周伯云听完哼了一声：华裔商会，虚名。不过吴慎之那老家伙倒也不是不能见，论起来他算是我远房表弟，按辈分你该叫他一声表叔公。小院简朴之极，满是草药。吴慎之个子矮小，精神矍铄，正在捣药。周伯云大马金刀地坐在石凳上。周伯云对着吴慎之喊：老吴，别捣鼓你那些破药了，看我带谁来了。吴慎之头也不抬：你周大炮来准没好事，又想来蹭我的陈年福龄。周伯云指指陆凡：这是我侄孙，亲的，他大伯身体有点小毛病，我带他来让你给看看，顺便让他认认你这个表叔公。吴慎之这才抬起头，推了推老花巾，上下打量陆凡，目光如手术刀般锐利。周大炮的侄孙，手伸出来。陆凡伸出手，吴慎之3根手指搭上去，
闭目凝神片刻，又看了看陆凡的颜检、舌态，吴慎之收回手，对周伯云：“你这侄孙身体好得很，比他那个大伯强多了。肝火有点旺，少熬夜，少操心。”看向陆凡：“你大伯的病历带来了吗？”陆凡赶紧递上，吴慎之快速翻阅，边看边点头：“老周的方子开得不错，就是太温和，加3克穿山龙，2克地龙，通络之力更强些。”合上病历，看着陆凡：“小子，你大费周章找我来，不只是为了看病吧？”表叔公明察，晚辈确实有一事相求。再次说明。吴慎之听完，看向周伯云：“周大炮，你这侄孙野心不小啊！年轻人有野心是好事，你就说帮不帮吧。”吴慎之沉默片刻，起身进屋，拿出一张便笺纸，刷刷写了几行字，盖上4张，递给陆凡：“拿着。不是看你的面子，是看周大炮和我那从未谋面的表哥的面子。记住，多做好事，少折腾。”雷老虎现在一身中式改良西装，颇有文化商人的气质，正兴致勃勃地跟陆凡看设计图。小凡，你看这个戏台子搭得怎么样？以后咱们这儿可以演折子戏，挺好，有味道。干爹，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说，跟干爹还客气啥？您以前走南闯北，认识的人多，有没有门路能接触到一位姓雷的，以前在军工系统，现在退休了的老前辈？雷老虎笑容一脸，压低声音：“雷震，你找他干嘛？那老家伙可不是好相与的，当年是真正上过战场，搞过大杀器的硬茬子。退休后门生故旧，遍布相关领域，但脾气火爆，油盐不进。我需要他的一封推荐信。”简单解释。雷老虎皱眉，来回踱步：“难办。直接找上门，估计连门都进不去。不过我当年有个过命的兄弟，后来洗白上岸，在某个保密级别很高的疗养院当保卫处长。雷震好像就在那个疗养院里养老。干爹有门路，我试试。我那个兄弟欠我一条命。不过小凡，就算见了面，你怎么说服那尊煞神？”雷震坐在马扎上钓鱼，腰板笔直，哪怕穿着休闲服，也带着一股军人的凛凛。陆凡在雷老虎兄弟的安排下，偶然坐在了旁边钓鱼，两人沉默地钓了半小时。陆凡的浮漂动了，他熟练地起竿，一条大龙。雷震瞥了一眼：“小子，手法挺老练，当过兵。”陆凡一边提一边答：“没有，小时候跟我爸在乡下河里钓的。”雷震哼了一声：“可惜了。”陆凡放好鱼，忽然开口：“雷老，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更缺血性，还是更缺定力？”雷震转过头，目光如电：“你想说什么？”陆凡坦然直视：“我认识一位长辈，姓雷，叫雷老虎。他说他年轻时候最佩服的人，就是当年在西南边境带着一个排死守阵地3天3夜，弹尽粮绝也不后退半步的雷排长。他说那不是傻，是信义，是对身后土地和人的承诺。”雷震的眼神变了，锐利中多了一丝追忆。雷老虎那个愣头青，他还活着。他提起我，他说没有当年雷排长路过时救他一命，还给他指了条正道，他早就烂在泥里了。他让我叫你一声世伯。世伯2字让雷震握着鱼竿的手紧了紧，他沉默了许久，看着湖面。雷震缓缓开口：“那小子也算有点良心。你是他什么人？来找我这个糟老头子，不只是为了替他问好吧？”陆凡再次说明来意，并强调雷老虎如今转型做正经文旅产业，想回报社会。雷震听完站起身：“推荐信可以写，但你要记住，我雷震的信不是白拿的，拿了就得对得起信义2个字。以后你要是敢用这名头干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的事，我第一个饶不了你。”陆凡肃然：“世伯放心，晚辈谨。”会场金碧辉煌，汇聚了全球各地的华裔商业精英。陆凡作为新崛起的商界代表，受到不少关注。凡哥，那边那位就是东南亚侨领陈弘毅老先生，第5位目标。听说他祖籍潮汕，在东南亚几国生意做得极大，但为人低调，很少掺和这类事情。陆凡望过去，看到了。听说他最爱听潮剧，每年都重金邀请潮剧团去南洋演出。对，思乡情节很重。陆凡整理了一下西装，端着一杯茶，主动向被几位老华侨围着的陈弘毅走去。陈老先生，晚辈陆凡，久仰大名。陈弘毅约70多岁，
面容慈祥但眼神精明。哦，陆先生，最近声名鹊起的那位，果然年轻有为。不敢当，只是运气好。听说老先生酷爱乡音，晚辈不才，公司旗下刚好投资了一个项目，在做传统戏曲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其中就包括潮剧的高清录制和海外线上剧院。陈弘毅来了兴趣。哦，这倒是个好事。现在年轻人肯关注这些老东西的不多了。两人在阳台闲聊，远处是都市夜景。陆先生做慈善，投资文化格局不小。不过，你特意来找我这个老头子，应该不只是谈潮剧吧？确实有事想请教老先生。晚辈在整理族谱时，发现祖上有一支早年下南洋，失去了联系，曾祖名叫陆安邦，潮汕陆家村人，光绪年间出去的，不知老先生可曾听闻？陈弘毅愣了一下，陆安邦陷入沉思，喃喃：这个名字我好像听我祖父提过。他说当年村里一起出海闯荡的兄弟里，就有一个叫安邦的，水性极好，还救过他的命，后来在爪哇岛失散了。陆凡根据系统提供的模糊线索继续引导。我曾祖父留下的笔记里说，他最遗憾的就是和一位叫阿义的兄弟失散。他说阿义哥最讲义气，说好了要一起发财，回老家盖最大的祠堂。陈弘毅身体一震，激动地抓住陆凡的手。阿义，那是我祖父的小名，你真是安邦公的后人。陆凡重重点头。族谱和笔记都在，按辈分算，我该叫您一声伯公。陈弘毅老泪纵横，用力拍着陆凡的肩膀。好孩子，没想到我祖父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兄弟，后人竟然如此出色，这是天意呀！伯公，这个伯公我认了。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陈弘毅不仅爽快地写了推荐信，还当场表示要动员南洋的潮汕商会力量，全力支持陆凡。第5章推荐信以一段跨越重洋、失落100年的族亲情谊圆满达成。白板上贴着春蕾助学计划的详细方案和进展照片。陆总，春蕾计划第1期已经在30所山区学校落地，反响非常好。我们正在筹备第2期，打算把重点放在乡村教师的培训和激励上。陆凡翻看报告，教师培训这个思路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了，我听说教育界有位泰斗，姓方，方守正老先生，他早年主编的教材影响了几代人。退休后一直在推动乡村教育研究。项目负责人点头。方老确实是教育界的标杆人物，不过老人家年事已高，很少公开露面了。一心在老家著书立说，偶尔指导一下他的几个博士生。如果我们以春蕾计划的名义邀请方老担任总顾问，为我们的教师培训体系把关，同时把他的教育理念融入到我们的助学项目里，你觉得有可能吗？项目负责人面露难色。这方老连很多官方机构的邀请都婉拒了，我们一个民间基金会。陆凡胸有成竹。试试看嘛，你把我们第1期的详细成果，特别是那些孩子和老师的真实反馈，整理成一份特别报告，再附上第2期关于教师培训的核心构想，我亲自去送。书房4壁皆书，朴实无华。方守正戴着老花镜，正在看陆凡带来的报告，神情专注。方守正翻完最后1页，摘下眼镜。资料做得扎实，不是花架子。尤其是这个乡村青年教师成长档案的设想，有点意思。抬头看陆凡。陆先生年轻有为，赚钱之余肯把钱和心思花在这上面，难得。方老过奖，我只是觉得教育是根本，我们资助建再多的教学楼，如果里面没有好老师，也是空的。方守正点头表示赞同，这话在理。不过我这个老头子挂名顾问当的多了，大多是图个名头。我很好奇，你为什么非要找我？陆凡知道关键时刻到了，他目光扫过书桌，看到一本摊开的旧相册。里面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几个年轻男女的合影。陆凡指着照片中一个扎着麻花辫、笑容灿烂的姑娘。方老，这位是？方守正眼神瞬间柔和。这是我妹妹方雅，很多年前因病走了。陆凡声音放轻，带着怀念。我外婆也有一张差不多的照片，她常跟我说，她年轻时有个最要好的姐妹，姓方，叫小雅，两人一起念师范，约好了要当一辈子老师。可惜后来外婆随家人南迁，断了联系。外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再见到她的小雅妹妹。方守正的手猛地一颤，他拿起老花镜，仔细看着陆凡的脸。你外婆是不是姓林，叫林秀兰？右边眉毛里有颗很小的痣。陆凡惊讶的，您怎么知道？方守正眼圈红了，喃喃自语：秀兰是秀兰的外孙。孩子，按你外婆和我妹妹的关系，你该叫我一声姨公啊。陆凡立刻起身，恭敬的姨公。方守正激动地拉住陆凡的手。好孩子，
秀兰她后来过得好吗？陆凡点头，外婆很好，儿孙满堂，前年才走的，很安详。她一直惦记着小雅姨婆和您。书桌上摊开着6封推荐信，分别来自科技、文学、医学、军工、侨领、教育领域的泰斗。陆凡看着第7个空位，眉头紧锁。陆凡自言自语：钱师伯、苏舅公、吴表叔公、雷师伯、陈伯公、方姨公，6位了，只差最后一位，金融界的传奇。他打开电脑，搜索傅云深这个名字，网页上的信息极少，只有一些10多年前的旧闻。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东方魔术师，主导过几次震惊世界的资本并购与救援，却在巅峰期突然隐退，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一条相关新闻停留在10年前。陆凡揉着太阳穴，傅云深比前面6位加起来还神秘，退休就退休，居然能隐居到连企业的情报网都只能给出模糊方向的程度。系统界面微弱的闪烁了一下，浮现出一行字：终极任务关键节点，目标傅云深，提示大隐于市，小隐于野，其踪迹与七爷的情报网络存在深层交集。陆凡若有所思，七爷，看来又得去麻烦这位神秘的情报商人了。不过连他都只能给出模糊方向，这位傅老先生到底藏得多深？七爷还是那副悠闲泡茶的样子。听陆凡说完来意，七爷慢悠悠的：傅云深啊，确实是个妙人。10年前他金盆洗手，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去瑞士某个小镇或者太平洋某个小岛，结果呢，他就在国内，在一个谁都想不到的最普通不过的江南水乡小镇里当了个普通老头。具体是哪个小镇？七爷给自己倒茶，我不能告诉你具体名字。陆凡愣住，为什么？价钱好商量。七爷摇头，不是钱的问题，是规矩，也是我对傅老的承诺。我欠他一个人情，答应过不主动泄露他的具体所在。不过我可以给你指条路。您说？他每年这个时节都会去杭州灵隐寺住几天，吃斋、听经、赏桂，不是以傅云深的身份，就是个寻常香客。这是他现在唯一还保留的与过去有微弱关联的习惯。能不能遇上，能不能认出来，就看你的缘分和眼力了。陆凡眼睛一亮，灵隐寺，多谢七爷。七爷品了口茶，先别谢，就算你见到他，以他现在的境界，普通的名利、人情，甚至你那些认亲的手段，恐怕都很难打动他。他就像那潭深水，你扔块金子下去，连个响都听不见。陆凡站起身，目光坚定，总要试试。第7位也是最后一位了。离开静心阁，陆凡知道这最后一位将是最难啃的骨头，不仅难找，更难忍。他需要的或许不再是亲戚关系，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灵隐寺内外游客如织，桂花飘香。陆凡和周磊看似随意的漫步，实则目光不断扫视着来往的香客，特别是那些独自一人、气质不凡的老人。周磊压低声音：凡哥，这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七爷只说父老会来，又没说具体时间、具体长相。这寺里每天来来往往多少老头啊？不一样，傅云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站在过顶峰的人。就算他刻意低调，那种融入骨子里的气度和普通游客，甚至普通退休老干部肯定有区别。注意看眼神和走路的姿态。两人在寺内主要殿宇和几条幽静小径转悠了一整天，一无所获。傍晚时分，香客渐少。不行了，凡哥，眼睛都看花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来？陆凡也有些疲惫，但不甘心。再等等，七爷说他来听经，这个时间晚课应该快结束了。就在这时，陆凡的目光定在了一位从大雄宝殿侧门缓步走出的老人身上。老人穿着极普通的灰色夹克，步履从容。他面容清癯，眼神平静无波，仿佛看透了世间一切喧嚣。磊子，你看那位。周磊顺着看去，挺有气质一老头，但也没什么特别的吧？陆凡低声道：你看他的手指，捻念珠的动作，节奏均匀，稳定的可怕。还有他的脚步，每一步的距离几乎分毫不差。这不是普通老人散步，这是一种极致的自我控制。跟上，别太近。老人没有乘坐任何交通工具，而是沿着一条游人较少的山道，不疾不徐地往山下走。陆凡和周磊远远跟着。凡哥，他这是要走去哪儿？这都快出景区了。陆凡紧紧盯着，看下去。老人走了约莫半小时，拐进山脚下一个极其普通，甚至有些破旧的临街小茶馆，招牌上写着老范茶铺。陆凡停在茶馆对面的小巷口观察，不是杭州本地人常去的雅致茶楼，就是这种最市井的小茶馆，大隐隐于市。果然，现在怎么办？进去直接认亲？
陆凡摇头，不行，七爷说的对，对这种人直接亮明目的只会适得其反。查一下这个茶馆，特别是老板的背景，还有傅老离开灵隐寺后最终会回哪里？他不可能每天从隐居地来回杭州。通过七爷情报网的进一步交叉验证，线索逐渐清晰。傅云深并非住在杭州，而是隐居在距离杭州约2小时车程的一个名叫七水镇的冷门江南古镇。他每隔一段时间来灵隐寺，回去时会在老饭茶铺歇脚，然后搭乘一趟固定的几乎没什么游客的乡村巴士返回七水镇。陆凡看着手机上传来的七水镇照片，青石板路，小桥流水，安静的仿佛被时光遗忘。七水镇最后一位传奇原来藏在这里。七水镇游客稀少，听雨轩是镇上唯一一家稍显雅致的茶馆。陆凡提前到来，选了个靠窗能看到门口的位置，独自摆开一副围棋。傅云深如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准时在下午3点步入茶馆。看到陌生面孔，陆凡和棋盘，脚步机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随即像没看见一样走向自己常坐的里间位置。陆凡没有抬头，专注地看着棋盘，仿佛在破解一个残局。他能感觉到傅云深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了一瞬。第一天，两人没有任何交流。傅云深喝茶看报，陆凡摆弄棋局，到点各自离开。陆凡依旧在研究那盘棋，眉头紧锁。傅云深坐下后，老板熟络地给他泡上自带的茶叶。茶馆老板对陆凡笑：“小伙子，你这盘真龙摆了2天了，还没破啊？”陆凡苦笑摇头：“太难，总觉着差一口气。”傅云深端起茶杯，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陆凡的棋盘，停留了大约3秒钟，然后移开，继续看他的报纸。陆凡捕捉到了这一瞥。第二天依旧无话，但陆凡注意到傅云深看报纸的时间似乎比昨天短了些。陆凡似乎遇到了瓶颈，对着棋盘长吁短叹。傅云深今天没有带报纸，只是安静的喝茶，看着窗外的流水小桥。陆凡仿佛自言自语，声音不大不小：“这一步若是弃了这脚，看似损失，却能换来中府一片生机，可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傅云深依旧看着窗外，忽然开口，声音平和：“弃子要看换来的东西值不值。若只为3-5目实地，不值；若为全局胜负手，再大的脚也可弃。”陆凡心底一震，抬头看向傅云深，老人这才缓缓转过头，目光与陆凡相接，平静如水，却深邃如潭。“老先生高见，晚辈愚钝，总是患得患失。”傅云深指了指棋盘：“你这局本就设得刁钻，处处两难。人生如棋，商场亦如棋。有时候最难的不是计算得失，而是看清什么才是真正的全局。”陆凡顺势请教：“还请老先生指点，何为全局？”傅云深端起茶杯，不答反问：“年轻人，你连续3天来这里，对着同一盘棋，是真的解不开，还是在等人？”空气仿佛凝固了。陆凡知道，真正的考验此刻才算开始。他放下手中的棋子，迎向傅云深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目光。气氛因傅云深那句直指核心的问话而略显凝滞。窗外细雨如丝，敲打着青瓦。陆凡没有回避，坦然承认：“是在等人，也在等一个破局的时机。”傅云深目光依然平静：“哦，等谁？又是什么局？”“等一位能告诉我这盘棋最终答案的人。至于局，是晚生人生中最大的一局。”傅云深没有看棋盘，反而更仔细地端详陆凡的脸，眼神中闪过一丝极淡的困惑和追忆。“年轻人，我们以前见过吗？你长得有点像一位我很多年前的故人，尤其是这眼神里的执拗劲儿。”陆凡心脏猛地一跳，他知道系统提示中那模糊的师门渊源，契机就在此刻。陆凡调整呼吸，让自己的表情带上恰如其分的激动与试探。“故人，不知老先生说的是不是一位姓顾名千帆的前辈？”顾千帆3字出口，傅云深整个人的气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是那个普通的退休老人，仿佛瞬间有股无形的气势透体而出，虽只一瞬，却让陆凡脊背发凉。傅云深声音低沉了几分：“顾千帆，你如何知道这个名字？他消失的时间比我还早。”陆凡根据系统提供的碎片信息，半真半假的编织：“顾老是我祖父的至交，也是我幼时的盟师。他教我下棋，教我识人，也教我金融市场如战场，
真正的胜负手往往在棋盘之外。他常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年轻时在华尔街交到一个能托付后辈的朋友，姓傅。可惜后来天各一方。傅云深沉默良久，茶馆里只有雨声和棋子的清响。他终于长长吐出一口气，眼神复杂地看着陆凡。千帆这老家伙，居然还偷偷教了个小徒弟，他教你下棋，就他那臭棋篓子！陆凡不好意思。顾老师说，他的棋艺是跟一位真正的高手学的，但他只学了皮毛。那位高手姓傅，按他们当年的约定，我该叫一声师公。师公二字，陆凡叫得恭敬又自然，仿佛已在心中练习过千百遍。傅云深没有立刻回应，他只是看着陆凡，目光仿佛穿透了时光，看到了遥远的过去。傅云深忽然仰头，发出一阵酣畅淋漓的大笑，笑声洪亮，震得两主似乎都微微作响，与他之前沉静的形象判若两人。傅云深笑罢，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好一个师公！顾千帆啊，顾千帆，你这老小子自己躲起来逍遥快活，倒给我送来个徒孙。”转头看陆凡，眼中金光闪烁：“小子，你这一手认亲的功夫跟谁学的？不会也是那老家伙教的吧？他可没这心眼。”陆凡被笑得有点懵，老实回答：“这个算是天赋，也可能是运气。”傅云深似笑非笑：“运气能集齐前面那6封推荐信，可不仅仅是运气。”他身体微微前倾，压迫感悄然而生：“说吧，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找到我这个退隐多年的老头子，想要什么？别告诉我只是想替顾千帆那老家伙问个好。”陆凡知道瞒不过，再次坦诚相告，将需要第7封推荐信以角逐华裔商会荣誉主席之事和盘托出。傅云深听完，重新靠回椅背，恢复成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华裔商会荣誉主席，虚名而已。不过你能让前面那6个老古董都为你提笔，也算本事。尤其是前手桌那倔驴和苏星河那酸秀才，可不是好说话的。是各位长辈抬。傅云深摆摆手：“少来这套！我问你，你争这个位置为了什么？名利还是别的？”陆凡认真思考后回答：“起初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不辜负这一路遇到的贵人，但现在我更觉得这是一个平台，一个能让我把天书慈善基金和我想做的一些事儿推到更高、影响更大范围的平台。”傅云深盯着陆凡的眼睛，仿佛要判断他话语的真伪。平台，这倒是个实在理由。顾千帆教你的东西里，有没有告诉过你金融的本质是什么？他说是资源配置，是信用，是时间的游戏。傅云深点头：“还行，没教外。信我可以写，不过我有个条件。”傅云深看着榆木：“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坐上那个位置，坐上去之后，你要用你的影响力推动一件事，建立一套更透明、更有效率的跨境华人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共担机制。太多有想法、有技术的华人小企业死在了资金和渠道上，这件事比100个慈善晚宴都实在。”陆凡肃然：“师公，我答应您，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傅云深转身拍了拍陆凡的肩膀，第一次露出真正属于长辈的温和笑容：“好，这声师公没白叫，明天这个时候来拿信。”走了2步，又回头，带着点戏谑：“对了，告诉你那个神出鬼没的七爷，下次再派人远远的盯我茶馆，我就断了他的情报源，让他直接来跟我下棋。”陆凡尴尬：“是，师公。”望着傅云深消失在雨巷深处的背影，陆凡长舒一口气，浑身轻松。最后一块，也是最难的一块拼图，终于以一种意想不到却又无比扎实的方式归位了。七龙珠集齐。红木长桌两侧坐满了气息沉稳的商界前辈，陆凡站在桌前，周磊站在他侧后方，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紫檀木盒。商会秘书长推了推眼镜，语气严肃：“陆凡先生，你提交的荣誉主席候选人申请以及这7封推荐信，我们已经初步验证过真实性，不得不说令人震惊。前手桌院士的亲笔，他已经10几年不为任何事出具私人推荐了。苏星河老先生的墨宝，还有这私章，做不得假。这一封更是难以置信，这位居然肯再次提笔，
议事厅里响起压抑的议论声，这些见惯风浪的大佬们此刻脸上都写满了惊讶和审视。陆凡不卑不亢，晚辈自知资历尚浅，能获得7位前辈的垂青，是莫大的幸运与责任。今日呈上信函，并非要求什么，只是表明心迹与资格，接受各位前辈的审议。商会秘书长与其他几位核心理事交换眼神。陆先生，按照程序，你的候选人资格我们予以确认。但是荣誉主席的最终授予并非只看推荐信，他需要得到商会超过2/3常任理事的投票支持。更重要的是，需要应对随之而来的全方位的审视与挑战。你可明白？陆凡点头，明白。无论考验是什么，晚辈愿意接受。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你要知道，这个位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权力，却也像一个灯塔，会吸引所有的风浪。我们收到风声，一些国际资本势力对你近来的崛起和这次的提名颇为关注。凡哥，来者不善。陆凡微微一笑，多谢前辈提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华裔商会的荣誉理应由华裔商人自己来守护和定义。周磊抱着空盒子，兴奋。凡哥，成了，第一步成了，他们承认了你的候选资格。陆凡看着远处天际的晚霞，表情却没有太多喜悦，只是拿到了入场券而已。秘书长和那位理事说的对，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戚风推荐信是护身符，也是靶子。周磊收起笑容，你是说那些风浪？陆凡点头。我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又突然要去够一个象征意义巨大的位置，有人坐不住了。磊子，让我们的人都动起来，全面戒备，尤其是海外的业务和资金链，盯紧点。明白，我马上安排。就在陆凡和周磊上车离开后不久，商会总部大楼的阴影里，一个戴着蓝牙耳机的人低声汇报：目标已离开，戚风推荐信确认为真，可以执行计划。空气中弥漫着山雨欲来的气息，平静的湖面下，暗流开始汹涌。大屏幕上显示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动态图，多处标红闪烁。陆总，情况不妙。从昨天凌晨开始，我们在北美、欧洲、东南亚的6家上市公司同时遭到不明来源的巨额卖空。舆论上，多家国际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集中发布对我们不利的所谓深度调查报告，质疑我们的财务状况、慈善基金运作透明度，甚至影射您早期发家时不清不楚。我们的股价全线下跌，部分合作银行开始打电话来关切询问。海外几个关键收购案，对方突然态度模糊，要求重新谈判条款。周磊一拳捶在桌上，肯定是那帮孙子，看凡哥要竞选荣誉主席，坐不住了。陆凡盯着屏幕，面色沉静。卖空报告，舆论攻击，商业合作施压，标准的组合拳，查清楚幕后是谁了吗？很隐蔽，资金通过多个离岸空壳公司流转，但初步分析是向几家老牌华尔街秃鹫基金，还有可能和赵家参与势力以及龙家某些旁支有间接勾连。陆凡冷笑，新仇旧恨都凑一块了。看来这荣誉主席的考验，第一关就是商战火并。陆凡独自站在窗前，手机不能震动，他必然来电。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络图，那是他这些年积累下的由亲情纽带连接的人脉帝国。陆凡低声自语：系统，这就是你说的最终考验吧？调动一切。他睁开眼，眼神锐利。那就如你所愿。他拿起专用加密电话，开始拨号。喂，大伯，是我，有件事需要您和您的商界老友们帮忙。陆凡的电话一夜未停，打给干爹雷老虎，让他动用在转型过程中结识的那些能量巨大的新旧人脉，尤其是某些特别渠道，收集对方的确凿把柄。打给远在海外的伯公陈弘毅，请求南洋华商网络在舆论和资金渠道上给予支持，稳定东南亚阵脚。打给姑奶奶伊莎贝尔，借助梦之类集团的全球品牌影响力和高端客户网络，进行反向舆论造势和施加压力。甚至打给了在仓库表现优异的赵青宇，给了他一个特殊任务，利用他对原赵家及龙家旁支内部运作的了解，从内部寻找突破口。最后他通过加密线路联系了七爷，只说了2个字：情报。随着陆凡一个个电话拨出，一张无形而坚韧的大网开始在全球范围悄然收紧。科技、文化、医药、侨界、奢侈品乃至某些灰色地带的能量都被亲情这根主线串联起来，开始对抗来自传统金融巨鳄和宿敌的联合围剿。
一场没有硝烟却关乎未来商业格局的战争正式打响。巨大的电子屏幕被分割成10几块，显示着全球各市场的实时数据、新闻摘要和通讯界面。电话铃声、键盘敲击声、快速汇报声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周磊拿着平板，语速飞快。凡哥，北美那边做空我们科技子公司的资金链条被神秘力量截断了，对方好像突然遇到了更麻烦的税务稽查和反垄断调查。陆凡盯着屏幕，谁干的？查到了，是几家之前和我们几乎没有交集的硅谷华人创投基金，以及一家顶尖的网络安全公司。他们老板刚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并力挺了我们关于技术创新的声明。周磊愣住，那家网络安全公司的创始人是不是姓钱？陆凡笑了，前手捉师伯的得意门生，按辈分算我师兄。看来师伯不光写了信，还打了招呼。陆总，东南亚市场舆论开始转向，几家主流华文媒体突然连续刊登正面报道，还有当地有影响力的侨领公开表态支持我们。陆凡点头，陈伯公出手了。欧洲区经理视频连线，沃什莫之类集团刚刚宣布将与我们旗下品牌进行更深度的联名合作。伊莎贝尔女士在接受时尚杂志采访时称，因为家族最杰出的年轻一代，这极大对冲了之前的负面舆论。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军工领域的世博雷震虽然不能直接介入商业，但他的一些老部下如今在相关监管和安保领域担任要职的人，以个人身份对某些试图浑水摸鱼的资金发出了友善提醒。教育界的移工方守正联合了一批学者，在权威媒体上发表文章，论述良性商业竞争对国家创新的重要性，矛头暗指不正当的金融狙击。喧嚣暂告一段落。凡哥，我算是服了，你这迁就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候拉出来，简直是个怪物兵团。要科技有科技，要舆论有舆论，要资金有资金，要吓唬人都有吓唬人的。不是我的网，是我们一起织的网。他们帮我是因为我真的把他们当亲人，也因为我做的事他们认可。道理我懂，但这凝聚力也太吓人了，感觉你一声令下，他们能从各行各业伸出援手。陆凡看着屏幕上稳定下来的曲线，这才刚开始，对方是国际资本巨鳄，不会这么容易罢手。真正的硬仗恐怕在金融市场本身，我们的资金链和股价还是最薄弱的环节。那怎么办？咱们流动资金虽然多，但也架不住对方全球范围的持续攻击啊。陆凡目光深远，所以需要一位真正能镇住场子的定海神针出山了。陆凡拿起手机，翻到了那个标注为施工的号码。这场战争需要一位曾经在金融世界巅峰搏杀过的传奇来稳定最根本的军心。会议室气氛凝重，傅云深坐在主位，虽然依旧穿着朴素，但此刻无人敢忽视他身上那股掌控全局的气势。傅云深手指轻敲桌面，对方用的是老套路，但力度和协同性比预想的强，瞄准的是小陆的上市公司和资金链，这是根基。前手多冷哼，魑魅魍魉，就知道玩这些金融把戏，有本事真刀真枪比技术创新。吴慎之慢悠悠，老钱极没用，金融也是战场，并造在资金和信心。看向傅云深，老傅，你既然来了，必有对策。傅云深看向陆凡，小陆，你现在最大的压力是不是几家主要合作银行的态度开始摇摆，以及短期偿债资金被恶意锁定？陆凡点头，是施工，他们利用舆论和做空报告制造恐慌，影响我的信贷评级。傅云深对旁边一位一直沉默、穿着中山装的清瘦老人说：老李，你管的那几家政策性银行和主群基金该出来说句话了。华裔商会未来的荣誉主席候选，如果因为莫须有的攻击导致正常经营受影响，岂不是笑话？李老缓缓点头，已经在走流程。下午会有一个非正式的吹风会，强调支持有核心竞争力的华裔企业，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另外，他看向另一位微胖的老人，老孙那边也可以动一动了。孙老笑眯眯，我那边几个养老基金、保险资金正愁找不到稳健的好标的呢。天枢资本的实体资产和长期盈利能力，我们还是看好的，买点债拖拖底，合情合理。三言两语之间，国内金融市场最顶层、最稳固的一股力量被悄然调动。这不仅仅是资金支持，更是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陆凡及其企业在国内根基牢固，受认可。陆总，压力减轻了，几家大银行刚刚来电，表示之前的
关切事务会信贷额度保持不变，而且有一笔条件非常优厚的长期债券被神秘资金全额认购，极大缓解了我们的短期流动性压力。周磊看着屏幕上开始反弹的股价和稳定的资金曲线，施工他们这就搞定了，感觉对方的重拳打在了棉花上，不是打在了钢板上。陆凡松了口气，但眼神依然警惕。国内根基算是稳住了，但这只是防御。傅施公说的对，对方真正的目标可能不是我资金链断裂，而是通过持续打击逼我贱卖核心资产，或者放弃竞选。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光挨打不还手啊！陆凡眼神锐利起来。当然要还手，而且要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师伯、表叔公他们稳定了后方，现在该轮到前线的亲戚们主动出击了。通知我大伯、干爹、二舅他们，按第2套方案可以开始了。陆凡的指令下达，一张由传统商界豪强、转型势力、新兴资本组成的反击网络，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针对对手的薄弱环节发起精准而凶狠的反冲锋。商业战争进入短兵相接的白热化阶段，多个视频画面同时显示，气氛火热。周天豪声音洪亮：“都听好了，那帮外国佬想吞了我侄子的公司，做梦！老子别的没有，就是钱多朋友多。他们不是喜欢收购吗？咱们也玩。老张，你那边不是一直盯着那家欧洲的精密仪器公司吗？干的，资金不够找我。”张明远二周老哥放心，我已经在2级市场秘密吸筹1周，他们母公司正被这次风波牵连，股价低迷，正是机会。雷老虎魔术不爱，老子转型搞文旅，别的没学会，就学会合法合规的找人聊天了。那几家搞事的基金有几个小股东，我正好认识，请他们喝喝茶，聊聊人生，保证让他们投反对票。某建材大亨亲戚，我在澳洲有几个矿，跟那边本地势力说，那帮秃鹫基金在澳洲也有不少投资了，我让人给他们找点环保上的麻烦，够他们喝一壶的。某航运巨头亲戚，他们关键的物流供应链，呵呵，最近海运价格波动大，团期紧张，他们的货可能要不小心延迟一下。这群平时在各自领域叱咤风云的亲戚们，此刻为了同一个目标，毫无保留地调动着自己的资源和手段。他们的反击或许不够优雅，但绝对直接、有效，且打在对手意想不到的地方。屏幕上显示着全球各地的反击战果。周磊兴奋地指着屏幕：“凡哥，快看，那家领头的秃鹫基金，他们秘密重仓持有的一家欧洲新能源公司，突然遭到不明来源的敌意收购邀约，报价比市价高出30%，他们必须调集资金回去防御。”陆凡微笑：“是二舅的手笔，他看中那家公司很久了，正好一箭双雕。”陆总，我们监测到对方针对我们东南亚子公司的舆论攻击突然减弱，几家带节奏的本地媒体开口了。这又是哪位亲戚的功劳？应该是陈伯公打了招呼，或者看了一眼另一条信息：干爹请人喝茶见笑了。财务总监快步走近：“陆总，好消息，对方似乎后院起火，由于做空我们的部分资金正在被迫撤出，我们的股价开始强势反弹。”陆凡走到大屏幕前，看着那条原本陡峭下跌，如今已掉头向上的核心股价曲线。压力给回去了，但这还不够。舆论上的污名化，尤其是针对我个人的早期攻击，才是最阴毒的。这需要另一种力量来清洗。文化结合，教育界的亲戚们。陆凡点头。该请苏舅公和方义公他们，还有知意那边的艺术圈朋友，打一场漂亮的舆论反击战了。我们要把这场商业战争升华到华商精神与外来恶性资本对抗的层面。主持人引向话题：苏老，最近商界风起云涌，一些国际资本对本土新兴企业的围剿，也引发了关于商业伦理和文化自信的讨论。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苏星河须发洁白，气度从容，声音透过屏幕传遍千家万户。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古往今来，见不得别人好的，总会想方设法使绊子。但我要说的是，真正的力量源自于正道，源自于对家国的担当，源自于文化的根脉。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冷，而不是靠些捕风捉影、捏造抹黑的伎俩。我认识一位年轻人，白手起家，不忘回馈桑梓，支持教育文化，这样的企业家不该被污水泼身。苏星河虽然没有点名，但其影响力和指向性毋庸置疑。节目播出后，文人风骨力挺本土企业家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方守正通过视频连线，言辞恳切：我们评判一个企业家，不能只看他赚了多少钱，更要看他为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尤其是对教育、对未来的投入。某些攻击刻意忽略其巨额慈善投入和对创新的支持，
只纠缠于早年未经证实的传闻，这是不负责任的。这会让多少有心做实事的年轻人寒心。我同意方老的观点，这是一场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舆论操纵进行的非正当竞争。我们需要保护的是那种有创新精神、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生态。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声音为陆凡披上了社会责任和创新保护的正义外衣。沈之毅身着简约礼服，韵度怡显，气质温婉而坚定。今晚的主题是初心与未来。我想，无论是艺术还是商业，初心都至关重要。我先生的初心是做一个有价值的企业，帮助更多人。他展示了天书慈善基金在乡村学校、医疗援助等方面的成果影像，这些比任何流言都更真实。我们欢迎监督，但拒绝污蔑。沈之毅以陆凡妻子的身份，用事实和温情进行回应，赢得了大量公众同情和好感。艺术圈、时尚圈的意见领袖们纷纷发声支持。连续几天，通过文化、教育、艺术领域的亲戚和有影响力人士的持续发声，舆论风向彻底扭转。陆凡的形象从一个可能有问题的暴发户，变成了一个被国际资本恶意打压、有情怀有担当的民族企业家代表。对方的舆论武器不仅失效，反而激起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周磊看着社交媒体上一边倒的评论，凡哥，这舆论战咱们赢得漂亮，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恶人，我们是受害者兼英雄了。陆凡看着屏幕上苏九公威严的面孔，方一公恳切的神情，以及沈之毅在镜头前坚强而美丽的身影。这不是赢，是正义本该如此。接下来该彻底结束这场闹剧了。持续多日的紧张气氛终于缓和，大屏幕上代表危机警报的红色区域已基本消失，绿色、稳定和蓝色反击成功占据主流。海外市场负责人视频连线，语气兴奋。陆总，对方领头的图九基金刚刚发布公告，宣布基于重新评估，暂停所有针对天书资本及其关联公司的做空操作。他们旗下一支主要基金因在欧洲收购站和澳洲的麻烦中损失惨重，投资者正在大规模赎回。跑得倒快，其他跟风的基金见势不妙，也开始撤了。舆论上那些带节奏的媒体要么删稿，要么转向开始报道我们的韧性和慈善贡献。股价不仅收复失地，还因为这场漂亮的防守反击战，市场对我们管理风险和调动资源的能力评价极高，创了新高。银行那边现在不是我们来求他们，是他们排着队想给我们提高授信。这时，陆凡的私人手机响起。是华谊商会秘书长的专线，陆凡接听，语气平静：“秘书长您好，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挂断电话，所有人都看着他。陆凡环视众人，露出微笑。刚接到正式通知，鉴于外部不正当竞争威胁已基本解除，且候选人展现了卓越的商业领导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经商会常任理事会紧急会议表决通过，我将被正式授予华谊商会荣誉主席称号。授衔典礼定在下月初。指挥中心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凡哥，成了，我们赢了！喧嚣过后，只剩2人。凡哥，这下真成陆主席了，感觉怎么样？陆凡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繁华街景，感觉责任更重了。这个头衔是大家捧上来的，没有施工，他们稳定大局；没有大伯干爹，他们前线厮杀；没有救公移工，他们扭转舆论；没有你们在这里没日没夜的撑着，我走不到这一步。但最关键的那根线是你牵起来的，是你把大家都连成了一家人。陆凡笑了笑，没接话，心里默默补充：是系统给了我最初那根针。对了，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亲戚，还有公司的核心团队，授衔典礼的邀请函要最用心的准备，一个都不能少。放心，这是我亲自盯，保证办得风风光光。一场席卷全球的商业战争，以海外资本的仓皇溃退和陆凡的全面胜利告终。而这场胜利也为他通往华裔商界至高荣誉之一的道路扫清了最后的障碍。礼堂灯火辉煌，庄重典雅。授衔仪式刚刚结束，陆凡胸前佩戴着象征荣誉主席的徽章。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庆祝酒会，但场面与其说是商业酒会，不如说是大型家庭聚会。放眼望去，主桌区域，周天豪、大伯正红光满面的和浮云深、施工、前手桌、师伯、横杯3位老爷子不知道在聊什么，笑得开怀。文化圈那边，苏星河、九公被一群文化名流围着，正指着不远处一幅画对陆凡和沈之毅说着什么。沈之毅认真倾听。医学教育圈，吴慎之、表叔公和方守正、一公居然坐到了一起。
似乎在对某种药膳进行学术讨论。乔岭区、陈弘毅、伯公带着几位南洋华商，正和雷老虎、干爹相谈甚欢。雷老虎比划着，好像在介绍他的文旅项目。角落里，雷震、世伯依旧坐得笔直，身边围着几个气质精干的中年人，看似随意聊天，实则气场强大。稍远一些，赵青雨穿着得体的西装，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一切，眼神复杂。周雷走过去，递给他一杯酒，拍了拍他的肩膀。人群中还能看到张明远、二舅、伊莎贝尔、姑奶奶、七爷坐在很不起眼的角落，对陆凡举了举杯。陆凡的父母、陆明堂兄、小卖部老板、表舅，甚至顾清寒和他的表弟男友林朗也来了。陆凡挽着沈之意，看着这济济一堂谈笑风生的场面，一时有些恍惚。沈之意轻轻靠着他，看什么呢？看我的全世界，你知道吗，之意？几年前我还是个在出租屋里刷视频抱怨命运的失业青年，现在台下这些人都是我的亲人。沈之意温柔的笑，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你的真心，你不是把他们当工具，是当家人。看着台下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陆凡清了清嗓子，声音通过音响传遍礼堂。各位长辈、各位朋友、各位家人，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不是感谢商会给予的荣誉，而是感谢命运让我遇到了你们。他目光缓缓扫过众人，没有在座的每一位，就没有今天的陆凡。这枚徽章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的。台下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今后希望我们不仅是商业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可以常来常往、互相扶持的一家人。这杯酒，敬家人，敬未来。气氛达到高潮，陆凡在璀璨灯光和众人目光中一饮而尽。他知道人生巅峰莫过于此，功成名就，亲朋满座，挚爱在侧。车窗外，城市的流光溢彩飞速巡演。陆凡也微醺，看着窗外，心中被巨大的满足感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空虚填满。系统提示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清晰无比，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人性化的柔和。检测到宿主已达成阶段性终极成就人脉之王，主要判定依据：一、构建覆盖多领域、高稳固度的顶级人脉网络；二、成功调动该网络应对并化解全球性商业危机；三、获得华裔商会荣誉主席称号，得到传统精英阶层广泛认可。陆凡心中一震，酒意醒了大半。系统终极任务已完成，根据初始协议与核心逻辑，本系统使命已达，现开始执行隐退程序。陆凡尽管早有预感，但这一刻真的来临，还是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隐退，现在这么快？不是立刻，隐退倒计时30天，期间系统将逐步降低存在感，关闭非核心功能，仅保留基础界面供宿主适应。30天后，系统将完全离线。陆凡在脑海中急切地问：隐退之后呢？我现有的能力，这些人脉关系会不会？请宿主放心，系统隐退后，所有已解锁并固化的能力，如危机预知、商业直觉、人格魅力强化等，将永久保留，成为宿主自身素质的一部分。所有通过系统建立并已转化为真实情感连接的亲情人脉网络，将不受任何影响，其稳固性由宿主自身维系。陆凡稍稍松了口气。也就是说，你只是离开，不会带走任何你已经给我的东西。正确，系统本质是辅助与催化剂，真正的基石是宿主自身的努力、选择与付出。如今基石已成，大厦已立，脚手架自当拆除。陆凡沉默片刻，谢谢你，系统，没有你，我没有今天。不客气，宿主，这是相互成就。最后阶段，请宿主珍惜并善用这30天过渡期，预祝您未来一切顺利。系统提示音将进入静默模式，倒计时开始。脑中的声音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其简约、半透明的倒计时界面，悬浮在意识角落，显示着29天23时59分。陆凡靠在椅背上，长长的、无声地吐出一口气。他轻轻搂紧怀中的沈之意，感受着他和未出生孩子的温度。要开始习惯没有系统提示的人生了。早餐时间，陆凡有些心不在焉，目光不时飘向虚空，似乎在确认什么。沈之意递过牛奶。怎么了？昨晚没睡好，还是酒没醒？陆凡回过神，笑笑。没事，就是在想以后的事儿。以后荣誉主席都当上了，宝宝也快出生了，以后就安心当你的大佬和奶爸呗。陆凡点头，半开玩笑。对，奶爸，我得提前练习。他试图像以前一样，下意识地在脑海里询问系统，比如新生儿哭闹的常见原因及应对策略优先级，但没有任何回应，
只有那个无声跳动的倒计时。他愣了一下，随即自然地笑了笑，拿出手机开始搜索。沈之意察觉到他细微的异常，真没事，感觉你有点不在状态。陆凡收起手机，真没事，就是觉得以后做决定更要靠自己了。周磊在汇报工作，陆凡认真听着，不再像以前那样能立刻在脑海中调出相关人员的关系强度或潜在封建提示。他需要更专注的倾听，更仔细的分析周磊的话和带来的资料。大概就是这样。凡哥，你觉得这个合作方怎么样？陆凡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仔细翻看着对方的背景资料，凭借自己这些年锻炼出的眼光和经验进行判断。背景看起来干净，团队也有实力，不过他们创始人上次离婚官司闹得有点大，虽然解决了，但要注意后续股权是否清晰，以及对他个人状态的影响。约个时间，我亲自见见吧。周磊记下。好。对了，凡哥，你最近好像问的比以前细了。以前你大概扫一页就能说出个1、2、3来。陆凡笑了笑，以前是年轻气盛，靠直觉，现在责任大了，得更谨慎，每一步都想清楚，不能总依赖过去的经验。接下来的几天，陆凡有意地减少了对系统残留功能的依赖，他主动约见重要的合作伙伴和亲戚，不再仅仅依靠关系标签，而是通过更深入的交谈来感知对方的真实想法和需求。他发现，没有了那些直观的提示，他反而观察得更细致，思考得更周全。陆凡处理完文件，看着意识角落里那个已经变成26天10小时的倒计时，他尝试呼唤系统，没有任何回应。曾经熟悉的操作界面也早已消失。陆凡自言自语：“看来是真走了，或者说准备走了。”他拿起桌上的一张合影，是寿衔典礼上他和沈之意被众多亲戚簇拥在中间的照片，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系统给了我认识他们的契机，但真正留住他们的是我自己。他就像火箭的助推器，把我送上了轨道。现在该我自己飞行了，还有20多天，得好好适应。他关掉台灯，走出书房。卧室里，沈之意已经睡着，陆凡轻轻躺下，将他拥入怀中，感到无比踏实。即使没有系统，他也有信心守护好现在拥有的一切，并创造更好的未来。陆凡正在审阅一份慈善项目计划书，意识角落里的系统倒计时无声跳动着03天0时01分。他偶尔会瞥一眼那半透明的数字，心情复杂。还剩3天，就像有个老朋友要远行，再也不回来了。突然，书房里的灯光极其轻微地闪烁了一下，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明显。陆凡抬起头，系统提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温情的语调响起：“宿主。”陆凡放下笔，坐直身体。系统，你还在？倒计时结束前，本系统仍在运行。检测到宿主核心情绪对未来的期待聚焦于未出生子女，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分离存在微弱焦虑。陆凡苦笑，这儿你也能检测到？根据初始协议及最终评估结果，宿主表现远超预期。在隐退前，系统将发放最后一次特殊奖励。陆凡面前，空气中浮现出淡淡的金色光粒，汇聚成一行字：血脉共鸣，被动，永久生效。血脉共鸣。这是什么？此能力将作用于宿主的直系后代。效果：宿主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将天然的更容易获得与宿主有稳固亲情链接的长辈及您的各位亲戚的好感、关照与潜意识庇护。此效果源于宿主自身建立的强大亲情能量场对后代的自然负责，非强制，符合宇宙因果律。陆凡愣住了，消化着这段话。意思是我的孩子以后见到我大伯、我舅公、我干爹他们会更容易被喜欢、被照顾。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一种基于亲缘认可的磁场强化。奖励发放完毕。等等，这会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副作用？比如被宠坏？否，好感与庇护不等于无原则溺爱，教育的责任仍在宿主自身。该能力仅提供更温暖的成长环境与更多潜在的人生机遇。陆凡松了口气，随即涌起巨大的感动和一丝好笑。系统，你临走还送我这么一份大礼，是怕我以后的孩子人缘不好吗？逻辑分析，优化宿主核心关切对象的生存发展概率，符合系统最终使命。倒计时继续，祝您与您的家人一切顺遂。声音再次沉寂，只剩那跳动的数字。陆凡坐在椅子上，笑了。血脉共鸣，这礼物真是又实在又玄乎，不过听起来不错。我的宝贝，看来你将来要有一大群超级厉害的爷爷、奶奶、舅公、姑奶奶疼了，压力山大。夜深人静，沈之意熟睡，陆凡却有些失眠，静静地看着意识角落里的倒计时，数字无声跳动，
每一下都仿佛敲在陆凡心上。最后10秒，6、5、4、3、2、1，那半透明的倒计时界面像接触不良的屏幕一样，极其轻微的闪烁了一下，如同被风吹散的沙画，化作无数细微的光点，悄无声息地消散在意识的黑暗中。没有告别语，没有提示音，什么都没有，就这样静默地消失了。陆凡在黑暗中眨了眨眼，尝试在脑海中轻声呼唤系统。一片寂静，不再有任何界面，任何回应。那种伴随了他崛起之路的若有若无的存在感彻底不见了。他静静地躺了几分钟，没有预想中的失落或慌张，反而有一种奇异的脚踏实地的轻松感，就好像一个一直带着辅助轮骑车的人，突然发现辅助轮不知何时早已收起，而自己早已能平稳骑行。陆凡轻轻吁出一口气，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再见，系统，谢谢你，剩下的路我自己走。他转过身，将手轻轻附在沈之翼隆起的腹部，感受着里面小生命的轻微动静，一种前所未有的纯粹的责任感和力量感涌上心头。周磊汇报完工作，随口问：凡哥，你昨天让我查的那家新公司的背景，我这边资料齐了，你现在要看吗？还是等你有那个直觉了再说？以前遇到不太确定的事，陆凡有时会说等我再感觉一下。周磊知道这可能和他的某种特殊直觉有关。陆凡笑了笑：不用等了，以后都没那个直觉可等了，咱们就靠眼睛看，靠脑子分析，靠大家一起讨论。周磊愣了一下，随即恍然笑道：明白，这才是正道，那咱们就按正道来。陆凡翻开文件仔细阅读，他发现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速度并没有下降，商业直觉、危机预知等能力似乎真的已经内化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而心中那张庞大的亲戚人脉网络图也清晰依旧，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段真实的温暖的关系。系统走了，但他给我的工具和材料都留了下来，房子是我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现在该我好好住在里面，并让它变得更好了。窗外阳光明媚，陆凡知道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没有外挂却更加坚实丰盈的人生新篇章正式开始了。满月宴现场布置的温馨又隆重，主角是被包裹在柔软襁褓里睡得正香的小婴儿，陆凡和沈之翼的儿子，取名陆明澈。沈之翼气色很好，抱着孩子，陆凡站在一旁，脸上是初为人父的有点傻气的幸福笑。周天豪大伯第一个凑过来，声音洪亮：哎呦，我的大孙子，让大爷爷看看。小心翼翼接过孩子，动作竟十分熟练。瞧瞧这眉眼，跟小凡小时候一模一样，不对，比小凡俊。苏星河舅公拄着拐杖仔细端详，天庭饱满，眼神清亮，虽然闭着眼，有灵性，将来定是读书的料。舅公给你准备了一套文房四宝，传世的。雷老虎干爹搓着手，想抱又不敢。嘿嘿，小宝贝，我是你干爷爷，干爷爷给你弄了个纯金的长命锁，还有压低声音，等你长大了，干爷爷带你去看咱家的文旅帝国。傅云深施工也难得露面，站在稍远处，看着被围住的孩子，对陆凡微微颔首。血脉不错，好好教。血脉共鸣的效果似乎开始显现。小明澈明明在睡觉，但每个长辈抱着他时，他都格外安稳，甚至偶尔会无意识地翘起嘴角，引得抱着他的长辈心花怒放。陈弘毅伯公用潮汕话念叨着祝福，将以为晶莹剔透的翡翠平安扣放在孩子身边。乖乖长大，平平安安。礼物堆积如山，从名贵珠宝、房产份额、教育基金，到稀奇古怪的未来承诺，如干爷爷的茶园继承权、舅公的独家书法课，应有尽有。张明远二舅小凡之意，我没什么稀罕物，就给孩子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保证他将来无论想做什么都有底气。伊莎贝尔姑奶奶优雅但热情。我们梦之类的婴儿线，所有新品第一件都给我这宝贝曾侄孙。吴慎之表叔公和方守正姨公竟然联手。我们俩给孩子准备了一套从出生到成年的定制健康与教育跟踪方案，包括最好的儿科医生、营养师和启蒙老师。雷震世博言简意赅，身体要练好，3岁以后我派人来教基础体能。众人七嘴八舌，争着表达宠爱，差点为了谁是第一干爷爷干奶奶吵起来。沈之翼靠在陆凡身边，小声笑道：
我现在相信你那个血脉共鸣了。咱们儿子这还没睁眼呢，后宫啊不是后援团就强大到离谱了。陆凡搂着妻子的肩，看着眼前这热闹的有些混乱却又无比温暖的场面，眼眶微热。是啊，这小子将来想不长歪，我们可得费点劲了。周磊在一旁拿着小本本记录礼物，愁眉苦脸。凡哥，嫂子，这礼单我快寄不过来了，而且好多根本估不了价。小寿星陆明澈在睡梦中咂了咂嘴，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全宇宙，至少是他的亲戚宇宙宠爱和期待包围的最幸福的宝宝。会议接近尾声，陆凡坐在主位，但气质比以往更加沉稳内敛。那么从下个季度开始，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绝大多数战略决策就交由以周磊总裁为首的管理团队全权负责。我只在重大方向和新领域投资上保留最终建议权。各位都是行业顶尖人才，我相信你们能带领天书资本走得更远。管理团队成员们纷纷点头，表示理解和支持。陆主席放心。周磊既兴奋又有些忐忑。凡哥，你这甩手掌柜当的，我真怕担子太重。陆凡笑着，你跟我这么多年，本事我清楚，大胆去做，出了问题我都抵。不过有几条原则必须守住，合法合规是底线，善待员工，天书慈善基金的投入比例只增不减。还有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记得你还有一群很能干的亲戚叔叔伯伯可以请教。周磊重重点头，明白。阳光和煦，花园里鲜花盛开。陆凡换下了严肃的西装，穿着舒适的休闲服，正笨拙但耐心地弯着腰，伸开双手护在儿子旁边，防止他摔倒。沈之意坐在一旁的藤椅上，微笑着看着父子俩。真不习惯啊，陆主席现在天天在家带孩子养花。陆凡眼睛盯着儿子，随口答：主席是虚名，爸爸才是实在货。成功扶住差点摔倒的小明澈，松了口气。再说了，公司有周磊和那帮精英，比我自己管可能还好。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陪老婆孩子，还有花钱。花钱？陆凡走过来坐下。花在慈善上。天书慈善基金现在规模更大了，我打算更深入的参与项目筛选和监督，亲自跑一些偏远地区，看看钱是不是真的用到了刀刃上。顺便，他看向咿咿呀呀的儿子，带咱们的小明澈从小看看不一样的世界，知道生活不易，懂得珍惜和帮助他人。沈之意目光柔和，这个安排很好。小明澈终于走累了，扑腾着倒进陆凡怀里，扑了陆凡一脸口水。陆凡毫不在意，抱起儿子亲了一口。对不对啊，儿子？爸爸以后多陪你，好不好？小明澈发出无意义的音节。爸爸。褪去了商界领袖的光环，陆凡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却更加充实。他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家庭和真正热爱的慈善事业中，享受着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刻，也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去点亮更多人的生活。对他而言，这才是系统消失后最真实、最珍贵的人生。门铃响起，沈之意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位背着旧书包、神情腼腆又激动的年轻人。阿木恭敬的带着浓重口音：您好，请问那里是陆凡陆叔叔家吗？是的，你是？阿木眼眶瞬间红了。哦，我叫阿木，从前东南山里来的。陆叔叔资助我们学校很多年了。哦，我今年考上了大学，我想当面谢谢他。陆凡闻声从书房走出来，看到阿木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温暖的笑容。阿木，快进来。陆叔叔，我是春雷计划第一批受助的学生，没有您，没有那所新学校，没有方爷爷他们派来的老师，我可能早都辍学打工去了。我考上了师范大学，我想以后回山里当老师，像帮助我的老师一样，帮助更多的弟弟妹妹。陆凡接过那张略显褶皱却重读千钧的通知书，看着上面某某师范大学的字样，又看看眼前这个眼神清澈坚定的年轻人，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孩子，你真棒！陆凡深吸一口气，拍拍阿木的肩膀。好，太好了，这是我这几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比你陆叔叔当年赚了几个亿都高兴。陆凡留阿木吃晚饭，并在花园里边散步边聊天。小明澈跟在旁边，好奇地听着大人们说话。阿木看着美丽的花园，有些局促。陆叔叔，您家真漂亮。我们山里现在也修了路，学校有电脑了，好多人家都盖了新房子。那就好，日子是一点点好起来的。他看着阿木，你考上大学只是第一步，以后当老师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有很多诱惑。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保持这份初心。阿木用力点头。我记得我们校长常说，陆叔叔临时活菩萨，我以后也想做能照亮别人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光。陆凡被这质朴的话打动，揉了揉阿木的头发。
你不是一点光，你会是很多孩子的太阳。送走千恩万谢，程母一定常写信汇报学业的阿母。陆凡站在门口，望着年轻人远去的背影，久久没有动。小明可拉着爸爸的手，爸爸，那个哥哥为什么叫你活菩萨？陆凡蹲下来看着儿子，他不是在叫爸爸，他是在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爸爸只是其中之一。记住，儿子，真正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能为这个世界带来多少好的改变。沈之意走过来，依偎在丈夫身边。这就是你退居二线，专注慈善的原因吧？陆凡握住妻子的手。今天阿木带来的快乐，比签下任何合同都真实，都长久，这才是最好的回报。夕阳如今洒在层林尽染的花园里，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笑声清脆。陆凡和沈之意并肩坐在长廊的摇椅上，身上盖着同一条薄毯，手紧紧握在一起，望着眼前这幅天伦之乐的画面。沈之意头轻轻靠在陆凡肩上。时间过得真快，明澈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陆凡微笑。是啊，感觉昨天我还是那个在出租屋里做梦的穷小子。他目光悠远，仿佛穿过时光，一眨眼，一辈子都快过完了。就在这时，陆凡放在旁边小桌上的手机开始嗡嗡地震动起来，屏幕接连亮起，屏幕显示来电和消息提示。来电显示大伯周天豪，老爷子中气十足的声音仿佛能透出来。小凡，干嘛呢？赶紧的，老地方3缺1，你副师公和钱师伯都在，就等你了，别磨蹭。微信消息弹出干爹雷老虎一段语音，点开是雷老虎标志性的大嗓门：乖儿子，明天天气好，跟我钓鱼去，我新弄了根杆儿，绝了，顺便看看我新开的非遗文化馆。另一条微信二舅张明远：小凡，我弄了点顶级的金骏眉，明天下午有空吗？来品品，顺便聊聊你那慈善基金新项目的风控。还有未读消息提示，来自舅公苏星河，估计是书法或读书分享；伯公陈弘毅，可能是侨界活动邀请；表弟林朗分享孩子去世。手机震个不停，提示音此起彼伏。沈之意忍不住笑出声。看看退居二线这么多年，你这甜蜜的负担一点没减少。陆凡看着不断亮起的屏幕，听着那些熟悉又亲切的骚扰，脸上没有丝毫不耐，反而绽放出无比满足和幸福的笑容。他年轻时觉得人脉是资源，是工具，后来明白是责任，是牵挂，到现在他觉得这就是生活本身，热闹、琐碎、温暖。陆凡拿起手机，先接通了周天豪的电话，声音洪亮带笑：来了，大伯，您可手下留情，别让我说的太难看。捂住话筒，对沈之意快速小声说：老婆，我去就回，晚上陪你看剧。沈之意笑着挥手：去吧，别让老人家们等急了。陆凡站起身，虽然头发已白，背躯挺得笔直，步伐轻快。他一边朝外走，一边熟练地在手机上回复着其他消息。夕阳的余晖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花园里孩子们的笑声依旧。沈之意看着丈夫一边讲电话一边远去的背影，笑容温柔。系统给了我一个奇迹般的开局，但真正填满我人生的是你们，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的家人们。这群永远想个不停，永远需要我应付的甜蜜负担，才是我陆凡此生最大的也是最真实的财富。